连续13次考试我都把分数控制在90分，本想就这样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没想到数学老师竟然设计要拆穿我。江南，你就不能给我好好考试吗？不要以为你之前考试能够及格就了不起，这次数学突击考，你难道还可以及格吗？应该也可以吧。哼，看样子你很自信啊，不如咱打个赌，这次考试若你还能及格，那以后你怎么睡我都不管，但若及不了格，嘿嘿，以后你就必须认真学习，非休息时间不能睡觉。老师你确定吗？只要我这次考试及格，以后上课睡觉你都不再管。千真万确。好，就这么说定了。开玩笑，这次数学考试你耐及格的离谱程度就跟男足夺冠世界杯差不多，毕竟这试卷题目的难度绝对是地狱级别的，就算是每次考试都霸榜全班第一，年级前10的班长秦雨墨也不一定能及格，何况是你这个仅仅在及格线上的江南。胡一菲前脚刚走，江南后脚又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起来，让他起来答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早在开考的10分钟内，他就全部答完了，且保证得分90，丝毫不差。毕竟他可是一名穿越者。1年前，江南因为过于拼搏码字而出行在键盘上，随即穿越到这个与原本世界相类似的平行世界，并拥有自己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却有一个坑爹的名字——超级无敌学魔控分系统。说这系统有些坑，只因江南每次考试之前，系统都会发布控分任务，让他必须考取及格线，才能获得一定的学魔积分，并提高自身属性。这学魔积分可是牛逼克拉斯，不仅可以用来增加自己学科的级别，还能够用来抽取各种物品奖励，比如豪宅别墅、跑车游轮，乃至飞机火箭，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这1年来，江南每次获得的学魔积分却从未用来抽奖，而全都用来提升学科级别。嘿嘿，老班呐老班，对于数学9级的我来说，这次考试及格还不是轻而易举，你就等着认输吧。干饭了，干饭了！听说今天食堂有超大份的红烧肉，慢了可就被抢光了。冲呀！当听见干饭这2字，江南一个机灵就清醒了过来，两腿恍如风火轮，嗖的一声就将众人全都甩在身后。卧槽！上课瞌睡王，食堂干饭王，这速度！男神，等等我们呀！嘴下留情，可别把红烧肉吃光了。当众人赶到的时候，食堂早已是人山人海。男神，你真是绝了，一人吃我们3人份，以后我这大胃王的称号也让给你算了。这个称号还是你留着吧。怎么了？笑话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因为抢到红烧肉吗？实在不行，我忍痛把我这份让给你，反正男神碗里多，我蹭他的吃。嘿嘿嘿。校花白莹莹并没有搭理王胖子，转头看向江南。江南，你跟班主任打赌，说这次考试肯定能及格，是真的吗？当然，你知道我的水平，虽考不出你那样的高分，但保证及格还是没问题的。可你不觉得这次考试很难吗？难吗？这不过是你们这些学霸的推辞罢了。每次考试结束都抱怨考试太难，可成绩出来之后呢？啪啪打中人的脸。江南，这次我是认真的，那些题目实在太难了。王胖子不知道很正常，但你难道没发现吗？发现什么？这次数学突击考试用的可都是全国奥数竞赛的模拟试题啊，我估计连30分都拿不到，更别说及格。什么？你说的啥玩意儿？这特么是全国奥数模拟题？完了完了，要出事了！白莹莹可是在学校名列前5的学霸，如果连她也只能拿30分，而江南却拿了90分，这样一对比，可就要出大问题了。曹老师，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突然给我们班来了个突击考试，而其他班级却没有？重点是这份卷子可是全国奥数模拟题呀，现在距离高考也就100多天了，该是给学生们加油打气的时候，你却突然给我们4班来这么一手，降维打击。胡老师，你先别急，很快我就会给你答案。曹天元不等胡一菲反应，便开始翻起了卷子。找到了，就是他，江南。曹老师，你在说什么呀？胡老师，你看。这怎么可能？江南他居然得了90分。胡老师，真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卧麒麟呐！这小子这下藏不住了。这位江同学从上学期开始，他已经连续有12次考试得分90，丝毫不差。再加上这一回就是13次，你不会以为这只是意外吧？连续13次考试都同分，这不比中彩票还难？尤其是这回的奥数模拟考，别人都难以及格，而他却能得到90分，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他在控分？一场奥数突击考，学霸班长只得了50分，校花30分。我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不料在老师的设计下，我竟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一。Oh my god！ 居然有人考到了90分，老师那个是谁？这还用说，考第一的绝对是咱们的班长大人秦雨墨啊！我看未必，或许是苏雨嘞。
瞬间，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纷纷猜测这个第一名到底是谁。不要猜了，这次考试的第一是一位异军突起的黑马，他就是江南。终于还是来了。老师，您是说这个一上课就打瞌睡的江南是这匹逆袭的黑马？你不会搞错了吧？没错，这次考第一的人就是江南同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大家也别太惊讶了，江南同学平时很努力，大家也有目共睹。我特意让江南同学站着，就是想好好表扬他一下，希望他再接再厉。老班呐，老班，你这哪是表扬我，分明是给我下套，拉仇恨啊！瞬间，江南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平日很努力，他平日不是睡觉就是看小说，有个屁的努力！我让你小子控分，这下看你还怎么藏！好了，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好家伙，南山，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隐藏的学霸？我才考了30分，你却考了90，真没想到你之前说这次考试能及格，居然是真的。运气都是运气，我可不是学霸，只是恰好之前做过这些题而已。原来如此，我就说一个平日考试只能及格的人，怎么会突然考全班第一？原来是之前做过，这等于提前知道了答案，跟作弊又有何区别？所以放你养的狗臭屁，你他妈在说谁呢？男生考第一，凭的是自己本事，怎么能是作弊呢？作为江南的好兄弟，王胖子瞬间怒了。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事先知道答案，不就是作弊吗？要我说，你既然早就做过，还知道答案，就应该拿满分才对。可结果却只是堪堪及格罢了。所以学渣就是学渣，永远成不了学霸。呦，你们嫉妒心未免也太重了吧？还是心胸狭窄，见不得他人优秀。我说我之前做过这些题，那是我低调，但我低调并不代表我好惹。你们能闭上臭嘴最好，若闭不上，我不介意帮你们一把。切，走啦，你这种人做甚？垃圾！就在此时，一道倩影走到江南面前。江南，这最后一道大题我怎么都算不出来，你能跟我讲解一下吗？班长，你数学那么厉害，应该没必要问我吧？何况别人都以为我作弊来着。不，你不可能作弊。这次考试的模拟题都很复杂，需要十分缜密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尤其是最后一道题，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就算给你答案你都记不住。所以作弊是没用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江南忽悠其他人简单，但忽悠秦雨墨这种拿学习当饭吃的学霸却难了。江南，难得还有咱们班长不会的题，你就大方给他讲讲吧。怎么？难道不愿教我吗？或者是你讨厌我，还是怕教会了我，下次考试我就再次超过你了？注定是躲不掉了。好吧，其实这题很容易。首先，若 x 等于 y， 则 x2 加 3x 是完全平方数，因 x2 小于 x2。江南思路清晰，一气呵成，没有半点停顿，几个呼吸的功夫，他就演算出了最后的答案。周围的人全傻眼了。我去，江南，谢谢你，你数学的确很厉害，尤其是你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真的太强了。江南，你太棒了。那个江南同学，这道题老师讲了，但我还是不太懂，你能教我吗？一时间，江南成了全班最靓的仔，不少人都凑到面前，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你妈被这么多女生围着，太他妈幸福了！你这样一网打尽，根本不给兄弟我留活路啊！最终，张浩实在看不下去，下节物理课就要开始了，之前老师曾布置过作业，大家赶紧交一下。此话一出，江南旁边瞬间空了。毕竟物理老师可是老顽固，交代下来的作业若不交，麻烦可不小。江南，你的作业呢？没写。江南，待会是物理课，你不交作业，物理老师可不会饶你。无所谓。张浩，你别急，江南可能是没带。不用替我解释，班里不交作业的多了，即便交了也都是抄袭，大家谁不是心知肚明？某些人就是故意找茬。好，这可是你自找的，作业没写不交，还如此理直气壮，待会可别怪我告诉老师，你等着吧。老师，这次作业班里50人，我只收了49本，还有1人说没写不交。谁没交？江南，又是这个臭小子。江南，这都上课了，你还没睡醒吗？给我起来！你为什么不交作业？没写。为什么没写？因为太简单，都会。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完犊子了，这次我都没办法帮男神解释了，该怎么办呀？觉得太简单是吧？那我随便出几道题，你若都能做出来，以后你怎么睡我都不管。一场奥数突击考，我以90分的成绩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一。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物理老顽固却当众给我下达战书。江南，我随便出几道题，你若能做出来，以后怎么睡我都不管。老师，这可是你说的。
一只熊不小心掉进洞里，洞深4.916米，耗时1秒。请问熊是什么颜色？你妈，这是什么变态题目？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好吧？洞深耗时与熊的颜色有关系吗？老师，你在故意刁难人？不对，是在故意刁难江南。江南，要不我给你降低点难度，你从黑、白、灰、棕4个答案里选吧。老师，以上答案我都不选，正确答案是熊是无色。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江南不会做就不会做，还说什么熊无色？老师都说了，从黑、白、灰、棕4种颜色里面选，你却说熊无色，真是笑死个人。手机前的你认为我的答案是对的吗？你最好赶紧认错，别耽误大家时间。一时间教室里好不热闹。够了，都别说了，江南的答案是正确的。老师，你有没有搞错？这世上哪有无色的熊？您可万万不能心慈手软饶过江南啊！哼，真是无知啊！江南，你什么意思？你说谁无知呢？我说你们又怎么了？居然连无色熊都不知道，难道不是无知吗？真是笑话！这世上只有黑、白、灰、棕等颜色的熊，哪来的无色熊？若真有，我直接把这桌子给生吃了。既然你要吃，那我也没办法，毕竟那北极熊不就是无色吗？江南，你少在这儿胡扯，北极熊明明是白的。说你无知，还真是无知。北极熊的白色不过是在阳光折射下造成的一种视觉效果罢了。实际上，其毛发空心透明，根本没有颜色。你连这都不知道，还自称学霸？你学个鸡毛啊！鸡毛，哈哈哈！账号是学鸡毛，哈哈哈哈！我操，江南说的是真的。前途上说北极熊毛发真是无色。话未说完，这位同学的声音就压低了下去，只因他突然醒悟自己要完蛋了。江南，就算北极熊是无色，那又如何证明这就是答案？你们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啊！老师出的这道题其实考的是重力加速度和纬度的关系。根据公式 h 等于1/2星号 GT2， 其中 h 是4916，t 11秒，代入进去，很容易算出距是9832，这是北极或者南极的重力加速度。而南极没有熊，自然是北极熊，所以熊无色就是答案。江南轻松说出了解题思路，随即话落，教室里瞬间变得落针可闻，一个个看向江南的目光都彻底变了，由之前的怀疑变为信服。没看出来，这小子的实力不一般啊！为了刁难他，我甚至还特意挖了个坑，给出了4个假答案。没想到他却直接避开陷阱，干脆利落说出了答案，还给出了解题思路。这学生有点本事，貌似是我过去看走眼了。呵，不错，你的思路很正确，不过这道题确实不难，只要转换一下思维，很容易解出来。你若真有本事，就把这第2道题也解出来看看。请出题。甲1，丙3辆汽车以相同速度经过某路标之后，甲车一直做匀速直线运动，乙车先加速后减速运动，丙车先减速后加速，但他们经过下一路标时速度又相同，则 A 甲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 B 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 C 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D 3车同时到达下一个路标。尼玛，老子直接看晕了，又是加速又是减速的，江南不是牛皮吗？赶紧做出来看看，我就不相信这题你也会。嘿嘿，此时不少人都把目光投向江南，答案是 B。顿时，在场所有人都把好奇的目光转向台上的物理老师谢宏伟。答案是对的，男神又对了，真厉害！怎么可能？他怎么那么厉害？记得以前他物理成绩很一般啊，在班里根本排不上名，可现在却……说说你的解题思路。很简单，3车位移相同，平均速度以最快，自然乙车耗时最少。但江南戛然而止，继续啊！说完了，那你就这么简单没了。老师，江南的思路对吗？哼，江南，我就不信这道题你也能答出来。在大气中，将一容积为050m3次方的一端封闭，一端开口的圆尖筒底朝上，尖口朝下竖直插入水池中，然后放手。平衡时，尖内空气的体积为040m3次方，设大气的压强与设 m 高水柱产生的压强相同，则筒内外水面的高度差为。此时老师还没来得及写出选项，江南却直接出说了答案。意不意外？他妈的，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某场物理竞赛的预赛试题啊，比高考压轴题还要难的那种。他竟然直接心算秒答，这简直是要逆天了，好吧？老师，这些题也太简单了，根本没难度啊！要不你再出个难点的试试？连续13次考试，我都把分数控制在90分。本想就这样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没想到班主任竟然设计要拆穿我。江南同学，你醒了吗？张浩，真慢，你又想找男神的茬？不是。不是什么？记得上课的时候，你说只要世上真有无色熊，就把桌子生吃来着。现在来的正好，
赶紧追赛吧。王胖子，你这就不对了。张浩什么时候说要生吃桌子了？就是他根本没说过这话。何况张浩找的是江南，不关你的事。你在这指手画脚的做什么？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经验之胡大军，你们又想欺负人吗？呦，之前张浩说生吃桌子的事，应该全班人都听到了，你们想赖也赖不掉吧？我本想的算了，毕竟都是同学，结果你们还要惹我，莫非真以为我没脾气？要么赶紧走开，不然我不介意跟你们好好玩了。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江南本不想计较，可结果对方非要一而再的找茬，那就别怪他不讲武德，降维打击了。那个江南同学，你误会了，大家都误会了，我不是来找麻烦的，而是告诉你，物理老师让你放学后去他办公室一趟。还有，之前是我不对，在这里我跟你道歉。由于画面逆转的太快，黄四海这几个吃瓜群众一时都没反应过来。江南，我承认你物理很厉害，不过我也不会差，我肯定会追上你的。小子，你等着吧，这事没完，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迟早弄你。然而江南却一脸的无所谓，在他眼里他们不过就是作威作福的战五渣罢了，对他来说睡觉才是头等大事，毕竟他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悟性，学习效率是普通人千百倍，但副作用是极耗精神力，而精神力却需要靠睡觉来补充，这就是他上课打瞌睡的原因。胡老师，跟你说个事，你可不要太激动，你们班的江南可是了不得呀，他的天赋和实力绝对能称得上是传说中的物理天才，超级学霸，以后这个学生就交给我了。谢宏伟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说完，班主任胡一飞、曹天元却并没有他想象当中的惊讶和激动，反而淡定的一批。怎么，胡老师，你莫非不相信我的话？谢老师，你误会了，你的话我肯定相信的，只是你建议江南放弃其他科目，专攻物理竞赛，这不太可取。此话一出，谢宏伟当即大怒。胡老师，你疯了吗？江南是物理天才，而且是100年难得一见的那种，但他在其他科目上水平一般，所以必须把所有精力都放到物理上来，不然就是浪费天赋。如果不让江南专攻物理，你将是学校的罪人，是毁灭一位物理天才的罪人，该被钉在耻辱柱上，不可饶恕。哪里？胡一飞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教学向来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怎么就成了学校毁灭一位物理天才的罪人？你就是这样教学当班主任的吗？难怪学校名声越来越差，优秀拔尖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位被同学们称为红星13妹、圣斗士乃至夺命女魔头的胡一飞，此时被对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老谢，人家胡老师都没把话说完，你那么生气干嘛？早在你来之前，我就跟胡老师说好了，江南将代表学校去参加下个月的奥数竞赛，所以你让江南放弃其他科目，而专攻物理，我曹天元是第一个不答应。老曹，你刚说什么？你要让江南去参加奥数竞赛？没错，这点胡老师已经答应了。你怎么能这样？江南是物理天才，又不是数学天才，你居然让他去参加奥数，疯了吧你？哼，你才疯了！实话告诉你，他不仅是物理天才，更是数学天才，甚至在其他科目上实力都不差。而且我还是第一个发现他有这实力的，胡老师是第2个，你只能排老3。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既是物理天才，又是数学天才？突然，一个且不可思议的念头浮现在谢宏伟脑海之中。难道这江南过去一直在扮猪吃虎？你猜的没错，江南过去是故意在隐藏实力，每一科的每次考试都表现平常，成绩都在及格线。其实他是在控分，但实际上他就是超级学霸，数学天赋排在第1。我操，难怪之前江南物理成绩一般，可今天却逆天崛起，一鸣惊人。原来是故意隐藏实力，甚至考试时还控分，这脑回路太他妈惊人啊！谢老师啊，你居然也有目瞪口呆的时候，刚才你批老娘可是批得狠了，现在却跟个二傻子一样，青筋直冒。不对呀，老曹，你刚才说江南数学天赋排第1，胡说八道。江南明明物理天赋才是第1，且我已经在课上验证过。你才胡说，江南数学最厉害，物理最厉害，数学。霎时间，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颇有一种大打出手的架势。一旁的胡一飞看不下去了，作为江南的班主任，老娘岂能不知江南哪方面天赋最强？我还没开口，你们2个任课教师争个屁！就在此时，办公室的门就被猛然推开。胡老师，跟你说个事，你可不要太激动。江南他是体育天才。
一场奥数突击考，学霸班长只得了50分，校花30分。我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不料在老师的设计下，我进了5大学霸考的第1。江南同学，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数学行，物理行，现在体育也行，你到底还有什么是不行的？这字有些奇异啊！身为男人，怎能说自己不行？不仅要行，还要都行。那个老师什么行不行的，我怎么就听不懂呢？你还不摊牌吗？现在曹老师和谢老师都在这，你明明各科成绩都很好，可谓全能型的学霸，却为什么每次考试都要控分？果然，控分的事被发现了。不过让我当众承认是不可能的，毕竟控分的科目可不止语文、数学和物理。老师，你在说什么呀？我真听不懂啊！控分是什么意思？这词有点奇怪。江南，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已经将你这1年来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对比过了，1、2次可以是巧合，但哪有10几次都是巧合的？且不是一科，而是全科。胡老师别生气，江南不承认，肯定是有他的苦衷的。江南，现在这里也没有外人，你控分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何必藏着掖着？真当我是傻子吗？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若说你们之前没商量过，鬼都不信。江南，你是天才，这点毋庸置疑。你不愿被人关注，所以做出考试控分的事，这也是能理解的。但我更希望你应该多表现一点，骄傲一点，甚至狂妄一点。比如今天你在我物理课上可谓一顿操作猛如虎，那就很好吗？真让人热血沸腾。这是想3英战吕布吗？小爷就是不搭话，任凭风浪起，也不变应万变。你们又能奈我何？江南同学，别的我就不跟你说的，这控分的事，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都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你数学很厉害，下个月的奥数竞赛，你给我随便拿个国一回来，应该没问题吧？还有物理竞赛，到时候你也得参加。以你今天在课上表现，拿个国一问题不大。我要求不高，毕竟语文没竞赛。但身为你班主任，下周学校会进行高3第1次月考，你给我拿个全校第1，这应该不过分吧？奥数国一，物竞国一，再加上全校第1，这是要逼我死吗？何况拿不拿第1又不是我说了算，这得看系统心情啊。老师，你们可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我就是个学渣，万一我考差了怎么办？以你的水平，考个全校第1是绝对没问题，除非你还想控分故意放水。若真是如此，事后可别怪我让你好看。你不是喜欢上课睡觉吗？信不信以后所有语文课都专点你的名，我让你睡不安宁。胡一菲此刻气场全开，他那圣斗士、灭绝师太、夺命女魔头的称号，自然不是泥捏的。老师，你用睡觉来要挟我不好吧？毕竟你跟我打了赌，只要我数学考试及格，就再也不管我睡觉来着。你可不能出尔反尔。我就出尔反尔怎么着吧？总之，我就看你下周考试的表现。你若不能让我满意，我还会让曹老师、谢老师在数学和物理课点你名，甚至其他科目我也会不定时去查看，让你绝对没法睡觉。若这还治不了你，那我就只能家访了。这杀手锏我是不想用的，毕竟打扰你父母也不好。可你不要逼我。身为班主任，胡一菲不仅愿赌却不服输，出尔反尔，甚至还要偷家。若说不能睡觉是江南的软肋，那偷家就是他的逆鳞，这真是不讲武德啊！而旁边的曹天元和谢宏伟此时已经开始憧憬江南在竞赛上大杀四方、大放光彩的一幕了。怎么，你还没回家？这不是等你吗？下次你先走，不要等我了。江南有2大铁，一是王胖子，2就是白英英，甚至在江南穿越来所获得的记忆里，他认识白英英的时间比王胖子还早得多。江南，明早上我去找你哈。明天周末，你找我干嘛？找你给我辅导。辅导？你可是学霸，还要我辅导吗？学霸又怎么呢？现在你不只是学霸，更是学神，我要向你学习。可是我想睡觉。那我不管，你是我死党，我被秦雨墨压了3年，都要绝望了。现在你数学和物理那么厉害，必须帮助我，让我超越他。我能拒绝吗？不能。白英英不给江南反驳的机会，便踩着轻快步伐，哼着小调跑远了。在学校被老师逼迫，好不容易放学回家，想周末睡个懒觉，还要被白英英那妞压榨，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呀。江南，难得你高3了还有假期回家，来，赶紧陪老爸喝一盅。喝喝喝，就知道喝。楠楠还在上学，你敢带他喝，我打断你的狗腿。这不是楠楠回来高兴吗？高兴个屁，你就是想找个理由。我可警告你，你敢在楠楠面前喝，我就把你的酒全收了，让你以后喝西北风去。此话一出，将高远吓得赶紧收了起来。在江家，大事江父说了算，小事江母说了算，而事之大小则由江母说了算。自然，
江高远不敢跟周秀琴硬碰硬。见此，江南只是会心一笑。虽然他爸妈偶有吵闹拌嘴，可他很喜欢家里的氛围，平淡真实，弥补了记忆深处的一丝缺憾。江南大懒虫，快起床啦！我去，白莹莹，你个女流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还愣在这里干嘛？捂着眼睛却开条缝隙是什么意思？还看？出去！我要穿衣服。一场奥数突击考为90分的成绩，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一。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没想到数学老师竟然要设计拆穿。系统要求本次体能测试请获得100分。啥？体测也要控分？100分那可是满分啊！往日控分不都是及格线吗？而现在却要让我一鸣惊人，莫非系统你变性了，还是拿错了剧本？江南，这1000米耐力跑，你有没有胆量跟我和大军比一场？金燕子、胡大军，你们是属狗屁狗友的吧？整天没事找事惹新人。哼，王胖子，你是江南的狗吗？这么维护他，这不关你事，滚开！你们找我茬也就算了，还敢骂我兄弟，简直就是找死！今天要好好教训这2人一番，让他们长长记性。江南怎么没有胆量跟我们比一场吗？这可是你们要比的，别怪我到时候脚下不留情。说说吧，怎么个比法？很简单，看谁跑得快就成。我们也不欺负你，只要你能胜过我们俩其中一个，就算你赢。南山，你万万不能跟他们比啊！别忘了，他们俩都是体育生，还是校前竞队的，最擅长跑步。这2年的校运动会，无论是短跑还是长跑，他们可都拿了名次的。胖子，你放心，就这2歪瓜裂枣，我根本就不放在眼中。今天我就要教训他们。口气倒是不小，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咱们不如来点赌注。如果你输了，就当做全班人的面向我下跪承认自己不行，如何？金燕子，大家都是同学，你可不要太过分了。胖子，淡定，这赌注可以，只不过若你们输了又如何？如果我们输了，同样当众向你下跪，并承认我们不行就是。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哈，他们是自愿的，没人逼他。待会输了，你们都要来做见证。丁岩子、胡大军虽然学习是班里的吊车尾，在体能上却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尤其是跑步这一项，他们均夺过冠亚军。班里众人不禁为江南捏了一把冷汗。周围的好事者们议论纷纷，基本上都不看好江南。男神是疯了吗？他居然敢跟胡大军比跑步！胖子，你刚不是和江南在一块吗？怎么不劝着点？我劝了，但我劝不住啊。男神，你刚实在太冲动了，要不我替你去跟丁岩子他们服个软算了，总比待会输了被当众羞辱的强。胖子、英英，你们2个急啥？放心吧，我既然敢这么做，自然有把握能赢，没事。大家都来集合，男生1000米4分35秒及格，切记安全第一，友谊第一。随着体育老师王大人一声令下，众人一窝蜂地冲了出去。林岩子和胡大军一开跑，他们便双骑绝尘，囊括了第1和第2名，将其他人都远远甩在身后。江南，你特么就是傻缺，居然敢跟我们比赛跑，不自量力！看我们这次怎么将你碾压！若不快上你20秒，我们都不叫极速双雄，你就等着跪地认输吧！丁岩子、胡大军内心充满得意，但就在此时，一道疾风如闪电般驶来。尼玛，这怎么可能？不行，绝不能让他超过，必须再加把劲！丁岩子和胡大军都十分默契，将所有力气灌注在了双腿上。这一刻，他们只感觉要超越极限，热血沸腾。喂，我说你们速度很一般啊，跟蜗牛一样，就这也敢在我面前嚣张？瞬间，2人惊呆了。这可是1000米快跑，正在全力冲刺中啊！这家伙居然还有余力说话。他俩此时早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感觉整个人都要炸了。而江南连大喘都没有。好了，不跟你们瞎扯了。瞬间，江南火力全开，不一会的功夫，江南就冲刺到了终点。反观丁岩子、胡大军，扑通一下摔了个狗吃屎，直接跪在了江南面前。你们俩也太客气了吧，这么着急给我当众下跪！我操！男神真他妈666啊！数学碾压苏雨，物理碾压张浩，跑步还能压丁岩子和胡大军，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服了，彻彻底底的服了。江南，你实在太棒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你跑步这么厉害，爱了爱了。老师，那个丁岩子和胡大军怎么样？伤得重不重？放心，都只是轻微擦伤，已经送医务室了，没多大事儿。倒是你小子很不简单啊，居然把他们玩虐了，确实厉害。我带了你快3年，居然都没发现。我就是瞎跑，平日没怎么练习，只能算一般般吧。一般般？不，这可不是一般般了。刚才我看你跑得很轻松，显然留有余力。如果全力以赴的话，跑到2分40秒不成问题。老师，别叫老师，以后叫我老王。
老王，可是我别啥可是的，听我的，没毛病，有我给你特训，再加上你这天赋异禀，固体硬体不一定，但一个成体恶体是跑不了的。老师，这是难办哈，我对体育不感兴趣。这事你说了不算，我去找你班主任。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当前可抽奖次数2次，是否抽奖？抽奖。叮，恭喜中奖，获得盐灵果1个，大力巧克力1块。这盐灵果和大力巧克力是什么鬼？盐灵果服用后改善容貌，使人颜值在原基础上提升10倍，达到完美无瑕、灵气逼人的地步。大力巧克力服用后增强体质，在原基础上永久提高10%，但会有轻微副作用，如肚饿、拉肚子。确实是个好东西，但这大力巧克力的副作用我可不敢吃，毕竟我的饭量已经相当惊人了，不如把它给王胖子。小子，你就睡吧，尽管睡，只要你明天能给我拿个全校第一，你怎么睡我都不管。但若是你没拿到第一，我自会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进行本学期第1次月考，虽然只是月考，却十分重要。瞬间，在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凝神灌注听讲，甚至连后排的那些学渣都收起小动作，但江南却毫不客气的在呼呼大睡。若是别人，胡一菲早就使出弹一闪、奔为拳、乾坤意志的加强版、闪电九连弹等绝招了。然而，对于江南，他却硬生生忍住了。这算什么？我们学啊学，他却睡啊睡，都咸鱼到如此地步了，成绩还那么好，老天你怎么不降雷劈死他？白族人傅一飞，怀玉老师薛丽阳，华秀老师杜明晃，神武老师亚克塔，你们不向来都毫无人性了吗？曹天元和谢宏伟不管可以理解，毕竟江南这2门课很厉害，可其他课呢？语文、外语、化学、生物方面，江南貌似很一般吧？结果你们都不管，是对江南放弃治疗了，还是故作偏心？难道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尤其是惹李阳，讲课就讲课，还时不时的偷瞄江南，似惊如天人是什么鬼？除了白茵茵和王胖子，班里其他同学心里可真是五味杂陈，思绪纷飞。下课了，下课了。江南，我承认在物理方面我没你有天赋，你即便睡觉都那么厉害，但我这2天一刻都没放松，相信明天的考试肯定会超过你的，我会让全班人都知道，我才是物理课代表，我才是在物理上最强的。张浩当众朝江南撂下这么一段宣言，随后就跑了。你是物理课代表没错呀，我又没想要抢走你的职位，你用得着对我如此敌忾吗？貌似每次物理考试你都比我厉害吧？真是有病。江南只感到莫名其妙，但没等他缓过神，又有一人攥紧拳头来到面前。江南，我也承认，在数学上我没你有天赋，毕竟我从未见你看书，你却考了第1。但我跟张浩一样，明天考试我肯定会超过你，我才是在数学上最厉害的。江南，我才是外语课代表，在外语上我不比任何人差。一时间，江南被围得水泄不通，众人纷纷撂下狠话。班长，莫非你也？江南，我希望你明天考试不要藏拙，而是全力以赴，考出你的真实水平。我没藏拙呀。不，你肯定藏拙了。一个数学物理那么厉害的人，其他科目绝不会差。你一定要答应我，因为我想光明正大的战胜你，而不需要你让我。有病吧你们，一个个的跟吃了枪药一样，这也要战胜我，那也要战胜我，真是吃饱了没事干，有这功夫早点去食堂干饭不香吗？明明我们才是个科最优秀的，是老师最看重的，凭什么被江南抢走风头？对，凭什么被这个瞌睡王超越？明天考试一定要跟他较个高低，决个胜负。这些人太过分了，居然敢对你下战书，甚至连秦雨墨都如此。江南，你可要加油，明天考试绝不能放水，一定要灭灭他们的威风，踩踩他们的气焰。烦死了！灭威风、踩气焰，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其实也蛮简单的，但这不由江南控制啊。如果系统控分还是及格线，他总不能为了争口气就考满分吧？这种费力不讨好、进出风头却得不到系统积分的事，他才不干呢！我操，要完蛋！胡一菲监考绝对会死盯着自己，我还怎么控分？怎么放水？难道真要让自己做费力不讨好的事？下一秒他就惊讶了，只因系统任务终于来了，但与往常让他控分在及格线的任务截然不同，这一次居然是本次语文考试，请获得150分。150分？莫非系统真的变心了？既然系统要求了，那小爷就不再放水了，正好可以让胡一菲不找麻烦，让昨天那群放狠话的小子再打次脸。很快试卷就发了下来，当别的同学才刚写完名字考号开始看题的时候，江南已经飞速作答了。从基础选择题到古诗词鉴赏，到文言文分析，到阅读理解，再到
他速度很快，基本上是扫一眼题目就知道答案了，完全不需要多想，可以说是眼快心快手更快。好快，他难道都不用看看题思考一下的吗？还是说这次考试太简单了？抱着好奇的态度，胡一菲拿过一份空白卷子，我倒要看看这题目是有多简单，以至于江南连想都不用想。的确，前面的选择题和诗词默写，只有学生基础牢固，跟送分没啥区别。但到后面，胡一菲顿时惊呆了。哪里？这题是谁出的呀？你确定这是给学生做的？卷子开头很简单，诗词鉴赏加大点难度可以理解，但这文言文是什么鬼？原文如下：预是什么意思？最后，请通篇翻译全文。尼玛，这出题组的人有病吧？还是说这他妈是出错题了？难，实在是太难了。这确定是给我们出的文言文吗？一堆读音相同的字放在一块，谁他妈知道呦呦呦的是什么意思啊？探探对本文的理解，老子都看不懂，能有个屁的理解？你讲雷劈死出题人吧？这是给人做的吗？妈的，这狗卷子老子不考了！这位同学现在还在考试，请回到自己座位上，不到最后15分钟不能交卷，不能离开考场，不然将按0分处理。0分就0分，我试卷都丢了，还考个屁！瞬间，考场躁动，同学们被考得纷纷崩溃。胡一菲气不打一处来，气冲冲地杀到了教研组。你看你们出的好题，连我都有压力，现在把学生都逼崩溃了，很得意。你看你们出的这些题，是想把我的学生都搞崩溃吗？距离高考只差100天了，你们什么意思？那个胡老师，你别着急，这题不是咱学校出的，是来自省里。虽然这明面上只是一次月考，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全市联考。其他老师也都反映过了，我已经紧急联系市里的出题组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出题的这个人是故意想打击学生的信心吗？这人其心可诛啊！胡老师，你别急嘛，你先回去安抚学生们考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哼！胡一菲心里虽然愤懑不解，但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安抚同学们了。同学们，大家都不要急，不要慌，要稳住。考试不就是考的一个心态吗？要知道你不会做的，别的同学也不一定会。大家先略过前面不会的，把后面的做完。老师，你真是睁着眼说瞎话。什么叫我不会的，别人也不会？我前面这位从开考到现在笔就没停过，而且我用盗版写轮眼看得清清楚楚。他诗歌鉴赏和文言文全做了，这些题对他来说那就是小意思。这后面的作文题确定是给我们高中生做的吗？算了，我也不考了，0分就0分吧。诗歌鉴赏难，文言文难，现在占了足有60分的作文题，也这么难，这次考试绝他妈是贵了。与其在这浪费时间，老子不如玩去，0分变0分，也不伺候了。怎么，你也想学丁言子吗？我希望你不要闹小情绪。此时无论胡一菲怎么安抚，心态崩了就是崩了，尤其是在有人带头前提下，随之又有好几人把卷一交，愤然离开。胡一菲看了看这些人的卷子，做的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不用说，都是学渣中的学渣。走了就走了吧，总不能强行把人给留下。不知道江南做的怎么样了？此时的江南过5关斩6将，一路杀到了作文题。作文是非命题，所以能联想的很多，只要契合题意，写的方向更多。60分打个30-40分再简单不过，但想上50分就要看作文功底了。这次系统的控分任务是满分，那意味着我这篇作文必须拿60分才行。但语文想考满分，那真是千难万难，尤其是作文，满分的作文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这特么就没有精准的评分标准了。嘿嘿，有了，这题感觉也没啥难度啊，都不够小爷喝一壶的。此时胡一菲带着一丝好奇，以巡视为由，来到江南身后。当他一眼看过去的时候，瞬间惊呆了。卧槽，文言文，江南居然用文言文写作，这怎么可能？正文如下：尼玛，这还是人吗？老娘可是语文老师，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毕业，且是硕士研究生，想当年也没少写出好的作文，可跟江南一比，这打击不得不说有点大呀，太妖孽了！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控分大神、超级学霸江南的真正实力吗？总算搞定了，这起码费了我3成功力，不信拿不到满分。老师，你什么时候站着我身后的？江南，你要干什么？做完了交卷啊。你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做了？都做了呀。就算做了，你也应该检查一下，不小心做错了怎么办？用不着，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老师你放心，这次我没放水。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没看见教室里不少人都抓耳挠腮、磨牙切齿，甚至崩溃弃考了吗？可你却说很简单，你难道良心不会痛吗？
不仅是胡一菲，还有考场里正考试的其他同学，一个个的都差点一口血卡在喉咙里。男生啊，快说了你的生辰吧，我们小心脏受不住了。靠，我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没做，作文更是没开始，可你却都做完了。你这手速比万年黄金单身汉还快，怎么练出来的？等等，江南，考场有规定，最后15分钟才能交卷离开。现在时间还没到，否则就是0分处理。时间没到不能交卷，这时间过得也太慢了吧？江南无奈，只好回到座位睡了起来。看看，难道这就是超级学霸的待遇吗？如此难的试卷，那小子提前半小时全给做完了不说，还能趴住睡觉，而监考老师却不管。这小子到底是谁？莫非他就是学校最厉害、最有名、号称学霸中学霸的秦风？可是秦风应该没这么帅吧？这人语文水平奇高，绝对比得上秦风，而长得又极帅，甚至超过叶知秋。之前听监考老师叫过2次，貌似这小子叫江什么南来着？喂，醒醒！老师，考完了吗？还没考完，但到了最后15分钟，你可以交卷去吃饭了。这居然都是对的，厉害！原来这题是这样做的。还有这诗歌鉴赏，答得真不错呀。从沈约仲同的典故，便可推断出作者好友患病为目疾，简直一语中的。还有这个，实在太妙了，层次分明，简约明了。就算是参考答案，也不会有这么准确吧？这回答必定是满分了。一看见江南的试卷，胡一菲就彻底震惊了，随即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好了，考试结束，都不要写了，赶紧把卷子交上来。这就结束了吗？我作文才刚开始写啊。喂，你考得如何？还能如何？扑街一个呀！这次语文实在太难了，我全都不会。我也是，文言文根本看不懂不说，连后面作文都没写完，就这2块加起来，起码扣掉60分，100分100级不了格了。不是吧？你语文可下来厉害啊，班里前3，居然都及不了格。你是在唱学霸戏码，表演凡尔赛吗？凡尔赛个屁！别说我只是班里前3，就算班里第1，也不一定能及格。我们考场甚至有好几个人才考了一半，就纷纷弃考走了。看来所有人都扑在语文上了。不，那可不一定。我们考场就有一个牛人，把诗歌鉴赏、文言文全做了。什么？那怎么可能？是真的，那人真做出来了，而且速度惊人，距离考试结束还有40-50来分钟，就把作文写完要交卷，可谓震惊全场。最后碍于考场规则限制，没法交卷，结果他趴在桌上睡了半小时。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着超级学霸之称的秦风吗？不，那人不叫秦风，好像是叫江南。太惨了，我负责的考场全军覆没。我看了下卷子，没一人能做得出来。我作为语文老师，看了试卷都是一脸懵，这文言文实在太刁难人了，摆明就是在打击学生积极性啊！我们学校高3有近1000名学生，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能把这文言文做出来的吗？估计是没有，因为学校第1学霸秦风就在我那个考场，我特意看了的。即便是秦风，文言文都一次没动。文言文肯定全军覆没了，这点毋庸置疑，毕竟我们这些老师也不会。我敢打赌，其他学校不说，反正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若真有，那我直接拜他为师。好了，都沉稳点，抱怨的话就不要说了。卷子虽来自市里，但实际上出卷的老师却是1中和2中的。据说1、2中都有人做出文言文，所以人家出错题是不可能的，脑袋秀逗就更不可能了。怪只怪我们学校比不上人家，以后各位老师努把力，争取多教点优秀学生出来，可不能被1、2中给看扁了。丢人，真是丢人了！学生与老师向来是一体，学生弱意味着老师也强不到哪去，真是太扎心了。吴组长，各位老师，其实我们并不是全军覆没，我考场里就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此话一出，满场皆惊，全都转过头，将不可思议的目光投向胡一菲。胡老师，你瞎说什么？全校第1学霸秦风的文言文都空在那里，你考场里怎么会有人做得出这文言文？就是胡老师，你就不要戏弄大家了。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若真有，我现在就去拜他为师。呦，这么说，我今天要收一位徒孙了。此话一出，众人脸色均变。毕竟撂狠话的那位老师，姓岳名王贵，又称岳老三，其教书20年，资历深水平高；而胡一菲资历尚浅，属后学莫近，却要收前辈为徒孙。胡老师，岳老师只是太急了，所以一时乱说话罢了，你就别拱火了。嗨，不好意思各位，刚才口误。但是我们班上真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而且我对了答案，正确率100%。
除此之外，他诗歌鉴赏也做了，而且都做对了，甚至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胡老师，是你们班的秦雨墨还是相叶？秦雨墨应该不可能，这个学生我认识，他虽然不错，但我有注意到其文言文跟秦风一样，都没做出来。相叶也不可能，那女娃在我考场，她连诗歌鉴赏都没做，更别说文言文了。胡老师，莫非是你们班其他几个学霸？苏雨、张浩、白英英，还是唐甜甜？你们说的这几个都不是。这位同学过去成绩表现一般，只在及格线徘徊，他叫江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过去3年都平平无奇的学生，怎么可能突然一鸣惊人？江南过去虽名声不显，但不代表他实力不行。实际上他非常优秀，诗歌鉴赏和文言文他都做对了。你们也许可以质疑他是运气碰巧，但我告诉你们，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你们应该没法质疑了吧？胡老师，你说啥？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文言文啊，现在学生连看懂都费时，如何能用来写作？还800字的那种，除非他是超级天才、超级学霸。众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信，毕竟这实在太有悖常理了。用文言文写作，别说那些学生，就算是他们这些沉浸语文数十年的老师都不会啊！不行不行，忍不住了，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赶紧把他卷子找出来看看。对，赶紧找出来看。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真和胡老师说的一样，那我说话算数，立刻去拜师。当众多老师找到江南的答题卷，并兴致满满凑到一块看向作文时，瞬间时间好像静止，所有人都一动不动，足足愣了数分钟之久。这还真是文言文作文，赤兔之死。这标题很有意思，这文也很有意思，立意切合，语言流畅，简直不可思议。不用说了，这个叫江南的学生，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学霸中的学霸。这次高3上午的语文考试史上最难啊，高3近1000人，可谓全军覆没。那文言文连常年霸榜学校第1的秦风都没做出来，可想而知这题是有多么难。不会吧？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很简单，就是篇同音文，讲的是一个先钓鱼还是先卖鱼的小故事来着。我去，这么厉害吗？那岂不是超越了秦风？要知道之前高3每次考试301班的秦风都是囊括各科第1的。不过这一次他貌似碰上了对手，语文第1选了。八卦使人知本性，不分男女。就在语文组老师们震撼的同时，校园各处都在吃瓜。这次高3语文考试，江南被众人脑补成超级学霸，能与老牌学霸秦风相争的那种，甚至连叶知秋都被卷入其中。有意思啊，真有意思！上午考的那篇文言文，连我都束手无策，却居然有人做出来了。秦风心里对江南产生了一丝好奇。另一边，同样被八卦者提及的校草叶知秋，其想法却与秦风截然不同。居然有人传食堂出现一学霸，在颜值方面更是帅破天，能吊打我。学霸不学霸的他不在乎，但长得比自己帅，这他就不乐意了。尤其是听见江南身边还有白英英相伴的时候，更是鹰眼人怒火熊熊。好小子，你他妈完了！等我搞清楚你是谁，必去找你。然而作为话题焦点，江南却并不知情。很快，第2场数学考试正式开始。卧槽！上午考语文是胡一菲监考，下午考数学是曹天元。说好的信任呢？难道就这么怕我在空分考个及格线吗？在试卷发下来那一刻，系统的提示音又来了。本次数学考试，请获得150分。果然，这系统真是变性啊！势必要让我一鸣惊人不可。反正语文已经能拿满分了，数学再拿满分也无所谓，正好应付曹天元的监考，免得事后找我麻烦。想到此，江南一脸轻松，随后便开始了疯狂答题。开考仅不到10分钟，他就一鼓作气将整张数学卷子做完，且100%正确。Oh my god！ 我从教近20年，什么样的数学天才没见过？开考不到10分钟，他就做完了。这次月考压轴题的难度可是堪比奥赛啊！此子简直妖孽！这答题卡太小了，最后这道大题才写了3种解法，就没地方写了，真是可惜。此时曹天元血液沸腾，直冲天门盖。比起他出婚入洞房还激动，比起男足夺冠世界杯还要震撼。什么叫答题卡太小，才写了3种解法？莫非这题它还不止3种解法，还有第4种、第5种？老师，我做完了，可以睡觉吗？怎么，你都不检查一下吗？检查什么？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如果你没意见，我可就要睡了。老曹啊老曹，让你故意盯着我，我会给你脸才怪。看着已经趴在桌上的江南，曹天元内心里一阵嘀咕，显然十分不满。尼玛，我耳朵没出问题吧？这才开考10几分钟啊，那小子就把一整张卷子做完了，这是什么拔刀速度？黄金单身100万年也比不上好吧？
还说这题目简单。身为数学天才，向来能考140以上的我，选择题后5道可都不会好吧？就在此时，有几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窗外，伸展了脖子朝考场里张望。哈哈，这下江南完蛋了，被这么多老师抓个正着，就算跟是亲戚都没用。岳老师，我还记得你在1楼监考来着，怎么来5楼了？嘿嘿，我本想上个厕所来着，可一不小心就走错地方了。你1楼能走错到5楼，这错的也太多了吧？再错下去岂不是要上天？好了，大哥不孝二哥，罗师不孝蚌壳，打开天窗说亮话。想必各位都是来看用文言文写作的那位绝世奇才的吧？就是他，正趴桌上睡觉的那个就是。你小子就狂吧，我还巴不得你再狂一点了，这才有年轻人的样子。反正你再狂也是我教出来的。江南又是江南，语文数学考得很好就罢了，现在就连题目最多囊括物化生3门的理综考，也只花了40分钟便做完，而我现在却成了小丑一个。你既然真这么厉害，干嘛不早点表现出来？故意在戏弄我吗？现在是考试时间，距离结束还有15分钟，你怎么出来了？我提前交卷了。你怎么能提前交卷呢？这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了。我早就做完了，保证全对，应该可以提前交卷吧？早就做完了，还保证全对？就算是我监考教室里的秦风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你真是大言不惭。然而江南哪有功夫搭理他，转身便溜了。我说老黄还要监考，你追他干嘛？你没听见他刚才的话吗？说把理综卷子做完了，而且全对。这种没本事却说大话的学生必须教育。其实他说的或许是真的。你脑袋发懵了吧？这次理综的难度毋庸多说，就算是301班的秦风也不可能提前交卷，还得满分。你居然相信那小子可以？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可是传说中的超级学霸，就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还是超级学霸？呸！别急，等这次月考的成绩出来你就知道了，保证让你大吃一惊。你就是304班的江南？没错，我就是。有人说你是一匹黑马，是超级学霸。昨天的语文考试你提前40-50分钟就做完了，那数学考试更快，才10几分钟。对此我是不太相信的。虽然空穴不来风，但肯定有夸张之词。这次理综考试难度虽一般，但其他人都还在做题，就连我也只是提前13分钟交卷，结果你比我还快。老实说，你真的都做完了吗？莫名其妙，你脑子有病吧？我做完了如何？没做完又如何？这跟你应该没啥关系吧？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这2天很多人都说你是黑马，能超越我。本来我并不在意，但既然今天碰上了，且理综刚刚考完，如果你真都做完了的话，不如一起来对对答案如何？我倒想看看你是真的黑马还是假的黑马。对答案，白莹莹找他对答案还行，毕竟关系摆在那。可面前这个人在江南眼里算老几？怎么担心一对答案就露馅吗？我还以为这次终于能碰上个对手，能调剂一下我这枯燥的高中生涯，可结果……同学，你想多了，我不是没做完，而是全部正确，没必要跟你对答案。秦风可是3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每次考试无论单科还是总分，他都霸榜第1，可谓超级学霸。平日里都是清高在上，不愿搭理人。可今天他第一次主动开口跟江南对答案，却直接遭到拒绝，甚至对方还口出狂言。江南，我记住你了。虽然你语气很狂，但我可不认为你真有那么狂妄的实力。不对答案没关系，反正要不了1天，成绩就会出来，到时候某些人自然会原形毕露。在此之前，我真希望你能有资格做我的对手，可现在看来你不配。秦风对江南充满了不屑，甩了甩手便转身离开，那眼高于顶的样子颇像一只骄傲的大白鹅。这人真是有病，小子，你还真是狂的没边了，连全校第1学霸秦风都敢对。你又是谁？叶知秋。你就是叶知秋？哟，看来你还听说过我的大名啊！既然这样，那我也不藏着掖着，奉劝你一句话，你要有自知之明，一些不属于你的人不要妄想能追上手。啥意思？我没听明白啊！话说劳资没惹过你们吧？你们却一个个跑过来跟我撂狠话，有病就赶紧去治。江南，你……就在这时，后边更传来一声嗤笑。他们的谁敢笑我？几乎在一瞬间，叶知秋忍不住要发飙。然而当他看见是白莹莹时，顿时咬牙狠狠地憋了回去。也就是眨眼间的功夫，脸上的愤怒变成了招牌式的微笑。茵茵，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没吃的话，我请你去吃学校对面新开的那家西式料理。叶知秋，你在这干什么？告诉你，我跟你没关系，更不可能跟你出去吃饭。你赶紧走吧。哼。江南，怎么样？这次理综考得如何？还行吧。还行是什么意思？满分应该没问题。快
赶紧跟我对对答案。我今天虽然超常发挥，勉强提前交卷了，但有很多题都拿不准，看看这次我能考多少。江南拗不过白英英，只能点头答应。化学是 BBBCC。尼玛，我舔着脸讨好白英英，她却跟江南有说有笑对起了答案。英英，那个……咦，叶知秋，你怎么还在这？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你成绩又不行，赶紧走吧，别在这碍手碍脚，打扰我们对答案。还有，以后别英英英英的叫，我跟你不熟，请叫我全名白英英。哼！白英英虽然物理做得还不错，可化学错了不少题，本来心情就不好，结果还要被叶知秋打断，顿时他就有些发飙。这里有些人太杂了，走，咱换个地方。好啊。白英英点了点头，便跟着江南离开，只留下叶知秋一个人站在风中凌乱。江南，好一个江南！小小癞蛤蟆却凭一张后天刀子脸，不仅抢我的人，还要抢我的名。我记住你了，这仇必报无疑。叶知秋一阵咬牙切齿，双眸中更燃烧着熊熊火焰。而另一边，江南与白英英换了地方坐下。坏江南，我不该跟你对答案的。虽然你帮我辅导了物理，让我这次考试超常发挥，但也错了3道题。化学更惨，错了5道，甚至连最简单的生物都错了2题。这次理综也考砸了，估计只有230-40分，肯定又比不过秦雨墨那女人了。这么多人，其实能考234你已经很不错了。234就很不错吗？秦雨墨考的绝对比我高，我又输给他了。你可以不跟他比呀，学校那么多人，起码有90%都不如你吧。人贵在知足。我知足啊，只要能战胜秦雨墨，证明我不是花瓶，不仅只是长得好看，我就知足了。我都没想过要赢你。不行，我绝不会放弃，我想要你给我辅导。我之前不是给你辅导过吗？之前时间太短，你讲的那些我没法全部吸收，所以我想在课余时间找你，且不只是数学、物理，还有其他科目。我能不答应吗？那会累死我的。我想睡觉。哼，不行。走，我们去教室自习。啥？自习？中午不睡觉吗？不是说给我辅导的吗？时间不等人，当然要抓紧1分1秒。下午3点，第4场外语考试正式开始。江南疲惫不堪地坐在考场里，仿若被压榨了7天7夜一样没了魂。白英英所求无度，简直不是人了。本次外语考试，请获得0分。0分？不是150分吗？这狗系统又要作妖了。江南几乎没忍住要吐血，差一点他这次考试控分就失败了，因为光他已经做完的单选题就已经15分到手，远远超过了控分任务。这狗系统绝对跟我有仇，这是要故意整我呀！哪有这样发布控分任务的？前面3场考试，语文、数学和理综都让我拿满分150、150和300，可到了外语却是0分。这成绩一出来，你让外语老师怎么想？让其他同学怎么想？那仇恨值绝对是拉到爆棚！完犊子了！完犊子了！这仇恨值绝对拉到爆！狗系统故意要害死我呀！语文、数学和理综都让我拿满分，可到了外语却是0分。外语老师，我只能对不住你了。于是江南选择题全选错，填空题单词没一个正确。至于作文，他用古希腊语写的，连外语老师都看不懂。我靠，又来了！大小子又提前考完睡觉了，13都给他装满了。张楠，等等我。白英英，你怎么又跟过来了？月考结束，为了感谢你中午给我补习，我请你吃饭。请我吃饭？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食堂18菜，你任意选，随便吃，本小姐买单。白英英啊，白英英，我正饿着呢，你就等着大放血吧。于是这顿饭江南足足造了白英英1个星期的伙食费。臭江南，太能吃了！江南，老实告诉我，你总分到底能考多少？差不多600左右，就算比你多，也多不了多少。600分吗？这么难的卷子，你居然能考600分？果然，你过去就是在藏拙，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加倍努力，但下一次考试一定会追上你。这女人脑瓜子秀逗了，语文、数学和理综这3门加起来就已经有600分了，最后1门外语就算考得再差，也不可能是0分吧？看来你智商也就那样，待下次考试可就不是你追上江南，而是我追上你了。这一刻，对于战胜秦雨墨，白英英可谓充满了迷之自信。这次月考成绩已经出来了，但不用我多说，你们也知道自己考得怎样吧？说实在的，我真替你们感到羞耻。不过有一点值得高兴，我们班的江南得了满分150，而且打破了3中纪录。男生不愧是男生，没想到他语文真考了满分，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看到那4个剑赏和文言文就脑袋发懵，没想到江南这小子真做出来了。都静一静，先听我把话说完。江南不仅语文满分，他数学理综也都是满分。什么？数学理综也满分？老师，那江南外语是多少？以江南的成绩，肯定一枝独秀。就算是那霸榜学校3年，被称之为超级学霸的一班秦风，这次也没法与之相比吧？都给我安静，别乱猜了。江南外语没有满分，而是考了个0的，所以他的总分就是600，得了全校第2。此话一出，全场再次震惊。这怎么可能？高中3年，整个班级还从未有人外语得过0分吧？最低也有10几20。难道说江南外语交了白卷？老师，那全校第1还是秦风吗？没错，那秦风考了602，比江南多2分。外语为0，光凭语文、数学和理综总分都有600，仅比秦风少2分，才2分啊！150分的外语卷子，就算作文不写，填空不填，只把选择题 A、B、C、D 乱填一空，也不止得2分吧？这不是故意讽刺人家很二吗？还是跟人家有仇，故意打脸？不过这打脸打的还挺爽，有内味了。一个语文、数学、理综能拿满分的人，外语就算再差，也不可能是0分吧？他就是为了羞辱我，才故意把最后一门外语考0分，总分600，恰好少2分，这不就是摆明讽刺我很二吗？清风，你不要太激动，虽然江南很厉害，但其总分毕竟不如你。好了，现在大家继续自习，班长管好纪律。江南，你跟我去趟办公室。去办公室要干嘛？江南，别拘束，这位是吴能吴老师，也是学校的语文组组长。胡老师真教出了一个好学生啊！有江南同学在，咱们3中的语文一道必然崛起，再创辉煌。江南同学，这次我让胡老师带你来办公室，是有一事相求，希望你不吝赐教。好家伙，不吝赐教都说出来了，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吴组长，你就直接跟这小子说吧，他还是个学生，你用不着跟他客气。不，胡老师，你这话可就说错了。江南虽然年纪不大，还是学生，但在语文一道上的造诣已经不下于你我，尤其是对古文古字的研究之深，比我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大师。吴老师，你就别太夸赞我了。女魔，胡老师说的对，你用不着跟我客气，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好，江南，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你用文言文写的这篇作文太过精妙有趣，我们花了大半天的功夫，也没将其彻底翻译出来，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你这位作者叫来。若不介意的话，给我们注释翻译一下，如何？原来就这么个事，吴老师你早说呀，吓死我了。3分钟，又3分钟，直到自习结束，江南才堪堪把作文讲解完毕。这简直就是巨坑啊！这群语文老师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比起胡一菲这女魔头还厉害3分。果然人还是要低调一点。可现在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了，蛋疼啊！都怪该死的狗系统。很快，整个3中无人不识君，江南就彻底大火。就连清洁大妈、门卫大爷都知道有江南这么一匹黑马。一个是霸榜学校3年次考试第1，仿若巨龙一般的人物，可今天却被一匹夫逆袭给屠了。就跟小说情节一样，有内味啊！整个校园里一片议论，既惊叹于江南的牛批，也默哀于秦风的可怜，更有一些好事者脑补出了一场2学霸之间的针锋相对，恩怨情仇。另一边，作为此次屠龙的主角，江南从头到尾都没把他秦风放在心上。天地良心，我可真不是故意打他脸的，更没有嘲讽他很二的意思。意外，这纯属是意外。恭喜宿主精准完成本次月考任务，奖励身体素质+6，各科基础+1，各科潜力+1，积分+600。鉴于宿主本次控分任务完成良好，系统特额外奖励宿主400积分，并升级宿主技能超强记忆力和悟性翻倍。好家伙，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足足1000积分，这是要我来个10连抽啊！江南，你跟我出来。老师，我上课应该没犯错吧？你上课没犯错，但考试呢？跟我去趟办公室，找你有事。来了，最终还是来了。江南还没来得及抽奖，就被外语老师蛇了羊，叫进了办公室。你就是超级学霸江南。超级学霸？老师，用这话来形容我太过了吧？我可不是学霸。哼！语文、数学和理综同时考满分的人，3中有史以来，你绝对是独一个。若这还不能算是学霸，那其他人可就连渣渣都算不上了。江南，你觉得你的外语老师说瑞杨老师怎么样？杨老师他很好啊，为人好，长得也好，我们都很喜欢他。所以你是因为喜欢他，才故意把外语考了0分，目的就是想吸引杨老师的注意。
是吗？啥？这说的是个啥？喜欢Shirley杨，所以故意考0分。我操！这脑回路也太新奇了吧！老师，你误会了，我说的喜欢只是单纯学生对老师的喜欢。至于这次外语考试0分，那纯粹是我没考好。江南，你用不着辩解了，李明已经全交代了，他就是抄了你的草稿纸，才考了140分，得了外语单科全校第1。此时江南一脸懵逼，这半路杀出来个李明是什么鬼？抄了我的草稿纸，还得了单科全校第1。怎么，你不认识301班的李明？他平日外语成绩只能算一般，但这次考试却得了140分，唯独作文扣了10分。让他上台分享外语提升的经验时，却紧张的晕了过去。事后一问，他就全撂了。他说你的草稿纸掉在地上，他一时没忍住就抄了。这意味着你的外语成绩很好，但在答题卡上，你却故意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作文还用古希腊语，你这么做不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那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外语老师了。哼！江南一时间被对得哑口无言。我靠，这个李明真是猪对手啊！抄了我的草稿纸也就算了，事后居然还幡然醒悟，玩坦白局，害了自己也就算了，还要坑老子。江南，我告诉你，这次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但下次考试有什么样的实力，就考出什么样的分数。如果再敢这样，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江南被老师们狠狠地教育了一番，便低着头回到了教室。江南，你可真行啊！为了吸引杨老师的注意，故意把外语试卷全部写错，考了0分。现在估计全校人都知道了。哼！误会啊，天地良心，误会！你小子就别装了，那个李明抄了你的草稿，才得了单科全校第1，他自己都糟了，你就是为了吸引杨老师的注意才这么做的。我真不是啊，我那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不想拿满分罢了。就在此时，班主任胡一飞怒气冲冲地杀进了教室。我再次强调一下，学校是禁止谈恋爱的，在考试时故意耍小聪明，考0分吸引老师注意，这简直是十分幼稚的行为。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唯有如此，才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对得起你们自己。江南，别装睡了，跟我出来一趟，几位老师找你。江南又被叫走了，这次估计是真摊上事了。各位老师，人我给你们带来了。江南同学，我们也不卖关子，今天把你叫过来，就是想摸摸你的底。摸我的底？这月考不是刚考完吗？咋又要摸底了？是这样，你的几位任课老师向组里推荐，让你代表学校去参加接下来的奥数和物理等竞赛。虽然你月考数学和理综都考了满分，但为了证明你的实力，学校还是有必要再对你进行一次摸底的。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因为外语的事呢，吓死我了。这是我特意准备的奥数竞赛题，你就在这当场测试一下吧。这就是奥数竞赛题吗？也太简单了吧！此话一出，犹如晴天霹雳，猛然炸响在众人心头。这可不是普通的竞赛卷子，而是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才弄出来的竞赛真题，里面每一道都比高考压轴题难上数倍不止。江南同学，你都还没开始做了，这大话说的也太大了吧？确实很简单啊，看一眼就知道答案，还用得着做？好，你说这些题简单，那你说这道题答案是多少？平面上整点。江南既没拿纸，也没动笔，只是瞟了一眼，便直接开口：答案 B。你是不是之前做过这题？没有。那你怎么这么快？我刚不是说了吗？这题很简单，看一眼就知道答案，根本没做的必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都是奥数竞赛题，怎么可能连想都不想便直接口算出答案？你不会是瞎蒙碰巧吧？说过程看。所以答案是 B。周凌风还是难以置信，又对江南指向第2题、第3题、第4题。很快，江南便统统一一解答。老曹，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提前把这卷子给江南看了，还给了他答案，所以他才知道？傻了吧你？这卷子可是你临时出的，当做宝贝疙瘩似的，就此一份都没给我看过，我怎么给江南看？也对，也对。江南，你就给咱们的周组长详细讲讲解题过程吧，免得他怀疑这怀疑那。江南点了点头，便开始解答。5道题讲完，众人已经彻底傻眼。Oh my god！江南同学，加入我们奥数竞赛组吧！以你的数学水平，100%能拿省一进入夏令营，然后再拿各国一进国家队，到时候都不需要参加高考，便能保送到清北等最顶尖的学府。我说老周，你干嘛呢？之前可是说好的，要让江南把各科的竞赛卷子都做一下。现在他物理还没做，你怎么就要让他加入你们奥数竞赛组了？怎么，你这是嫉妒了吗？江南有这样的数学功底，已经足够获奖保送了，还要做其他科目干嘛？这老周你可就不地道了，万一江南物理水平比数学更高呢？就是，还有化学也要让他试试。一时间为了争夺江南，各位老师吵得不可开交，颇有一种大打出手的架势。
那个，各位老师，这下午第3节课就要开始了，我应该去上课了吧？上课？你都有这水平了，还上什么课？没必要，你就留着做题就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连考试都睡觉，更别说上课了。这不上课不好吧？毕竟我还是学生，得尊。那是约束其他人的，约束不了你。我以数学组组长、奥数竞赛组负责人的身份给你保了，只要你参与数学方面的学习，其他的课以后你都不用上。周组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江南剩下的题还未做，一场大内斗却即将要开始。好了，别吵了，先让江南做题吧。不出意外，江南很快便将所有的试卷题目一扫而空。一时间，几位老师针锋相对，为了争夺江南，几乎把教务处天花板都给掀了。就在这时，系统发布任务，请宿主同时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科竞赛。这狗系统是成精啊！各位老师，你们不用争了，我决定数物化生4科竞赛我都参加。啥？你数物化生竞赛都参加？啥？你数物化生竞赛都参加？听说一中今年出了好多厉害的人，上周月考那么难，居然有人考出了678的高分，简直逆天！人家学校的2、3名都能轻松碾压秦风，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按照这个成绩估算的话，本次奥数竞赛我们是凶多吉少了。咱们就是凑凑人头罢了。同学们，一中到了，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当然，某些人也万万不能放水。明明能考99，偏偏只考及格，大意之下在初赛就被淘汰了，那可就不好了。但愿江南这小子不会在竞赛里玩控分。老师，你不要说的这么直白啊！我们知道江南很厉害，可你也用不着直接说江南能拿99吧？哼，99算什么？这次考试我要拿满分。此刻秦风内心充满了战意，毕竟3年之功于一役，他就不信这个突然崛起的小子这次还能赢。本次奥数考试，请获得88分。88分，竟然不是满分！老曹啊，老曹，这可真不能怪我了。但愿不会第1轮就被淘汰。江南要控分88，在所有题都要做完，不能留一丝空白的前提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故意填错一道填空题，扣8分，然后把第9题的第1位写错，扣4分。我靠，奥数题如此简单的吗？用不着过多思考，江南便瞬间想到了2种解法，不到1分钟，他便一口气做到了第8道填空题。同学们，考试期间，考生不能离座，不能上厕所，除非提前交卷。啥？可以提前交卷？这倒是意外之喜啊！我都收拾好桌子准备睡觉了。这位考生，你刚没听吗？考试期间不能离座上厕所。老师，别紧张，我没想去上厕所，我是做完了要提前交卷啊。这位考生，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为自己的成绩负责。即便题目很难，你也不应该刚开考就放弃，最起码也得写一点步骤，不至于得0分吧？啥？这题目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看一眼就会。虽然我没法拿满分，但也不至于考0分，87、8分还是有的。你可真是大言不惭，居然还想考87、8分。虽然只是初赛，但难度也不低。往年第1名也不过是87、8分罢了。往年第1才87、8分，那这奥数竞赛也太水了吧！我真不想当第1啊！呵，你还真不想？我看你就算想也没用，不到3分钟就交卷。若不是0分，我王姓倒过来写。你是哪个学校的？江城3中。原来是3中的，难怪如此。把考卷给我，你可以走了。监考老师接过考卷，藐视般的瞟了一眼，结果我操！这是什么答题速度？就算是无情的答题机器，也不可能这么快吧？竟然连最后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与此同时，位于1号考场的秦风早已满头大汗，第1道填空题他就被卡住了。最终，他耗费了足有10几分钟，才艰难地写出这个答案。不行，我一定要坚持，我要考取满分，战胜江南，证明我才是3中最优秀的学生。话说上周市里统一出的那份月考卷子，我们一中总分最高只有678，上600分的只有17、8个，数学最高只有142，居然连1个满分都没有，简直丢人啊！我们2中也差不多，最高分只有672，数学最高分只有141，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如此说来，今年大家学校的实力都一般，也不知有几人能考上清北。我们一中柳凡绝对能上。我们2中杜江也肯定没问题。我们4中今年也出了一个超级学霸，虽然比不过你们，但上个月也考了638，吊打3中秦风没问题。
此时，身为江城目前最强的高中，占据着绝对话语权。你们就吹吧，数学最高分不过区142，也敢拿出来在我面前班门弄斧。这次奥数竞赛虽然卷子很难，但只要江南不故意控分，拿个满分轻而易举。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谁才是最终王者。怎么说我也是自己学校里的前10名之一，数学考试经常满分，可今天得分很可能是个位数，都没脸回去见人了。此时考试刚结束，便有人在树下疯狂抹泪，哭声可谓惊天动地，直接把躲在一旁呼呼大睡的江南给干醒了。我靠，咋回事？怎么都在这哭丧呢？世界要末日了吗？江南看见这惊人一幕，不由得有些懵逼，尤其是当其中一个他还认识时，就更懵了。秦风，你怎么也哭了？我靠，江南，你怎么在这？BBQ 了，被江南这小子看到了，这丢脸都要丢到姥姥家去了。我在这睡了好久了，就等着你们考完回去来着。啥？你在这睡了很久？你没有参加考试吗？我参加了呀，只是提前交了卷，这次满分没有，估计87、8分的样子吧。这次你赢了，就别哭了。这咋还哭上瘾了？赢了还要哭？莫非是喜极而泣？但也不至于吧。这一刻，秦风称霸学校近3年的高傲人设彻底崩塌，直到罗敏、叶涵、沈浪、秦雨墨等3中人全部聚集，他都没把眼泪收回去。这咋回事？班长大人，我不过是提前交卷，在这睡了一觉罢了，怎么你们一个个都哭了？这很正常，毕竟我们不是你，即便坚持到最后，也就只做出了4道填空题，后面的都没写。啥玩意儿？你才做了4道填空题？你们可都是学霸，现在怎么会这么惨？还有秦风，你不向来都考全校第一，怎么一到奥数竞赛就蔫了嘞？考试结束后，为了公平起见，凡是距离一中较近的带队老师都需要一起参与批改试卷。这届学生不太行啊，我改了这么多份，连一个上80的都没有，甚至连及格都没几个。这也正常，毕竟奥数嘛，跟照妖镜一样，本就是鉴别真正天才和普通人的考试。这张卷子有些不对劲呀。怎么个不对劲法？难道是考得太好，得了满分？满分倒没有，他只得了88分。88，那也很不错了。我这里最高分才84，也是唯一上了80分的人。赶紧查一下，这位考第一的学生叫什么？来自哪所学校？那还用说，不是1中的柳凡，就是2中的杜江，或是楚营夏季、蓝浦孟川，除了以上4人，其他人绝不可能。卧槽，这位考生是3中的，叫江南。往年3中都是凑人头，今年居然能夺得第一。怎么，就你们1中、2中，楚英蓝浦能拿这初赛第一，我3中就不可以吗？老曹，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江南能考88分夺得第一，显然其实力惊人。他是你们3中暗地里特意培养的天才吧？特意培养的天才倒谈不上，只是上周月考发挥还不错，得了600分，位列全校第2，仅此而已。我靠！听停，说的还是人话吗？装逼技术哪家强？江城3中数老曹啊！连续4门竞赛考试我都控制在88分，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没想到却碾压全市600名精英学霸，获得4冠王。刚考完奥数竞赛，3中第一学霸秦风人设竟当众崩塌。接下来的物理竞赛，江南10分钟便答完所有题目。到了化学竞赛，考试才开始不到5分钟，江南就悠然地走出教室。江南，你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特么的，你不会给我来个细考吧？求你了，我可还等着你拿第一给学校争光，让我能扬眉吐气呢。谁说我弃考来着？我已经做完，提前交卷了。什么？这才过去2分钟吗？次日公布成绩的那一刻，所有高校都炸开过。短短不到半天时间，江南大名就传遍了大街小巷。今年3中出了一位超级天才，能碾压1中、2中2大重点名校，以及蜀营、蓝浦2大私立顶尖高中的那种。你说的是江南吧？没错，就是江南。你也知道？当然知道。这几天的举行的奥数、物理、化学和生物竞赛，前3门他都以88分的成绩夺得3个第一，被称之为3冠王。据统计，本次参赛的考生多达628人，而晋级名额只有30个，20选1，可见竞争之激烈。当然，今天最受瞩目的还得数3中江南，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天的生物竞赛考场外早已人山人海，江南刚一出来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江南同学你好，这生景才刚开考你就出来了，请问是因卷子太难弃考了吗？这么简单的题目，哪有什么难度可言？至于弃考，就更不可能了。我是做完了才提前交卷的。什么？你都做完了，这才开考5分钟啊？5分钟有这么久吗？对了，不好意思，出来之前我上了个厕所，所以耽搁了一会。
那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能否跟奥数、物竞、化竞一样夺得第一？能不能夺得第一我不知道，反正88分，晋级应该没问题吧？又是88分，你奥数、物竞和化竞不也都是88分吗？怎么都一样？难道有规定不能分数一样吗？没别的事我就走了，我还赶着回去睡觉呢。4科同分，这不比中奖还难？排除意外这个不可能，那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江南居然在控分。暗无机剑，事不过夜。就在当晚，所有学校都紧急展开了商讨大会。奥赛第一，物赛第一，化赛第一，最后的生物竞赛还是他江南第一。往年的4科竞赛可都是我们一中的拿手好戏，如今被3中抢走了，可真是打脸啊！那3中都衰落多少年了，岂能凭一个人救起来？我已经打听过了，上次月考摸底，那江南的确只考了600分，在3中能排在第2，放到我们一中，连前15都进不了，少了柳凡足有70多分。这次竞赛，所以他只是运气好罢了，不足为虑。还所以个屁！上次月考他的确只考了600分，比我们柳凡少了78分，但这是在他外语故意考0分的前提下。一个语数物化生能考满分，甚至获得4竞第一的天才，会是外语白痴。别的先不说，语文满分，你们有听过吗？这么说，我们必须重视他。现在除了拉拢，已经没别的路了。现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位天才妖孽挖到我们一中。此时整个3中所有师生都欢天喜地到极点。几位老师，你们能教出江南这样的优秀学生，替学校争光，都功不可没。校长，江南刚拿了4竞第一，为我们学校争了光，学校应该表彰他一下。好，江南具体喜欢什么？除了睡觉，就喜欢玩玩游戏，看看小说。既然如此，就送他一部手机吧。胡老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怎么这么笨呢？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这篇古诗词是作者在抒发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在做梦。记住，是借梦发挥，就跟借酒发疯一样，他不是真疯，只是内心太过忧愁，懂了吗？有点懂了。考完试还要给白英英做辅导，这日子没法过了。江南，对不起，我们错了。之前我们对你心有不服，甚至还刁难你，那是我们的嫉妒心在作怪。今天在这，我们一起跟你道歉，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一笑泯恩仇。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偶像。来生我们要向你学习。江南4竞第一的实力已经成为了整个3中乃至全民偶像。苏玉、张浩、秦雨墨、丁延子、胡大军等人，这次是彻底的心服口服。校长不好了，保安室那边打来电话，1中、2中、楚英和兰普几所学校的主任和老师都找江南来了。那些学校真不要脸，这么快就来挖人了。告诉保安给我拦住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人进学校。保安说拦不住，他们都进来了。卧槽，既然拦不住，就别拦了，把他们都带去会议室。胡老师，你去把江南叫过来。江南同学，你可总算是来了。我活了大半辈子，可直到今天才遇到你，高兴啊！学校奖励你的手机还喜欢吗？校长，我很喜欢。好，江南，来，这是我珍藏多年的碧螺春，平日都没舍得喝，你赶紧尝尝。校长，真的太客气了，是有什么事吗？江南同学，我也不藏着掖着，你夺得4竞第一，更有高考状元之资，是让3中重新崛起的希望。但现在1中、2中，楚英和兰普的人就在隔壁会议室，来挖你来了。作为当事人，江南有些懵，没想到我竟如此抢手，1中、2中，楚英和兰普都来了人。江南同学，我豁出了老脸在这恳求你，你能不能留在3中，不要转学？校长，3中就是我的家，我是不会转学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江南同学，真是的太感谢了，你的大恩大德，3中没齿难忘。当然，学校也不会亏待你的。等你考上大学，学校一次性奖励你10万。随后，江南跟校长来到了会议室。几所学校的老师见状，一上来就对江南一阵狂舔，还提出一系列丰厚的条件，都被江南果断拒绝。然而挖墙脚的老师们贼心不死，转眼就来到了江南家。我楚英是贵族学校，也是最好的私立学校，只要江南来我们学校，奖学金1年1万。我兰普出1万5，你们就让江南来兰普就读吧。我2中出2万奖学金，我兰普出3万，我2中出3万5。一时间，众老师为争夺江南吵得不可开交。我楚英也不是吃素的，江南父母只要让江南来我楚英，我们每年奖学金给5万。我靠，10万，我兰普给10万。江先生、周女士，我们学校提出的条件绝对是全江城最好的，你们就直接答应了吧。就在此时，早在门外窥听多时的江南和班主任胡玉飞破门而入。几位老师，江南可是我3中的学生，你们刚从我们学校离开，
这就来我学生家了，这么明目张胆的来挖人，可真是不择手段了。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江南虽然是你三中的学生，但他也有重新选择学校的权利。我们不过是来争取一下而已，应该不算过分吧？哼，不过分嘛。你们蓝浦孟川成绩不错，有考取清北的希望，我去把他挖到三中来，可以吗？哼，只要你挖得动，我们蓝浦自然没意见。只怕你们三中出不起价。树不要皮，必死无疑。单人不要脸，却天下无敌。别的老师都一脸羞愧，可见大有却还如此理直气壮。好了，各位老师，你们就不要吵了。在学校我就已经说了，我是不会离开三中的，你们就请回吧。既然拉拢不成，那就不惜一切代价狙击江南，争取在四境省赛中夺下第一。这一刻，1、2、4中加上楚营、蓝浦都是出奇的默契，势必要在8月后的四境省赛中与三中决一死战。校长，你猜的没错，他们还真明目张胆的去挖人。那蓝浦更不要脸，把1年奖学金都开到了10万。虽然我稳住了，不过我擅自做主，把3万奖学金提到了5万，这对学校来说负担可不小啊。不就是多加2万吗？只要江南不转学，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恰逢周末，你去江南家走动走动，咱们得把感情维护好。校长，我明白了。臭江南，赶快起床了！哪里？胡老师昨天刚来过，今天岂会再来？而且这么早，难道是在这里过夜了？此时白莹莹脑海里浮想联翩，更冒出师生恋这3个字。怎么会这样？防火防盗防闺蜜，防了班里那么多人，居然没防住这位班主任。老师，你昨晚没回去，在江南家里过夜了吗？过夜？那怎么可能？我刚来，给江南父母送点东西，顺便跟江南谈谈学习的事情，没想到他还没起床。唉，我这脑子是怎么了？竟然会往那方面想。英英，你怎么也这么早就来了江南家了？那个老师，我跟江南啥事儿没有，我是来让江南给我补习的。这点叔叔阿姨可以作证，我每周都来，每周都是这个时间。你们先聊着，我在外面等江南。这丫头怎么了？说话怎么这么奇怪？唉，江南，我跟你爸妈说好了，以后放假上学，我开车来接送你。老师，这样不好吧？没什么不好的，接送你上学对我来说不过顺路，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半月后便是四境复赛，还有不到3个月便是大考来临。你若真要念我的好，就争取全力以赴，考出你的真实成绩。那好吧。江南，醒醒！校长办公室来了几个人，点名要找你，你去一趟。我靠，有人要找江南，还在校长办公室，看样子江南又不需要上课了。这位同学，你就是江南吧？我总算是见到你了。我是王明，任职篮协负责人，想邀请你加入国家队和我的篮球俱乐部，如何？那个江南同学，我叫王大志，是咱滨海篮球省队的教练，同样想邀请你加入我们滨海篮球省队。待遇方面，给你的绝对是国内顶尖的，年薪1000万起步，你觉得如何？王大志开口就是1000万，这把在场的三中校长老师给惊呆了。年薪1000万，我这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啊！江南同学，我叫马小虎，老王不过给你年薪1000万，我直接给1500万，且只要你在 ABC 联赛上获得一定成绩，还可以再加500万，如何？完蛋了，完蛋了！四境省1大考状元要没了，我们三中崛起的希望要被抢走了。加入国家队，为国效力是义务，可能没有多少钱，但你若同时加入我的俱乐部的话，我会给你保底3000万的年薪，而且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这3000万只是开始，除了钱之外，我将助你走出国门，再次征战 ABN， 成为世界第一，完成我当年未完成的梦想。我靠！这王明竟然开价3000万，这已经打破国内顶尖球星的最高标准了。完蛋了，这回是真完蛋了，防住了1中2中的。结果却败给了一个打篮球的。不得不说，3000万年薪对我很具诱惑力，但不好意思，我从未想过要走职业篮球这条路。打篮球不过是我的业余爱好，偶尔打打还可以，让我打一辈子，我估计会受不了。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拒绝了。江南居然拒绝了年薪3000万巨款的招揽。江南同学，我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我看了你之前打篮球的视频，你很有天赋。加入我们，你便会成为我国篮球界最亮眼的新星。金钱
荣誉、地位，这一切的一切，你都会唾手可得，这些你都不在乎吗？说真的，除了国人骄傲之外，其余一切对于目前的我来说，还真不是很在乎。所以对于你的提议，唯有抱歉了。我还要上课，就不陪几位老师了。江南说完便转身离开，只留下几人在风中凌乱。可惜了，太可惜了。王明几人离开后，整个三掀起了一番向江南看齐的偶像狂潮。经久不息，很快到了奥林匹克竞赛复赛的日子。江南，别以为你之前拿了个4进第1就了不起，那不过都只是初赛罢了。今天的复赛你就是个垃圾。对，就3中大所破学校，教出的学生如何能跟我们比？你就等着吧。咋的啦？我到底干了啥伤天害理的事？是打了你们全家，还是刨了你祖坟？用得着对我有如此大怨气吗？这么的，你们都是一群疯狗啊！张嘴就乱咬人，是不是老子撕烂你们的嘴？胖子，我的事自己会解决，你还是好好参加考试去吧。王胖子虽心有不甘，但省体育考试对他十分重要，只能强压火气选择离开。江南，考试就要开始了。复赛跟初赛不同，复赛分3轮，3轮都以100分计，但难度却大大增加，而且是一轮更比一轮难。第一轮不及格的直接淘汰，第2轮则是按成绩排名，而第3轮则是给获得省一的考生再进行排序，取前30人进省队，之后便可以参加全国奥数决赛。江南点了点头，便来到考场。系统发布任务1，本次奥数复赛第1轮请宿主获得60分。狗系统，老子刚想在第1轮考满分，好杀杀柳凡等人的锐气，你却让我考60分，那可是及格分数啊，估计会被柳凡这群人笑死。对于系统，江南真是无语吐槽。不过下1秒，系统发布任务2，本次奥数复赛第2轮请宿主获得88分，第3轮请宿主获得99分。系统，你真是太调皮了。第1轮让柳凡他们嘚瑟一下，然后第2轮、第3轮再疯狂打脸。8道填空题，每题8分，共64分；2道解答题，9题16分，10题20分。要想控分60，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对5道填空题，再加最后1道解答题。哦了个 K， 开工！对于江南来说，这些题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很快便答完所有，并将分数控制及格线。一而再的惹老子，若不让你们知道花为什么那样红，那我岂不是真成忍者神龟了？一群小瘪三，等着吧。江南，原来你在这睡觉，害我找了好久。听说你开考不到10分钟就提前交卷了，怎么样？有把握拿满分吗？老师，我如果说没有满分，你会不揍我？江南，你老实告诉我，这次考试是不是又控分了？放心吧，老师，我保证能进入第2轮。该去吃饭了。果不其然，当分数公布的那一刻，有人欢喜有人忧。怎么会这样？我跟你在同一考场，明明亲眼看到你考了几分钟便弃考交卷了，你居然考了60分，不就是60分吗？用不着如此惊讶吧？你不是提前交卷弃考了吗？我提前交卷是不错，但谁告诉你我是弃考了？还有这么简单的卷子，我还以为你能考100，结果却考了8分，真是太菜了。我可真没想到你居然能考60分，本来我还以为你是0分来着。60分也罢，都没啥区别，反正你已经输了。柳凡是吧？这么简单的卷子，你却只考了64分，居然也这么嚣张？没看见上面考80、90的一大片，考100的也有好几十个吗？你若能跟他们一样，不说考100，只要考个90几，我还能高看你一眼。但现在教我做人，你也配？臭小子，第2轮、第3轮，看小爷怎么赢你，你就等着哭吧。不出意外，随着第2轮、第3轮的考试，江南都以极快的速度答完交卷。然而当成绩公布的那一刻，江南直接炸了。我明明计算的好好的，100%是99分才对，怎么会是100分？这一刻，江南脑瓜子懵懵的。要知道系统的控分任务是第3轮99分，现在给他打满分，虽然只是1分之差，但也意味着他控分失败。而这一失败，那任务奖励和积分可都要大打折扣了。卧槽！江城3中的那个江南居然得了满分，太不可思议了！他第1轮考了66，第2轮88，这最难的第3轮居然考了100。他们是怪物吧？这第3轮的考试可是难如登天啊，尤其是那道压轴题，根本无解。他居然做对了，3中这是什么时候培养出这样一位大神？江南，原本我还以为你第3轮一样会控分，但结果却是满分，还是唯一的满分。你小子好样的！周老师，我不要这样的满分，打死都不要！我要举报，我要重新打分。你说什么？江南，你疯了！自己举报自己分数造假，你到底什么意思？胡老师，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什么意思？难道你作弊了？不可能嘛！监考那么严，不仅有信号干扰器，
还有许多老师同时监考，甚至还有摄像头全方位拍摄，你怎么可能作弊？我没有作弊，只是第一道解答题，第一问我有一个单位没有写，所以你应该给我扣1分，99分才对。这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100分不要，要99分，又要做什么妖呢？方老师，麻烦你重新打分吧。重新打分就不必了，无论是99也好，100也罢，你都是这次考试的第一。我靠，不行啊，必须让他改过来，不然系统任务完不成我就亏大了。老师，这不是第一不第一的问题，而涉及到了数学的严谨性，别说差1分，就算只差半分1毫，那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希望老师你能重新打分，唯有如此才能把数学的严谨刻印在我的骨子里，让我永生难忘。不然的话，就是您对我的放纵，以后很有可能让我养成疏忽的习惯。江南，你这么说倒是我的失误了喽。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好了，你说的也没错，数学是非常严谨的学科，是我的失误，我答应给你改过来。不出所料，方老师改完分数的那一刻，系统提示来了：恭喜宿主完成奥数3轮任务，奖励身体素质+3，奥数基础+3，奥数潜力+3，积分+300，当前可抽奖次数12。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正式成为咱们滨海省奥数竞赛省队的一员，将于下个月参加全国决赛。本次奥数复赛到此结束，大家可以离开了。那个江南，你先留一下。那个方老师，我能留下来吗？我想向您请教一下第3轮最后一道压轴题的解法。方老师，我们也想留下，这最后一道题被扣了20分，如果决赛时碰上，我10有8九又要2，所以老师您讲一下吧。既然如此，就如你们所愿。不过我就不讲了，这题让3中的江南同学讲解。老师，你怎么扯到我头上了？江南，用不着藏着掖着了。最后一道题你的解法十分新奇，甚至比我的参考答案还标准不少，你就讲讲，给大家开拓一下思维。看样子是逃不掉了。为了不浪费干饭时间，在众人的欢呼下，江南只好上台。这最后一点道压轴题，只要你对常识思维、等效思维和极端思维有一定了解，便很容易得到。1. 允许这只隐身兔加持魔法，可以操纵探测仪。2. 受1的影响，猎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判断上的偏差。江南一气呵成，飞速讲解，而下面的同学听得却是一脸懵逼。我靠！你们不会说是没听懂吧？这么简单的题你们也太笨了，连这都听不明白，还能去参加决赛？那个江南同学，你可以再说一遍吗？说慢一点，我没太听懂。这位同学，你不是第3轮考了90分吗？也就是说这道题你拿了1半的分数，我都详细说了一遍，你咋还不懂脸？我是用列举法来求证的，但由于数据太大，只列出了一部分，便列不下去了，只能说是取巧。但你这个等效表述完全不一样，你是真的在求证，所以还请你再讲一遍。不得不说，4大名校8大学神之一的林浅浅，这种顶尖学神仙性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要是换成1中柳凡、2中杜江等人，见江南如此装饰3比1自己，第一反应是不服，可对林浅浅来说，而是充满了求知欲。行吧，我再讲最后一遍。分析1，不妨设某个回合之后，隐形兔子在 A 点，猎人在 B 点。现在听明白了吗？如果还不明白，那你们可不是笨的一点点了。看来我出的这道题对在场学生来说真是有点难了。江南同学，你先回座位吧。其实这道题还有一种常规的解法，那就是列举法。我给大家解一个吧。刚回到座位上，看着方国平的解法，却不由得摇头叹气。那个方老师，请等一下，你不能再列了，再列下去可就出错了。江南同学，我哪里出错了吗？应该没有啊。你这种解题方法不行，不信你可以把10201000代入进去，再反推回来，便会发现猎人和隐形兔子的初始值截然不同。果然，方国平按照江南的解题步骤，最后得出的初始值确实截然不同。接下来半小时又是江南的个人秀时间，然而这个过程江南可真被气得不轻。行了，你们怕不是高中生，而是初中生吧？我真是为你们的智商着急，说的我嘴巴都干了，肚子也饿了。再见，不是再也不见。江南，你可算是出来了，我可全听见了。你居然把4大名校最顶尖的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的，今天咱3中真是扬眉吐气了。4大名校从今以后都是渣渣。老师，别笑了，该吃饭了。吃饭？好，吃饭。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请客。那3中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明明都破败到极点，马上要沦落到成野鸭学校了，却杀出个江南，我们1中完蛋了。我蓝普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好不容易才进入江城10所中学的前3，没想到一下子让3中给挤下来了，简直是丢尽了脸。
124中，雏鹰蓝普百感交集之时，另一边的三中校长古天玄可是开心的不得了。小胡，你可真是培养出了一位好学生啊！万万没想到，他不仅拿了省一，进入了省队，甚至夺得了省冠啊！可真是天不亡我三中，有了江南这张王牌，我三中崛起必将势不可挡。江南，你总算是露面了，怎么样？这2天你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不会是害怕了吧？之前奥数被你拿了第1，这次物理、化学、生物3门竞赛，我们是绝不会再让给你的。你们这群人不是装傻就是真傻，怎么跟苏雨、张浩、柳凡、杜江等人一个鸟样？我的成绩比你们好，想是打了你们全家一样，全部都很自以为是是吧？想跟我巅峰一战是吧？江南直接潇洒地步入了考场，而下1秒，众人便是怒不可遏。好一个江南，不过是从江城那边域之地走出来的无名鼠辈罢了，竟然敢如此嚣张！这次物理竞赛，我非要拿下这个第1不可，然后拍在江南的脸上。哼，原本他把奥数最后一套压轴题给解了出来，我对他还有3分敬佩，可现在走着瞧吧。系统发布控分任务，本次物竞复赛，1轮请宿主获得60分，2轮请获得88分，3轮请获得99分。果然，这次的控分任务跟奥数一模一样，虽然不是满分，但第1是拿定了。如果不是，只能说这系统又抽风了。简单，这也太简单了。看来无论是奥数也好，物竞也罢，这复赛都没啥挑战性了。也不知道决赛是否能难一点。为了完成系统任务，他也不得不控制在60分。5分钟，他便做完了整张物理卷子，起身扬长而去。江南，你又考完出来了，怎么样？这第1轮对你来说没难度吧？说说这次又控分多少？难度确实不高，但分数也不太高。嗨，第1轮嘛，能晋级就行了，考太多也没啥用处，只要第3轮考好一点，拿第1就行了。走吧，那就先回去休息，晚上来看成绩。晚上我就不来了吧？你不来？不想来了，反正结果注定。那好吧，晚上你好好休息。快来看，成绩出来了！江南不愧是江南，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更加服了。从这一轮他又考了60分来看，我打赌10包辣条。第2轮他肯定又是88分，第3轮是99分，跟奥数成绩相同。这还用得着打赌？肯定100%啊！毕竟他就是一个控分惯犯。牛啊！江南这个成绩太秀了，天不生他江南，秀到万古如长夜。江南，你果然又只考了60分，真不知该怎么说你好。虽然你最后肯定能得第1，但这种不尊重考试的行为很容易得罪人了。越将老师也就罢了，声称4大名校的那些个学霸学生，估计会恨死你。专业考试来到了第3轮，这怎么会这样？该不会是老师拿错卷子了吧？尤其是压轴题，这也太难了。这就是本次物竞压轴题，与奥数竞赛20分的压轴题不同，物理竞赛的压轴题占据25分。这该死的出卷老师，你特么是故意的吧？第3轮压轴题的难度可谓逆天，几乎秒杀了所有人啊！而另一边，当江南拿到这份卷子的时候，却一脸不屑。拉莫尔公式虽然没见过，可具体公式都给出来了，各种数据也有，这不就等于是送分吗？心动不如行动，一拿到卷子，江南就下笔如飞，开始解题。为了得99分，江南经过一番计算，最后将压轴题的第2问中的一小步骤半径2等于 ECP 改成了半径2等于 ECD， 只花了10分钟的功夫，江南就将所有题目一扫而空，直接交卷。怎么还是你？我都已经把 A 卷换成了 S 卷，干难度都比得上决赛3轮了，现在特么的才开考10分钟了，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老师，那个我下午吃坏肚子了，不太舒服，想上厕所，所以再见哈。那3中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明明都破败到极点，马上要沦落到成野鸭学校了，却杀出个江南，我们一中完蛋了。我蓝普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好不容易才进入江城10所中学的前3，没想到一下子让3中给挤下来了，简直是丢尽了脸。124中，雏鹰蓝普百感交集之时，另一边的3中校长古天玄可是开心的不得了。小胡，你可真是培养出了一位好学生啊！万没想到，他不仅拿了省1，进入了省队，甚至夺得了省冠啊！可真是天不亡我3中，有了江南这张王牌，我3中崛起必将势不可挡。江南，你总算是露面了，怎么样？这2天你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不会是害怕了吧？之前奥数被你拿了第1，这次物理、化学、生物3门竞赛，我们是绝不会再让给你的。你们这群人不是装傻就是真傻，怎么跟苏雨、张浩、柳凡、杜江等人一个鸟样？我的成绩比你们好，想是打了你们全家一样，全部都很自以为是是吧？想跟我巅峰一战是吧？
江南直接潇洒地步入了考场，而下一秒，众人便是怒不可遏。好一个江南，不过是从江城那边域之地走出来的无名鼠辈罢了，竟然敢如此嚣张！这次物理竞赛，我非要拿下这个第一不可，然后拍在江南的脸上。哼，原本他把奥数最后一套压轴题给解了出来，我对他还有3分敬佩，可现在走着瞧吧。系统发布控分任务，本次物竞复赛，1轮请宿主获得60分，2轮请获得88分，3轮请获得99分。果然，这次的控分任务跟奥数一模一样，虽然不是满分，但第一是拿定了。如果不是，只能说这系统又抽风了。简单，这也太简单了。看来无论是奥数也好，物竞也罢，这复赛都没啥挑战性了。也不知道决赛是否能难一点。为了完成系统任务，他也不得不控制在60分。5分钟，他便做完了整张物理卷子，起身扬长而去。江南，你又考完出来了，怎么样？这第一轮对你来说没难度吧？说说这次又控分多少？难度确实不高，但分数也不太高。嗨，第一轮嘛，能晋级就行了，考太多也没啥用处，只要第3轮考好一点，拿第1就行了。走吧，那就先回去休息，晚上来看成绩。晚上我就不来了吧？差，你不来？不想来了，反正结果注定。那好吧，晚上你好好休息。快来看，成绩出来了！江南不愧是江南，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更加服了。从这一轮他又考了60分来看，我打赌10包辣条。第2轮他肯定又是88分，第3轮是99分，跟奥数成绩相同。这还用得着打赌？肯定100%啊！毕竟他就是一个控分惯犯。牛啊牛啊！江南这个成绩太秀了，天不生他江南，秀到万古如长夜。江南，你果然又只考了60分，真不知该怎么说你好。虽然你最后肯定能得第1，但这种不尊重考试的行为很容易得罪人了。越将老师也就罢了，声称4大名校的那些个学霸学生，估计会恨死你。专业考试来到了第3轮，这怎么会这样？该不会是老师拿错卷子了吧？尤其是压轴题，这也太难了。这就是本次物竞压轴题，与奥数竞赛20分的压轴题不同，物理竞赛的压轴题占据25分。这该死的出卷老师，你特么是故意的吧？第3轮压轴题的难度可谓逆天，几乎秒杀了所有人啊！而另一边，当江南拿到这份卷子的时候，却一脸不屑。拉莫尔公式虽然没见过，可具体公式都给出来了，各种数据也有，这不就等于是送分吗？心动不如行动，一拿到卷子，江南就下笔如飞，开始解题。为了得99分，江南经过一番计算，最后将压轴题的第2问中的一小步骤半径2等于 ECP 改成了半径2等于 ECD， 只花了10分钟的功夫，江南就将所有题目一扫而空，直接交卷。怎么还是你？我都已经把 A 卷换成了 S 卷，干难度都比得上决赛3轮了，现在特么的才开考10分钟啊！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老师，那个我下午吃坏肚子了，不太舒服，想上厕所，所以再见哈。你是阅卷的时候没戴眼镜吗 ？ECB 写成了 ECD， 我错的这么明显，你居然还给我打满分！我靠，太特么气人了！你这是故意挖坑装13啊！别说了，99，我改成99行吗？出事了！物理竞赛又出事了，3中的江南又举报自己了。可惜我不在现场，不然绝对要向他跪拜，问问大神腿上是否还缺挂件。这算出什么事？他不过是故伎重演装13罢了，要淡定。淡定个屁啊！这可是奥林匹克复赛啊！2科6轮6次控分，前后2科分数居然一模一样，这胆量，这实力，4大名校的8大顶尖学神，跟那小子比就是个渣渣，太牛蛙了！瞧着吧，后面的化学和生物竞赛还有好戏看。物理竞赛结束，但有关江南的传说却没有结束。双镜省光，控分狂魔，装13至神等期待感情色彩的词汇，迅速朝四面八方的所有学校扩散。次日一早，考场外早已人山人海。我本以为4大名校的8大学神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原来有人比他们还要勇猛，真是打死我都不敢相信，江城3中那破学校竟然培养出了这么牛蛙的人物。看，他来了。江南同学，据说你是控分狂魔，奥数1轮控分60， 2轮控分88， 3轮控分99，而物竞也是如此。那现在化学生物是不是也要控分呢？江南同学，请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控分啊？是为了装13吗？现在许多人都视你为13神，请问你怎么看？我靠，该死狗系统，偏偏要玩骚操作，60、88，再到99，搞得劳资最后不得不一而再的举报自己扣1分，以至于现在这么出名。检测到宿主对本系统存在恶意，请立刻改正，不然本系统将做出适当反击，例如小2短1寸。又来了，
我惹不起你行了吧？最终在化学老师的掩护下，江南费了9牛2虎之力才侥幸逃离现场。该死的江南，你都拿了奥数第一了还不罢休，又抢走我的物镜第一，甚至还要参加化镜、生镜，你难道真要把4科第一都给抢走吗？系统发布控分任务：化镜复赛，1轮请宿主获得60分，2轮请宿主获得88分，3轮请宿主获得99分。这系统看来是不把我架在火堆上烤个7天7夜，不罢休啊！在接下来的2轮、3轮以及生物竞赛中，江南都按照系统的要求完成了任务。由于之前江南举报了自己2次，阅卷老师也是怕了，一致决定给江南直接打了99分。奥数、物镜、化镜再加生物竞赛，4科3轮居然全都是99分，还真正实力可称得上宇宙最强。或许我们是错了。之前是我们误会了江南，他并不是一个狂妄自大、看不起我们的人，相反，狂妄的是我们自己。各位观众，之前几轮考试我们一直没有采访到江南，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看有人出来了，那不就是江南吗？江南同学，请问对你控分，还有大家都叫你13神有什么看法？什么控分？我就是正常做完交卷而已。而那个13神又是谁取的？我可从来不装13的呀！江南同学，你不装13，4科竞赛每1轮分数都一样，你不装13，老师给你打100分，你却一而再的自我举报，只要99，我信你个鬼！去，我难道连实话都不能说了吗？不行了，不行了，场面太大，受不了啊！谁来救救我呀？此时，身为8大学神之一的负心寒，在最后一科成绩出来的那一刻，直接躺进了医院。而林浅浅、苏梦、叶帆等7大学生找到了江南。江南同学，我们是来向你道歉的。我们不仅实力不足，且过于骄傲嫉妒，所以之前才会对你下战书，还请原谅。当然，道歉归道歉，数化生4科我们都输了，但并不代表我们会就此沉沦。复赛是结束了，但夏令营决赛才是真正的战场，咱们决赛再战。啥？这又是啥？你们一而再的整这么一出，难道不嫌累、不嫌瘆得慌吗？我用不着你们道歉，只要你们别来烦我就好。江南同学，欢迎回校！你获得4竞省冠，让学校倍感光荣。自3中立校以来，即便是10年前最巅峰的时刻，也不过是有那么1人能勉强挤入省队罢了。你是当之无愧的3中之光，考试之星，竞赛之王。江南同学，请问你这次获得4竞省冠，成为滨海第1人，有什么感想？还有你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是有啥独特窍门吗？我靠，你又来了，哥！你这速度可够快啊！我最后强调一次，不要再来烦我了。这啥老子4竞省冠，滨海第1人，我都不在乎，没什么感想可说的。学习的独特窍门更是没有。江南同学，我知道刚才你都是说笑的，可能是我问了独特窍门的缘故，这个你可以不答，你就讲讲你平日怎么上课的吧。上课这个简单，我不是睡觉，就是在玩游戏，偶尔还去校长办公室喝茶。江南同学，拜托了，这次采访会上电视播出，为了学校，求你说点好的吧。江南，你别任性了，虽然你说的都是事实，但你的学习方法不适用于大家，得换一个切合实际的。校长，老师，当初谁答应我在学校的时候不会让记者打扰我的？可现在明白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只要你答应正常说几句好话，保证你在学校可安心睡觉。烦死了！刚才我都是开玩笑的，大家别当真。我现在换一种说法，世界上只有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那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正所谓春风吹战鼓擂，今年高考谁怕谁？提高1分干掉1000人。好了，同学你不用说了，你继续吃好喝好睡觉就行，我们还有事，拜拜。江南，你是故意的吧？故意把人家气走不是？我说不是，你们信吗？不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不就得了？反正我按照你们的要求说了很多好话，剩下的就不关我事了。我要回家了，再见。这小子得了4竞省冠，脾气倒是也跟着见长了。江南，你干嘛？没事，就是出来走走。对了，英英，你不是该在学校上课的吗？本来是在学校上课，但你今天不是考完从省城回来了吗？我特意请了假来找你庆祝啊！走吧，我们上楼吧。不行，不能上去。怎么呢？没怎么，反正现在不能上去。那去学校？学校也不行。江南用力摇着脑袋，只因他家里现在正坐着一群狂热的大姑大妈，而学校虽然老师都闹腾过了，可班里同学和迷弟迷妹还没闹腾。你家去不了，学校也回不去，那咱们去哪？要不去我家吧？啥？去你家？对啊，去我家，我家离这近，而且也安静。你还没去过我家呢。可是你爸妈……放心，现在还早，我爸妈在上班，起码要11、12点才回来。那好吧。
英英，话说你们家是干嘛的呀？貌似还挺有钱。我家也没干嘛，就是我爸妈做了点小生意，你当他们是普通收租的就成。白莹莹略有牵强的解释着，但眸中却微微闪过一丝慌乱。小生意，普通收租，我信了你个鬼！小生意人家能住这么大的房子，普通收租人家能买专业的三角钢琴。江南，那个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谁都有点小秘密不是？我只是好奇，你家里摆这么大的钢琴，弹起来不会吵到邻居吗？不会的，家里墙壁都特殊改造隔音的，除非靠得太近，不然别人听不到。那楼下总听得见吧？楼下3层也都是我家。好家伙，这可真是好家伙！白英英居然还是一富家大小姐呢。英英，这琴你也会弹吗？会啊，必须会。我可学琴10几年了，已经到了专7水平，很快就可以达到专8了。检测到宿主第一次接触钢琴，特触发随机奖励致爱丽丝全谱。若宿主能在10分钟内完整且流畅弹奏全谱，将获得100积分。我操！这系统居然还能触发随机奖励。那个英英，我能弹首曲子吗？弹曲子？怎么，江南你也会弹琴？白莹莹话未说完，一道十分优美的琴音便响了起来。江南他居然真的会弹琴，还弹得如此完美，感觉比我的水平还要高许多。这是专8的实力吗？还是专9的实力？恭喜宿主完成弹奏任务，奖励宿主身体素质+1，钢琴基础+1，钢琴潜力+1，积分加100。嘿嘿，看来以后赚积分的渠道又多了，系统干得不错。江南，刚才这首曲子真好听，你还可以再弹一遍吗？白莹莹话音刚落，接个哪来的小野猪敢拱我家的白菜，还敢动我老婆的钢琴？看我不打断你5条腿！弹钢琴拱白菜，弹钢琴不假，哪来的拱白菜？那个爸妈，你们不应该在公司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们要是再不回来，那好不容易才养起来的白菜可都被人给拱完了。眼前这个人，人送外号白老大，一星富豪白氏集团董事长，坐拥亿万身价，10几年来一直隐藏白莹莹的真实身份，除了少数几个信得过的人除外。爸，你在说什么啊？我给你介绍。不用你介绍，我自己来问。你这小野，你小子叫什么？接近我家白菜有什么目的？给我老实交代，不然打断你的腿！叔叔你好，我叫江南，我跟英英是同班同学。至于今天来你们家，只是我们家人太多了，有点吵，我过来躲躲清静而已。但既然你们回来了，那我也要回家了。事情还没交代清楚就想走，你走得了吗？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爸，你要干啥啊？江南是我同学，你干嘛这样对他？好家伙，这自己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这么快就胳膊肘往外拐了。英英，你让开，别被这小子骗了。爸，是你太偏激而误会了。误会？你都把他带到家里来了，我哪里有误会？他要占你便宜，知道不？你真的误会了，江南是我同桌，还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再说了，我都去他家好多次，吃过好多顿饭了。白风可真是气急了，真想一巴掌把江南给拍死，可偏偏他想动手又不可得，这自己女儿的脾气他最清楚。老白，可以了，住手吧。本来就进退两难的白风，现在有老婆大人开口，瞬间如释重负的顺利下坡。妈，怎么你也要为难江南吗？谁说我要为难他了？莹莹，你是不是喜欢他？妈，你说什么呢？江南真的只是我同学，可没有那种。好了好了，当妈的还能不知道你吗？江南是吧？刚才我在门外听见的那首曲子是你弹的吗？叫什么名字？致爱丽丝。能弹出这么优美动听的曲子，足以证明你在钢琴上的天赋。本来我是希望英英达到那一步的，但她陷于瓶颈，能否更进一步是未知。可现在有了你，倒也不错。阿姨，你误会了，其实我不擅长弹钢琴，就随便弹弹，就是玩儿。哪里？你不擅长，就是随便弹弹，就是玩儿，这话是几个意思？专业9级差一步就能成为钢琴大师的我，弹得好不好听不出来吗？我真不擅长，钢琴只是我业余爱好罢了。那你最擅长什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最擅长什么，琴棋书画我都会一点点，但都只是爱好。或许我最擅长的还是学习吧。你最擅长学习，可真是不知所谓。你知道钢琴大师意味着什么吗？即便学习再厉害，能考上最顶尖的清北名校，也比不过钢琴大师好吧？除非你能把一门科目学到顶峰，成为最顶尖的科学家，某行业的先驱者。如果我没记错，最近有4场奥林匹克竞赛来着，不知你初赛拿了第几名，复赛你又拿了第几名？
有没有进入省队？妈，你是不知道他学习有多么厉害，奥林匹克竞赛江南全参加了，且初赛中拿了4竞第一，复赛又拿了4竞省冠，成为滨海第1人。白莹莹此话一出，不仅白风的脸色变了，江红雪的脸色也变了。乖女儿，你不会是为了维护这臭小子而撒谎吧？就他那样，虽然长得帅了点，但怎么看也不是读书的料啊！我说的可都是真的。白风和江红雪拿出手机看了这几天有关江南的热搜和资深大教授的点评，两人眸中均闪过一丝震惊。上一秒还目露不善的白风，现在却江南，刚才我们不过是在考察你罢了，千万别放心上哈。其实我们是一点都不反对你跟英英在一起的，毕竟郎才女貌，绝配。别拘束，放松点，你随便看随便做。那个叔叔误会了，我跟英英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真是只是同学。我们既然是同学，那就多来家里做客嘛。估计你还没吃饭吧？难得高兴，我亲自下厨。我可跟你说，叔叔我这厨艺可高着呢。咱身为男人，要想抓住女人的心，首先就要抓住女人的胃。此刻白风真可谓热情的一批，根本不给江南过多解释的机会。最终吃了一顿温馨的饭，江南才侥幸脱身。江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啥事啊，爸？说起来这事儿挺麻烦，我们单位的杨经理你小时候应该见过，他有个女儿叫杨若曦，今年也是高3，不过成绩一般。这次你拿了4竞省冠，已经全城出名，他想让你给他女儿辅导一下。你杨叔这个人不错，平日对我和你妈都挺照顾的，这些年来也成了人家不少情，所以行吧，爸，这辅导我答应了。这2天正好我不去学校，抽空去辅导他1、2次。好，我这就通知他们准备。我这老爸倒是挺会替我找事啊，刚搞定白英英，结果又来了个杨若曦，简直就是牛的命啊！对了，话说这岩灵果再不用，貌似就要过期了。系统使用岩灵果。岩灵果使用后改善容貌，使人颜值在原基础上提升10倍，达到完美无瑕地步。正在为宿主改造中，顺便赠送宿主新皮肤1套。狗系统，这也是算颜值提升10倍，不就是给我改了个造型，换了身衣服吗？烦死了，我爸也真是的，突然找人来辅导我。我需要辅导吗？我能考上2本已经很不错了，据说还是3中的，这不是滥竽充数吗？杨若曦鼓着脸写满了不开心。同学你好，我是江南。江南，你就是3中的超级学霸，夺得省4竞第1的江南。这小哥哥也太帅了吧！没错，我就是那个江南。说说吧，你现在成绩如何？想提升多少？我只有2天时间，尽可能满足你。江南哥哥，先别急着辅导嘛，你这大老远的过来，应该累了吧？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洗点葡萄吃。我不累，用不着休息。既然要辅导，那就赶快开始吧，时间是很宝贵的。哼，我化的这么美的妆，换成别人早就心花怒放了，他就不想多看一眼吗？唉，江南哥哥，我现在的成绩勉强能上2本，且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应该没法再提高了吧？只能够上2本吗？那你的基础可真够差劲的。虽然你基础差，但也并非不可救药。你就说你想考什么大学吧。口气这么大的吗？怎么，你不相信？倒不是不信，只是我真的是全力以赴了，可成绩一直这样，提升很难的。提升很难，那不过是你没找对方法而已。这个交给我就是了。那我想提高到600分可以吗？600分？怎么？600分不行吗？不行就算了，毕竟我也从未奢望过。我的梦想是当明星，如果能考600分被烟影录取的话是最好的。去不了烟影，我也可以去其他2本电影学院。原来你想当明星啊！600分不是不可以提升，只是需要多花点时间。你真的有办法吗？600分而已，多大点事儿。放心，只要你不是太废，即便是头猪，我也能让他考到600分。你先找出一套你自认为最难的卷子做做，让我看看你的水平到底如何。然后再给你突击辅导。杨若曦立马拿出几套难之又难的黄冈高考模拟精华卷，在江南的注视之下，听话乖巧的仿若小猫咪一样。大半天过后，4套卷子终于搞定。怎么说呢？一个字，渣！就这种故意放水的送分卷子，总分才528。我已经看出你的问题了，你数学这一块很糟糕，尤其是空间立体几何、线面平行或垂直的判定，再加涉及三角函数的问题。这2天我会专门针对这几块，对你进行填鸭式的突击再突击，你能理解最好。如果理解不了，那就给我死记硬背。今天就先到这里。给我老实交代，你身上怎么一股奶香味？你到底去干嘛了？奶香味？英英，你是不是闻错了？白莹莹紧盯着江南，俏脸上隐约带着一丝怒火，颇有一种火山爆发的态势。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是给人辅导学习去了，她是我爸单位经理的女儿，仅此而已，别的什么事也没有。
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辅导的那女生叫什么？哪个学校的？长得有我好看吗？这特么是3个问题好吧？别废话，快说。她叫杨若曦，市一中的，长得远不如你。长得远不如你，这个是重点，相信没有男人不会吧？如果有，那就准备后事吧。我真的只是辅导了一下她，明天我就要去学校了，跟杨若曦再也不会再见面了。好，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明早来找你，咱们一起去学校。哼，这小姑娘真是难缠啊。同学们，明天将进行高中最后一次期中考试，这是高考前非常重要的摸底考试，今天可要好好复习。江南，你跟我来一下校长办公室。校长，你找我？江南，你来了。明天学校的期中考试，这对你来说没啥难度，所以我跟你班主任胡老师决定，你明天不用参加了。啥？你说啥？我靠！断人积分，犹如夺人财路，这是坚决不行啊！校长，这话你说的就没水平了。考试没难度，难道就不用参加了？你这是3岁小孩逻辑思维吧？江南同学，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主要是因为你太强了，学校很多学生饱受打击，尤其是前任第1学霸秦风，自从知道你获得省竞4冠后，他都快成精神病了，整天嚷嚷着计生风和生难。当然，如果你一定要参加，我们也不会阻止的。校长，不用考虑，我是肯定要参加的。校长，我看要不这样，期中考试江南可以参加，但咱单独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且事后成绩保密，仅我们老师知道，不计入学校排名，如何？这倒也行，只是校长，这事我没意见，只要我能参加考试，分开无所谓，不公开不计排名也无所谓。好，这事就这么定了。又要考试了，学霸们装死赛嘞，约学渣的时间又到了。那也不至于吧，咱们学渣也是可以逆袭的，这次就看我表演吧。嘿，我吐你一脸盐汽水，王胖子，就你那常年吊车尾的实力，还幻想着逆袭，做梦去吧！没错，王胖子，你以为你也是男生吗？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做学渣吧。好了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这次期中考试江南不会参加，所以这个第1谁都有机会拿到。什么？江南不参加考试？此话一出，众人瞬间感觉失去了大山的压制，又有了争取第1的机会。秦风，你也不要太过激动，其实你还是很强的，除了江南之外，你全校无敌。毕竟你可是在江南之前占据了3年榜1的人，你必须把心态调整好。我也想调整好，可是我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江南的身影，我做不到啊。秦风，正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你一而再的输给了江南，以至于他在你心里留下了阴影，又慢慢发展成梦魇。所以这次你能考1次第1，就能重新树立信心。校长，我是赢不了江南的。这次考试江南不参加，所以你肯定能拿第1的。什么？他不参加考试？为什么？据说他都已经到了学校。这点你就不要考虑了，他不参加自有他的原因，你专心备考就行，考出你过往的成绩就行。秦风用力点头，似乎其眸中又燃起了一丝战意，那个意气风发的学霸少年仿佛又回来了。本次考试，语文、数学、理综、外语，请获得0分。我靠，考0分，造孽啊！早知道就同意校长不考了，这下让校长和胡一菲怎么想？完人吗？这是任务都出来了，江南也没别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但是语文的0分概率不大，毕竟总是能得到同情分，除非全空着。然而江南却一题没空，居然也能考0分，简直不可思议。岂有此理！让他不要参加考试，他非要说什么身为学生，学习是天职，考试是试金石，结果语文、数学、理综全给老娘考个零蛋，玩我吗？这是。此刻胡一菲若不是顾忌着自己是老师，早就让江南体验一下弹一闪、奔围拳、乾坤意志的加强版、闪电九连弹等绝招了。校长，不好了，广播站出了事故，听力磁带被毁了。你们怎么搞的？高3外语考试已经开始了，这可是期中考试，总不能不放听力吧？校长，对不起，我现在有一个补救的办法，找个口语清晰流利的人工播报，您看行吗？人工播报，这个跟磁带会不会有很大差距啊？但除了人工播报，现在也没其他补救办法了。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杨老师，这项任务就交给你了。不行不行，校长，我现在专注于教学，口语上生疏了很多，肯定远远比不上磁带。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我来！哪里？江南同学，你怎么在这？校长，杨老师，如果你们真找不到人，那就我来吧。江南同学，这人工播报听力可不是闹着玩的，外语口语不过关的话，只会弄巧成拙。Sorry， 杨老师都差一点点，你能行吗？你这话说的，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必须行。江南既然提了出来，那就让他上吧。校长，这会不会太武断了？
万一待会出了点事，那可就麻烦了。校长的确要三思啊，期中考试可是正儿八经的，并非儿戏。老师，难道我不正经吗？江南，你不要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咱要相信江南，就这么定了。此刻校长古天玄淡定了一批，毕竟江南已经创造了太多奇迹，而那些奇迹都是他们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1. Where are the speakers? A. At the swimming pool. B. In that clothing shop. 不对，这声音不对。如果我没听错，这应该是人工在播报厅里。江南，这是江南的声音，他怎么可能跑广播室去播报厅里？甚至比磁带录制的还要好，这份口语实力绝对有8级了吧？我靠，这真的是江南的声音，牛蛙，太牛蛙了！恭喜宿主精准完成本次期中考试0分任务，所有奖励已发至系统。不愧是连续3年霸占全校第1的天才，居然能考650的高分，厉害！秦风虽然考了650，但他不是第1。什么？秦风不是第1？这怎么可能？考试江南没参加，整个学校没人能超过这么高分数吧？谁考第1的？是谁？这就要恭喜胡老师，即便江南没参考，可这全校第1又被你们班夺走了。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怎么可能？胡一菲是欧神附体吗？不仅能碰到江南这么个逆天王炸，而且能碰到第2个。刚说什么？全校第1又在我们班？成绩表就在这，自己看吧。白英英的分数竟然全部碾压秦风，单科成绩更是全部获得年级第1，就连王胖子这个倒数前5的体育生，一下子跳到了顺数前5，且过了2本线，接近于1本。这还是曾经的白英英、王凯旋吗？难道都跟江南一样隐藏了实力，现在都一股脑的爆发出来了？与之同时，在场其他老师看到这个成绩，瞬间爆发出一阵滔天惊呼：厉害！胡老师是真的厉害啊！在江南没有参考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有人能夺得年级第1不说，更是考出了689的高分，这绝对是打破了咱3中近10年以来高3级的最高分数啊！这个白英英10有8九能上清北了，好吧？还有秦雨墨也很厉害，这次上升到了第3名，一个重本是彻底稳了。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话，胡一菲瞬间笑开了花。同学们，这次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接下来我先简单报一下成绩。第1名白英英，语文132，总分689分，年级排名第1。什么？白英英居然得了第1，而且还是689分，她数学更是满分，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最不擅长数学的吗？我靠，男生好不容易不参考，结果第1居然被校花女神给抢走了，难道我们注定是失败者吗？而作为当事人的白英英听到成绩后，瞬间老泪纵横。她苦苦努力了1年又1年，今天终于摆脱了秦雨墨这个第1的压制。恭喜宿主辅导白英英成绩登顶全校第1，特触发随机奖励，获得技能辅导通解，身体素质+1，积分加100。啥？又触发随机奖励了，还获得了新技能和体质积分的增加，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啊！另一边，胡一菲还在继续公布成绩。第5名王凯旋，语文总分538。年级排名第128。卧槽，劳资没听错吧？王胖子居然超过了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外语课代表几个学霸，而考了538分，得了第5名。这怎么可能？就王胖子那吊车尾的成绩，平日连385都拿不到，这次居然能考538，我宁敢相信猪会上树，世上有鬼，也不愿相信王胖子能考这么高的分数啊！除非他开了外挂，必须送实验室，切片了研究。我就有这么差吗？本来我都想干翻数语账号，而拿个全班第3的，现在不过是拿了个第5，正伤心着了。结果你们特么还敢质疑我？好了，王胖子。同学们，过去王凯旋的成绩一直都是班中倒数，但这次考试却考了538分，接近1本的分数，超越了在场绝大部分同学，值得我们所有人效仿和学习。所以，我想请他到讲台上来讲一讲。在我眼中，除了男神、校花和班长之外，在座的各位都是渣渣。即便你们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我。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自信，有啥学习方法，我啥努力都没做，但有男神帮我辅导不行。泥瓦大洞，月月升级就跟吃饭喝水一般简单，你们就尽情膜拜吧。这死胖子太嚣张了，如果能考个700多分，那嚣张点倒没什么。问题是这家伙就考了538呀，这不是故意给我拉仇恨吗？
恭喜宿主辅导王凯旋成绩有明显提高，特触发随机奖励，获得技能教案通解，身体素质+1，积分+100。又来了，真是人在课堂坐，奖励从天来。接下来让这次考试的第1名白英英同学上台来讲2句。在一阵欢呼中，白英英走上了讲台。其实我也没啥学习方法，这都是江南的功劳，因为我找他给我补了课，然后我就顺理成章考到了689。就是这样。听见白英英的话，在场人又是一愣。白英英说了啥？只是因为江南给她补了课，就顺理成章考了689，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吧？切，谁说的不可能？我兄弟那可是天之骄子，三中之光，考试之星，竞赛之王，全大南山敬老院，交替北海幼儿园，放眼整个江城、滨海乃至全国全世界，在学习考试一道上，那都是天下无敌的存在。不得不说，此刻的王胖子真是飘了。当然也能够理解，毕竟他过去可是班级倒数前5。各位同学都听到了吧？无论是白英英也好，还是王凯旋也罢，他们可都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啊！你们都应该跟他们学习学习，有空的话多去跟某位同学请教请教。我靠，老班呐老班，还带这么晚的？之前说不打扰我睡觉，结果怂恿这么多人来请教自己，说的好听是请教，说不好听那就是抓壮丁啊！还有王胖子这家伙，净给我找麻烦。很快到了下课时间，胡一菲前脚刚走，江南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兰森，以后我就是你小弟了，大哥，请受我一拜。你有啥事请尽管吩咐啊。啥？想拜男神为大哥，就你丁岩子也配？赶紧滚！男神，请收我为徒吧。江南，还有我，我愿称你为宇宙最强，请收我为徒吧。江南，带我，拜托了。苏雨，还有班长，怎么你们是认真的吗？还有在场的各位，一个两个拜托我辅导也就算了，但一下子弄出这么多人，我就算是生产队的驴，也不带这么累的呀！不答应，打死我也不能答应。睡觉，当我不存在吧。此刻从4班众人的热情和灼热目光来看，显然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尤其是班长秦雨墨。白英英，我是不会输给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你能找江南辅导，而我也可以求助于江南。无论如何，我也会求着他答应，你就等着吧。我靠，彻底毁了！秦风这是识翔自尽了吗？快来人啊！秦风在厕所识翔自尽了！我靠，黄老师，快打120送医院！秦风火了，彻底火了，名气甚至超越了省4锦冠军的江南。听说了吗？秦风在厕所哭晕了。不是吧？我怎么听说他是识翔自尽了？这也难怪，连续霸榜3年全校第1，先是被江南打败，而这次考试江南没参加，结果半路上却又杀出个白英英，足足比秦风多39分，换谁能受得了？这小子心态是真不行啊！一遇到挫折就调整不过来，这种人在学校还好一点，要是出了学校，怕是要出大问题。江南，我当了你3年老师，还从来没求过你什么，但今天我想用这张老脸恳求你一次，你帮我代课吧，一定要答应我啊！老师，什么？你要我帮你代课？没错，江南，这次就算老师求你了，我老家出了点急事儿，必须回去处理，最快10天，慢则半个月。你放心，这个代课的报酬我给，而且给2倍，甚至3倍都可以。曹天元言辞切切，那叫一个真诚哀求，就差老泪纵横了。这曹老师该不会是给我挖坑吧？要知道现在班里几十号人都求我辅导呢。老师，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问题是代课啥的，我也不会啊。你也说了，我们班马上就要高考了，要是万一出了事，我可承担不起啊。要不你再找更合适的人。不，江南，你就是最合适的人。这白英英和王凯旋，你不过辅导他们半个月，一个考了689，全校第1，一个考了538，倒数前5，一跃到了顺手前5，这比在外面找代课老师要好1万倍。江年，你的实力我是100%相信，你就放心代课。要真出了事，由曹老师和我这个校长顶了，绝对不需要你负责。江南，曹老师家里确实有急事，他必须赶紧回去。但今天第1节课就是数学，你若实在不乐意，那就先带2-3天，给曹老师时间找代课老师如何？曹天元、古天玄和胡一菲3人在一唱一和之间，把江南的路全堵死了，显然是有备而来。就在此时，检测到宿主犹豫不决，特触发2个随机任务。任务1：拒绝代课，做一个我行我素、独善其身的人，奖励积分100。任务2：接受代课，做一个有同情心、有责任感的人，奖励900积分和神秘小礼包1份。狗系统，这还能触发随机任务？好吧，
老师，这代课的事我答应了。好，江南，我就知道你不能见死不救。那曹老师你就先回去吧，我带江南去班里。大家安静一下，数学曹老师因家中有事，需要请假半个月，现在由曹老师推荐，并经学校同意，接下来半个月的数学课将由江南同学暂时带上。胡一菲此话一出，班里众人不仅没有抵抗，反而各得无比兴奋。各位同学，老曹让我来给他代课，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教你们什么，毕竟高中数学这东西在我看来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请问这吃饭喝水还需要让人教吗？不应该是饿了端碗就吃，渴了拿杯就喝。同样，这数学就是看到题就做，做完收工，答案自然全对。哪里？这什么玩意？扯犊子呢吧？这是男神牛蛙。如果这话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我肯定反手就是一巴掌。但男神说的咋就这么有道理呢？确实很有道理，毕竟男神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数学卷子到了男神手中，不到10分钟便搞定，且不只是考满分，而是控分，想考多少就考多少的那种。过去我对数学一直存在阴影，总感觉数学太难了，怎么学都学不好。可现在您猜怎么着？嘿，感觉数学不难了。绝了！九言劝醒迷途事，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感觉我再也不害怕数学了，相反，数学就是小蚂蚱，我要消灭它。在场的同学兴奋到了极点，而老班胡一菲却一脸懵逼。记得前几天有不少人都想让我辅导来着，但我一直没有答应。而现在，只要你们敢说，我便敢应，如何？此话一出，满场哗然。只见班长大人率先站了起来。江南老师，我想转变一下我原有的数学思维，却没有方法。江南老师，你能帮我吗？男神老师，我丁燕子虽然是学渣，平日最讨厌学习，但实际上我也想提升成绩，只是实在没得办法。可这次连王胖子都能考538，那我是不是也能提高一点啊？我不求538，只要能上400分就行。还有我男神老师，我也只要400就可以上好一点的体育大学了，跪求老师指点1、2啊！不错不错，虽然你们成绩垃圾的一批，但这主动学习的热情总算是有了，不枉费我一番辛苦。大家的诉求我都答应了，不过在此之前，有几道简单的题让大家做一做，我好看看你们的具体实力。1. 数学中有许多形状优美、寓意美好的曲线。2. 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最美人体的头顶至肚脐的长度与肚脐至足底的长度之比是。3. 埃及胡夫金字塔是古代世界建筑奇迹之一。4. 燕京天坛的圆丘坛为古代祭天的场所，分上、中、下3层。将钢琴上的12个键依次记为1、2。我靠，高中3年见过的曲线多了，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古怪的爱心曲线。难度高低先不说，论出题的怪异，足以与曾经的一道无色北极熊相比。这么简单的5道题，想必大家都有答案了吧？现在我找5个人做一做，只要能做对3道题以上，可以直接下课休息。男神老师，此话当真？班主任会同意吗？老班就在这，你们直接问就是。这节课的老师是江南，只要你们能达到他的要求，我自然没什么意见。既然胡老师没意见，那我就喊人了：秦雨墨、苏雨、张浩、李倩倩，再加一个丁妍子。随着江南的点名，几人开始飞速作答，很快便做完了。然而只剩下丁妍子一人在风中凌乱。现在大家都做完了，我们就先说说班长秦雨墨做出来的。班长的答案虽然是正确的，但不是最优解。江南老师，你难道还有更好的思路吗？请把“妈”字去掉，这题我随便一想便能找出3、5种解法。片刻间，江南便写出了一种新的解法，比起刚才秦雨墨等人，可要简单快捷不知多少倍。这怎么会这样？男神的解法为何如此简单快捷？为什么我就没想到？紧接着，江南一鼓作气将剩下的几题统统解了出来，不仅开拓了思路，对江南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真是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江南这教学实力，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男神老师，我觉得数学是真的不难了，下次考试我丁燕子肯定能上100分，以后我再也不玩手机了。说罢，丁燕子当场将心爱的手机踹了个稀巴烂，直接把一旁的老班给惊呆了。要不要这么给力？平日搜你们手机的时候都藏得跟个宝一样，可现在却主动砸了，这群小年轻，老娘实在理解不了啊！江南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小说猪脚吗？不就30道题而已，都这么久了，你们还没解出来吗？男神老师，你这是在羞辱我们吗？
你可以瞬间想出7、8种解法。作为你的学生，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想出第2种才是，不然哪有脸面见你？你就等着吧，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证明自己。于是乎，304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在没有任何老师的监督下，学生既不去吃饭，也不去休息，而是全神贯注的解题、解题再解题。同学们好，我叫池一统，是你们数学老师曹天元请过来代课的。接下来你们的数学课就由我来上了，直到曹天元回来为止。什么？你是曹老师请过来代课的？但我们已经有代课老师了啊！没错，男神老师上课上得好好的，我们不需要其他人，请你出去。我知道你们有一个代课老师叫江南是吧？据说这个江南还就是你们班的学生，不知道是哪个，可否认识一下？这位池老师，我就是江南。我还以为你长得3头6臂呢，原来也是普通人啊！曹天元请我给他代课，我就耽搁了3天就被你抢了。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一无学历，二无经验，甚至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哪来的胆量带着高3的课？那不是害人害己吗？还有曹天元，都几10岁的人了，越活越回去了，居然说你教的非常好，真是笑死个人！你是动物园跑出来的逗比吗？敢当众嘲笑男神老师教学实力不行，真是恕可忍，婶婶不能忍，大家都别拉我，我非要打爆他狗头不可。小子，曹天元说你实力很强，代课高3没一点问题，但我是不信的。我现在出3道题，只要你能解出来，并让所有学生都听得懂并消化吸收，这课你就继续上；若解不出来，你就乖乖下去听课，如何？你还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就是，即便1000、10000个你加在一块，腹内墨水也远不如男神老师1/1000。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我们还要上课了，男神老师上课时间很宝贵的，不要在这耽搁我们了。不需江南开口，众人的唾沫星子铺天盖就朝着这位代课老师扑了过去。江南，难道你就躲在众多学生背后不吱声吗？不敢证明你的实力吗？这位池老师，我跟你非亲非故，我的教学实力为什么需要你承认？你想要代课，那就直接代就是了。但是现在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所以现在你想代课，那绝对不可能了。这么说你要解题了？就这种垃圾题目也用得着我出手吗？同学们，跟我学的这2天，解这种题目应该没问题吧？我来！男神老师，让我来，保证写出3种解法，不愧对男神教诲。男神老师，这第1题的3种解，我已经都想到了，马上写给男神老师你看。张浩，你不讲武德，明明是我先要做的，你居然跟我抢题。见此一幕，苏雨可瞬间急眼了。随后班里10几名同学纷纷冲上讲台开始做解。此时站在一旁的池一统一脸懵逼，脑海里就只剩下3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这小子居然比我还能装，自己做不出来却找这么多替死鬼，真是可笑至极！蠢货，都是一群蠢货。然而很快，他自认为超级学霸无法解出来的3大难题，居然都被解出来了。男神老师，第2题我也做完了，用了3种解。你看我比之前有进步吗？男神老师，我做的是第3题，同样用了3种解，应该没丢老师的脸吧？还有我，行了，都别吵了，要比速度，我张浩才是最快的，你们都不行。一时间，教室里一片喧嚣。做完了题的众人都为了得到江南的表扬，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除了白英英和班长大人之外，虽说你们都用出了3种解，但都太过繁琐，远达不到最优解。如果这是考试，那得浪费多少时间？男神老师，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尼玛，这个班级太恐怖了！乍一看平平无奇，实际上却是卧虎藏龙，甚至这些学生都特么不是人啊！至于江南，那就更恐怖了，即便没出手，也能感受到他的深不可测。那个池老师，现在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各位同学，打扰了，我还有事，就先溜了。池一统这个小插曲结束后，高3又迎来了一次1周模拟考。成绩出炉的那一刻，老师们的眼珠子都要掉地上了。304班江南总分746分，班级排名第1，年级排名第1。还有那个白英英总分718分，班级排名第2，年级排名第2。胡老师，你是认真的吗？你们班的成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了？这简直要逆天啊！就是全校前3都被你们班给占了不说，全校前10也被你们班占了一半。这江南成绩好，大家心知肚明。上次他没参考不算，这次别说只考了746分，就算他考了满分750分，我们也能接受。谁让他是天之骄子，逆天玄魔？但这个白英英居然从689跳到718，是不是太过分了啊？还有这个秦雨墨，上次考了630分，是全校第3，而这一次仍然是第3，但他的分数却一下子提高到了666，
居然有36分的增幅，这才短短1个星期呀，这进步也太惊人了吧！还有这个王凯旋，他可是体育生啊，居然考了600分，你们班学生简直就是魔鬼啊！我特么都要自闭了，好吧？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羡慕到眼睛发红要飙血，激动的劲儿发紫要爆炸，而老班胡一菲早就乐开了花。幸好秦风这小子还躺在医院，要是他也参加这次考试，估计比周瑜还要惨。与之同时，另一边的江南已经赚足了积分，开始系统抽奖。恭喜宿主完成本次控分149分任务，特奖励身体素质+6，基础+6，潜力+6，积分+600。304班本次模拟考平均分达到全校第1，特奖励积分+1000和神秘大礼包1份。检测到宿主有2500积分，可进行20连抽，请问是否抽奖？抽，给我狠狠的抽！恭喜中奖，各科基础+1，各科潜力+1，获得100万红票票，获得100万小钱钱，获得技能失忆精通，获得技能9亿精通。20连抽，连同神秘大礼包，江南此次获得的奖励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校长，你是一校之长，这一碗水可要端平啊！求求你，你让江南同学来我们一班也教几节数学课吧。我靠！校长，你说啥？我们可都是老师，学生给老师上课，这算什么事？求你了，让江南来我们一班也教几节数学课吧。蓝微燕，你这想的也太美了。即便要让江南教，也得先来我们2班，我们2班才是最迫切需要的。老单，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什么叫你们2班最迫切需要？这将我们3班置于何地？正好校长和胡老师都在，求你一定要帮我们3班一把，让江南来给我们3班上课吧。我一班是最先开口的，来也得先来我们一班。你先开口就来你们班啊？你想请江南去，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所以先来我15班吧。一时间，校长办公室乱成一团。尼玛，这么多的人当着我的面要挖我的学生去给他们班级上课，都还要点脸吗？都给我安静！你们在这吵吵闹闹的算怎么回事？江南又不是你们想请他上课，他就一定会去给你们上课。都在这等着，我和胡老师去跟江南商量一下。江南，这现在19个班主任都等着想让你去他们班上几节数学课，这是你看。我靠！啥？不去不去，我打死也不去。那可是19个班级啊，即便是生产队的老黄牛，估计也要累死了吧。江南，我很能理解你的拒绝，本来这就不是你的责任和义务，但如果你愿意去其他班级上课，我会尽可能为你争取报酬福利。之前给你的奖学金不算，只要你愿意教课半个月，我给你一次性申请10万块钱作为奖励，等你4进决赛中再取得好成绩，学校再给你奖励10万。至于高考成绩原本给你10万，现在我给你加到30万，如何？真没想到古校长为了请江南代课，居然会下这么大的血本。校长，你看我是贪钱的人吗？如果是，我早就跑其他学校了，更别说之前打篮球的给我几千万，我都没去。江南，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提升咱学校的成绩，3中能不能翻身，现在就指望你了。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你和各位老师同意吗？江南，什么办法？你说来听听。让我给19个班级上课是不可能的，人数太多教不过来。但你可以把那些老师叫来，我给他们上课，这样一来不就直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哦，江南这主意我咋没想到？太好了，3中又不止高3这19个班级，还有高2和高1，把这些老师们教会了，咱3中以后不得一飞冲天啊！这事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通知他们。校长，江南答应给我们班上数学课了吗？上课是答应了。太好了，校长，就让江南先给我们2班上课吧，求你了。不行，凭什么先去你们2班？得先来我们1班。应该先来我们3班。怎么又吵上了？淡定，江南虽然答应了上课，但并不是给学生们上课，他给你们这些老师上课。我靠！校长，你说啥？我们可都是老师，学生给老师上课，这算什么事？传出去了，我们还有脸做人吗？怎么的？江南给你们上课，你们还不乐意了？我告诉你们，就一个江南，整个高3这么多班级，他顾得上浇水，能答应教你们就已经很不错了。4进省官，任意控分，仅1周时间，使4班数学平均分提高了50-60分，达到了134的惊人分数。这份实力，你们谁比得上？古天玄此话一出，众老师瞬间哑口无言，只能默默顺从。你们都给我用心学，态度都给我放端正了，要尊师重道，把江南当做你们的老师，你们就是他的学生。谁若态度不好，学不到位，事后我可饶不了他。就在当天，高3年级办公室能到的老师基本都到了，
欢迎姜老师，姜老师好。我靠，这阵仗未免也有点太大了吧？江南整个高3级，除了几个别不在学校的，其余的都到齐了，你就放开了假。我在旁边给维持秩序。堂堂一校之长，居然给医学生讲课打下手，维持秩序，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信吧？各位都是我们3中最优秀的老师，但在我看来，这个优秀是相对的。我不说世界上没有差的学生，而只有差的老师这句话，我只想说，不仅学生需要时刻学习进步，老师也是如此。这世上没有2片相同的树叶，人也是如此。每届每班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点、智商、喜好、长短处都截然不同，可在场许多老师的教学方法却一日复一日，从未改变过，这是不对的。而我这里有论讲课的1000种方法，如何快速提升讲课能力，如何因材施教，快速摸底学生实力的1000种方法，快速提升学生成绩的1000种方法，等等等等。我现在就系统的讲一遍，至于能吸收多少，就看你们的造化了。江南一阵侃侃而谈，若是别的学生说出这番话，估计早就被这几10号老师打成狗头了。然而就在此时，办公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校长，这一大群人非要闯进学校来找您，我实在是拦不住啊！见此一幕，古天玄面色骤然一黑。我靠，公孙校长、顾校长，还有其他几位，你们可都是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硬闯进我3中，不太好吧？如果你们是来闹事的，别怪我报警。老谷，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们只是来向贵校取经上课的。取经上课？我们学校没啥经可取，没有课可上，各位还是请回吧。老谷啊老谷，你说这话可就不厚道了。我听说江南正在给你们3中老师上课，提升教学实力来着，所以我们也想来听听课，跟江南学习学习，这应该不妨碍你们吧？老公孙、老顾，这江南给我们老师上课，是我们学校内部的机密，跟你们几个学校毫无关系，所以这里不欢迎你们，赶紧离开。哼，江南给你们老师上课，虽然是你们内部的事，但跟我们也不无关系。就在刚刚，我们已经向上申请了，且上边已经批准了，让我们过来旁听。不信的话，我这就给上边的主任打电话。你们还真是狠啊！这招都使出来了，进去可以，但绝不能打扰江南讲课。最终，古天玄还是做出妥协，毕竟上面发话了。次日，江南再次全校大火，到处都流传着男神给老师上课的传说，太不可思议了！昨晚男神居然给全体老师上课，古校长亲自担任课堂小助理，甚至连1、2周。何楚英、南浦这些学校的校长都争先恐后的跑过来，跟小学生一样站着听讲。我靠！男神牛，男神帅，男神给力永不败，我也好想被男神辅导啊！可惜我不仅没有校花白英英的颜值，而且我还是穷的，男神估计看不上我吧。嘿，你个妖人竟敢拿男神开玩笑，简直就是找死！从此刻起，所有高3级老师的讲课风格开始了大转变，整个高3掀起了一场热血的狂潮，变得生机勃勃。今天这鸭子小爷是揍定了，你来啊，垃圾！放肆！楚北，赶紧给江南道歉！方教授，你让我给这个小垃圾道歉？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就犯中2病，是想江南给你松皮吗？若不道歉，这次夏令营你就不用去了。别以为我管不了你，敢辱骂江南还不道歉的话，即便我跟你爷爷关系再好，今天也非要严惩你不可。哼！北哥，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先低个头，改日方教授不在，我们再收拾他。小子，对不起，刚才是我冲动了，我向你道歉。你记住，我叫楚北，接下来的奥数竞决赛，我会碾压你，等着吧。楚北是吧？今天看在方教授的面子放你一马，我记住你了。如你所说，接下来的奥林匹克夏令营决赛，你能不能逃过一劫，就看你的运气了。好了，江南，我们赶紧去登机吧。奥林匹克决赛的到来，江南终于能够逃离全校老师的压榨，不用再授课的他，此刻感到无比轻松。江南，刚才那个楚北，你不认识吗？这脑瓜子有病的中2患者，我为什么要认识他？话说这小子对我咋这么大的敌意？嘿，这事我倒是知道，这原因有2，其中之一是他喜欢我妹妹，而我妹妹貌似对你很有好感。我靠！开什么玩笑？你妹妹是哪位？怎么就对我有好感了？我妹妹是林浅浅。什么？你妹是林浅浅？不对啊，你不是滨海一中的吗？而林浅浅是师大附中，你们是兄妹？是的。好了，说第2个原因吧。这第2就更简单了。就因为他是楚北，曾经的天之骄子，竞赛鬼才，滨海名副其实的第1人，实力那绝对是盖了帽了。如今这些头衔都被你夺走了，能不对你产生敌意吗？江南可千万别小瞧他，他的实力是非常强。虽然你也是妖孽中的妖孽，但在奥数与物竞双科上，你们之间还真是胜负难料。这么说，我倒要看看他有多无敌。哎，不对啊，
你这话有挑拨离间的味道啊！挑拨离间？我这还用得着挑拨离间？先别说他喜欢我妹妹，可我妹妹却喜欢你，这种夺妻之恨……等等，什么叫夺妻之恨？我跟你妹妹可没半点关系好吗？别张口闭口就是你妹妹喜欢我，帮我转告她，我对她没兴趣，甚至我跟她都不熟，别让她来打扰我。江南，虽然你对我妹妹没兴趣，不说了，我要睡了。4月奥数决赛第1轮正式开始，与之前复赛时一样，共分3轮，每轮总分100分。而第2轮就是分国1、国2和国3，第3轮则是国1的80人参赛，按成绩高低区间30人进国家预备队，30人经过一番训练后，挑选最强的6人组建国家队去国外参赛。系统发布控分任务，本次奥数决赛第1轮获得100分，第2轮获得100分，第3轮获得101分。这1、2轮都是100分可以理解，但第3轮居然是101分，这是什么鬼？不是总分只有100吗？哪来的101分？不得不说，这次控分任务还是挺新颖，够刺激。江南瞬间就来了兴趣。而此次题型跟复赛一样，8道填空题，2道解答题。不过10分钟功夫，江南便搞定了8道填空题，来到了第9题。第9题，设 n 星号表示正整数集，求所有的函数。这题也没啥难度啊，解若存在。第10题。P 是一个凸多面体，满足以下2个性质 ：IP 的每一个顶点恰属于3个不同的面。这题乍一看有些复杂，但那也只是乍一看罢了。江南转动了一下脑瓜子，很快便有了思路，证明设要将 P 的表面分成的2部分为 n。不到30分钟，江南便做完了整套卷子，悠然地走出了考场。江南，我听说这次决赛第1轮卷子挺难的，甚至远比我之前出的复赛 F 卷要难得多。你觉得自己能考多少？难吗？我觉得还好吧。多了没有？100分应该没问题。怎么，你这次没有再控分吗？居然能考100分？控分？我从来都不控分的呀。当初奥数复赛的时候，1轮60分，2轮88分，3轮99分，其他竞赛也是如此。你觉得说没有控分有人信吗？伴随着考试结束，成绩也很快公布了出来。然满分居然有2个满分，这个储备我知道。是滨海的第1天才，曾参加过2届奥数，且都通过3轮，闯入了国家预备队。其去年若非感冒发烧的话，10有89能进国家队的那种。但这江南是什么鬼？从未听说过啊！滨海今年实力这么强大的吗？咱别的省1个满分都没有，可他们滨海却同时出了2个满分的妖孽。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全国各地顶尖学霸学神都见识了江南之名。江南，好一个江南，倒真是让我意外，居然也能考满分，跟我分数相同。如此看来，你还真是有几分本事。但愿第2轮你不会直接被刷下去，那可就不好玩了。想玩是吧？那我就陪你玩啊！记得事前准备点镇定剂，别到时候接受不了结局，跟某些人一样吐血晕厥。江南，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听说升进复赛的时候，某些人接受不了结局，直接吐血晕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想必那个人就是你吧？你眼见自己的跟班吃了瘪，楚北连忙站出来维护。江南，这口舌之力就不要扯了。等到2、3轮，我会用结果告诉你，谁才是这个时代的唯一主角。白痴！江南，你敢骂我？骂你怎么了？我没直接揍你就不错了，只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跟某个手下败将凑在一块。你迟早也是手下败将。说完，江南直接转身离开，而这2人被气得差点原地爆炸。紧接着第2轮、第3轮决赛正式开始，而题目更是一轮比一轮偏，一轮比一轮冷门。对于江南，死磕考100分已经不能满足系统对他的要求。这第3轮的前9道题都太过简单，没有多解的必要。这最后的压轴题倒是有点意思。为了完成系统100加1分的要求，最后这道压轴题，江南直接写了7种解法才停笔交卷。不出意料，次日成绩公布的那一刻，所有参赛者都惊呆了。这怎么可能？满分居然有5个满分，尤其是江南，他居然考了101分，这101分是什么鬼？这可是奥数第3轮啊，难度都要上天了。我连及格都差1点，结果居然接连冒出5个满分。这印义、梁长庆、秋白、冷烟和冷月玲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第3轮直接起飞爆冷的满分，莫非前边他们都控分，故意隐藏了实力？依我看，人家分明是在用计，先示敌以弱，再一鸣惊人，争夺决赛第1。这楚北显然失败了，第3轮才考了98分，而这个江南却一路横推，得了101分，卷面分明明只有100。他居然能突破卷面分，真是前有斗气画马，后有只狗画龙，今有江南5杀，军害人听闻，恐怖如斯。再一次，全场大惊，
这结局让人看了大呼精彩。江南同学，没想到你的实力竟如此之强，上一次超分还是5年之前吧？没想到今年我们居然又碰见一个，真不知道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此时一旁的楚北看着江南跟人谈笑风生，再也忍不住了。特么的，我才是主角好吧？居然被这一群垃圾无视了。老师，我要举报，明明卷面分只有100，可江南为何会是101？我申请重新给他打分。老师，我要举报，江南101分，肯定弄错了。你这是质疑我为什么要给他打101分吗？告诉你，最后一道压轴题，江南足足用了7种解，若非一道题最多只能加1分的话，别说101，就算111我都愿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居然一题做出了7种解，这可是奥数压轴题呀！好了，本次奥数决赛算是结束了，第3轮前30名将有资格参夏令营培训，也就是进入国家预备队。培训结束后，进行最终考试选拔，成绩最好的6人进入国家队，代表国家去往国外参赛 LMO。江南同学，你不愧是咱数学一道上天才中的天才，果然一表人才。说起来，我老张还得向你道个歉，最后一轮是我监考的，当时你40来分钟就提前交卷，我还对你有轻视来着，现在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不起。我老李也要跟江南同学道歉，你同样40分钟就交了卷，当时我给你的脸色不太好，对不起。还有我老王也是，江南小友对不起啊！几乎在一瞬间，众多老师对着江南就是一阵轮流猛夸和道歉。方老师，现在考完了，成绩也出来了，我们不是应该回酒店休息吗？他们找我来做什么？老方不方便说，那就由我来吧。江南同学，我叫黄婷，是魔都大学的数学教授。你能在短短40分钟内把整张卷子做完，压轴题更用出了7种解，你绝对是我国数学史上最优秀的奇才，未来必能成为像数学之神、力学之父那样伟大的数学家。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若不明白，那岂成二傻子了？我就知道江南你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点就透。如此说来，你是答应了？不好意思，我不答应。江南，你可千万不能任性啊！你的数学天赋很强，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略知百行不如专精一行。所以，各位老师，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我是不会放弃物化生3科的。没别的事的话，我就回去休息了。再见。唉。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奥数3轮都做出7种解超分了，还有必要参赛其他科吗？此时一众老师认为江南就是太犟了，脑袋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呦，楚北、傅心寒，物竞马上开始了。你们之前不是说要在奥数和物竞中碾压我吗？奥数是没机会了，这物竞你们还要继续吗？面对江南的嘲讽，两人呆滞的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们也能超分，就算你们还有点水平，不然的话，就送你们2个字：垃圾。说完，江南便率先步入了考场。北哥，虽然奥数上赢不了江南，但接下来的物化生3科，他貌似想拿超分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不是4境都超分，那就是50步比100步。我们绝不承认自己是垃圾。对，你说的没错，没到最后，我们还没输，他不是很狂吗？到时候谁是垃圾还不一定呢。不得不说，这两人的脸皮厚的真不是一点半点。本次物竞决赛，请宿主第1轮获得100分，第2轮获得100分，第3轮获得101分。果然如此，既然奥数是这样的任务，那物化生3境10有8九都是同样的任务。紧接着，江南卷子一到手，便如风卷残云般干了起来。40分钟后，直接全部做完，交卷走人。40分钟就把卷子做完，这绝对不可能。他这是提前交卷弃考了吗？对，他肯定是弃考了。下午出了成绩，看老子怎么对这个小乐色。然后成绩出来的这一刻，楚北和傅心寒那嘴巴张的都足以塞进2个鸵鸟蛋了。且这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最后的化生竞赛，江南都以101分的成绩碾压众人。早在奥数开始，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1轮满分，2轮满分，3轮更是超分，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吗？更别说他物化生3境居然跟奥数分数相同，而且是每1轮都相同。据滨海省队人员的小道消息说，男神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控分狂魔，真是古有斗气化马，后有指狗化龙，今有男神夺冠，均牛蛙可辣死。你们都是认真的吗？让一个参赛学生担任夏令营的讲师，整个东云竞赛史上都未曾有过先例。如果江南讲的不好，那耽误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时间，更是那些考生的时间。我觉得邀请江南担任讲师没一点问题，至少在奥数上，只要人家实力足够，
别说仅是担任讲师，就算是直接担任夏令营负责人都没一点问题。黄组长说的没错，我同意。你们想想，江南的解题思路奇特，即便是我们研究奥数几十年的老师，这压轴题都做不出7种解，江南可以。如果让他讲课，并让其他人学会1、2的话，那今年国际奥数，我们国家队夺金的概率就稳了，甚至夺冠都不是不可能。所以我强烈建议，无论耗费多大代价，也一定要邀请江南给奥数夏令营讲课。几乎在一瞬间，奥数组成员有一个算一个，均全力赞同黄庭。好，既然如此，我物竞组也把话撂着，无论耗费多大代价，也必定邀请江南来给我们物竞夏令营讲课。你们谁也别争，还有我们化境组。于是4日一大早，江南就被这群老师围了个水泄不通。江南，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们一早就找上了门，想请你给数5化生4科夏令营当几天讲师，我拒绝不掉，只能带他们来找你，由你拿主意了。我靠，什么要我当讲师？不是吧？居然又有人想让我当驴子啊！呸，当免费的劳动力。江南同学，是这样的，我们属物化生4竞赛组都极力邀请你给夏令营讲课，就讲讲你在4竞上的思维方式、解题方法等，为期1周，每天每门上1节课就行。当然不会让你白讲，肯定会给你支付报酬，4科12万块钱，如何？江南同学，我们国家曾经可是奥数强国，在国际 IMO 上，个人成绩最起码占据1半的金牌，甚至连冠军都拿过不少次。但最近5年，无论是个人也好，团队也罢，别说第一，连金牌都没拿到过。今年的 IMO 十分关键，只要你愿意担任讲师，为了国家荣耀，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满足你所有条件。一开始江南本想拒绝，现在还真有些不忍心，毕竟国家荣誉大于一切。各位老师，话都说到这份上，我岂能眼睁睁看着别人站在咱们头上耀武扬威？为了国家的荣誉，我江南答应了。恭喜宿主接受当夏令营讲师，奖励积分100和神秘小礼包1份，是否打开？打开。恭喜宿主获得女装的第1次和无数次吃软饭的正确方法，奥数终极难题1000道，物竞实验1008法，化境实验加强版，生境理论加强版。转眼江南便开始了为时1周的授课高光时刻。真是听君1节课，胜读3月书。这句话放在江南身上，那是一点都不为过。虽然江南每天每门只讲1节课，但讲课方式之精奇，内容之新颖，见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效果却是出奇的好。各个顶尖学霸对江南的实力更是赞不绝口。当然，除了楚北、负心寒这2人之外，忍了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一眨眼来到了1个星期后的夏令营终极考。蓝色战衣加小皮鞭，臭不要脸！系统发布任务，本次夏令营终极考，请获得127分。此次终极考模拟国际题型共6道，每道21分，总分126分，所以127分。系统的要求还是超出卷面1分。很快江南便有了答题思路，而当楚北拿到试卷的一刻，整个人都傻了。学校套路深，我要回山村，这都是啥？这夏令营终极考题目怎么如此刁钻古怪？是人能做出来的吗？我居然1道题都不会。然而一旁的江南早已奋笔疾书，当分数出炉的那一刻，江南以127分的成绩位居榜首。怎么会这样？李宇和林浅浅这2个手下败将都考了123，接近满分，我俩却是25加0，可真是要死了2个250。此时伴随着楚北一句计生美和生男，连同负心寒双双送往了医院。江南，我这身新衣服好看吗？白英英，你不在学校上课，怎么跑魔都来了？这不是听说男神要出国竞赛了吗？我来魔都送你啊！还有，我给你求了个护身符，要贴身收着，记得好好考试，可不要再控分了。放心吧，我是从来都不控分的。不过据说这国外竞赛强者如林，尤其是大洋、山鸟、泡菜、考拉、公鸡、香肠、风车、孔雀、北雪这些地方的实力都不容小觑。但这次考试，我肯定拿第1回来，为国争光。江南好志向，你要是真能拿第1，等你回来，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小愿望。什么愿望？到时候你自己想啊。比如蓝色战衣加小皮鞭，可以吗？臭不要脸！咦？好了，英英，我要去登机了，等我回来，记得满足我的愿望哦。梁老大，你说我们这次能夺第1吗？真上了飞机，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毕竟这可是国际比赛了。若是之前，我或许也会担心，但现在咱们有男神，还用得着怕吗？不管大洋、山鸟、泡菜出了什么样的天才，
在男神面前，那都是土鸡瓦狗。至于我们，只要把男神给我们讲的内容全部吸收消化掉，必然还能提升不少实力。总之就一句话，大家必须全力以赴，绝不能给国家丢脸，不能给男神老师丢人。梁老大说的没错，有男神在，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个人第一，1000%稳了。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大家一起加油。对，谁怕谁？乌龟怕铁锤，蚊子怕灭飞，蛤蟆怕热水，一个字，干就是了。几乎在一瞬间，众人都变得信心十足，眸光冒火。江南或许自己都不知道，即便他没有担任队长，甚至都没开口说话，呼呼大睡仍然能影响到众人。发生了啥？我不过是睡了一会儿而已，怎么这群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不管了，我还是继续睡吧。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飞机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没有什么比睡觉更重要的事儿。敲敲敲，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敲敲敲，敲你妹啊 ！What？ 这家伙态度不对呀！到底是我们来找茬撒战术的，还是他来耀武扬威的 ？Hello, boy. Are we one on your team？ 有事说事，没事滚蛋！小子，你应该不是你们奥数队长吧？你们队长在哪里？让他出来说话。原来不是找我呀，梁队长，别做题了，外面有傻缺找你，去应付吧。说完，江南转身就回窝睡觉去了。你们是谁？找我干什么？你是东营的队长，没错，是我。这次奥数比赛，冠军还会是我们的样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对吗？听不懂吗？汤姆的意思是，你们东营已经不行了，来了也是凑数。果然，男神说的没错，这两人真他妈傻缺吧？记住我的名字。我叫杰克，是大洋奥数国家队的队长。我叫汤姆，不仅仅擅长奥数，还擅长物理，所以这2个竞赛我都参加了。去年的奥运冠军都是我们大洋的，那么今年的双冠军同样是我们的。至于你们东营，去年运气好，拿了几个银牌，得了个季军，可今年就不一定有那么好运气了。但愿你们能撑得过第一轮，不然的话，可就真没意思了。小子，你也太狂了！之前说这话的楚北负心寒，现在还躺在医院，都老惨了。有男神在，你们也不例外。咱们走着瞧。真是白痴双人组！现在把话说得喊，到了明天就知道谁哭晕在厕所了。哼！梁长青刚走进房间，站队白痴双人组的萧泽却跟了进来。还有完没完了？别误会，我不是来找茬的。虽然我跟杰克、汤姆他们是队友，但本质上我也是东云人。只不过我从小在这边读书，所以参加了这边的竞赛选拔。作为东道主，我是特意来欢迎你们的。至于杰克和汤姆，你们不用放在心上，他们就是要慢惯了。毕竟他们的实力很强，跟我在伯仲之间。行的，这欢迎啥的就不需要了。既然你在大洋队，那咱们就是竞争对手。明天竞赛场上见高低。现在我还忙着，请回吧。别啊，明天就开考了。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我最擅长奥数了。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梁队长，赶紧给他一份卷子，让他去一边琢磨去吧，别打扰我睡觉。闻言，梁长青递给萧泽一份试卷，然而下一秒，这是什么题？谁出的？这些题根本就无解啊！我靠，又封了一个，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丢出去！你们不能赶我，我是来帮你们的。这些题都是错的，根本没有错的意义。嘿，这可是男神出的题，又岂会出错？更何况我们都快做完了，你自己无知也算了，偏偏还在这里故作聪明，真他妈有病！赶紧滚蛋！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他丢出去！等一下，我用我的人格保证，你们的男神在故意刁难你们。这些题真的是错的。刁难你妹！居然还敢污蔑男神，真他妈找死！再不滚的话，我们可就要动手了。我滚可以，但你们口口声声说题目没错，难道你们都解出来了吗？求求你们给我看看答案吧，不然打死我都不走。去你丫的！自己水平菜还找那么多理由。这题目是我出的，今天小爷就打你的脸，这就是答案。睁大你的肉包子眼，好好看看。这怎么可能？这题居然还有解法，不需要高数，不需要微积分，直接用的高中知识，可环环相扣，几乎没有丁点漏洞啊！为什么我刚才没有想到？跪了，在下跪了。自己看完就行了，敢出去乱说，后果自负。滚！还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这个江南面前，我就是赤裸裸的小丑一个。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杰克、汤姆知道，不然嘲笑我不说，可能还会影响他们的心态。最终，萧泽压下了透露出去的念头，把江南的实力彻底埋在自己心里。黄老师、方老师，这次打蓝魔比赛，我们龙国队可能压力会很大。
压力很大。小王，你这话怎么说？莫非你有什么内部消息？两位老师，本次奥数参赛可谓是龙争虎斗，本来大洋、山鸟、套餐等这些国家的实力就强，今年更是出了不少天才。其中大洋这边的杰克、汤姆和肖泽基本都是奥数物理双天才，并且他们还在一些知名的数学物理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了，实力不容小觑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还在刷题，可他们却已经走上了学术之路，开始投稿发文章了呗？没错，我当时多大点事，小王你不用太担心。这一次国际竞赛，我龙国必然登顶顶峰，重回5年前的巅峰时刻。可是，好了，小王你不用担心，都只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罢了。系统发布控分任务，本次国际奥数竞赛，请宿主第1轮请获得43分，第2轮请获得48分。43和48分。国际奥数只有2轮，且每轮都是6道题，每道题7分，总分42分，及格分数是21分。也就是说，2轮我都要超分，而且第2轮要超6分。总算是来了有点难度的任务。然而卷子发下来那一刻，特么不是在逗我吧？所谓的国际奥数，结果就这，太简单了吧？解，证明 G 等于 x1 x2 3，综上 A 中元素个数大于 B 中元素个数。然而另一边的萧泽早已满头大汗。我靠，今年国际奥赛加大难度了吗？就这一道题，估计没个把小时，怕是搞不定吧？凉了，我要凉了。哼，这题若是之前的我，10有8九就栽了。但有了男神的教导，拿满分应该还是可以的。这卷子虽然挺难，但跟男神出的那些题相比，就跟小崽子一样。我如果不考满分，就是对不起男神一番教导。这最后一道压轴题做出5中解，加1分应该没问题吧？就这样写完收工。当江南交卷走人的这一刻，众人的脸上充满了诧异。这个人是谁？既然才开考一个消息就交卷了，没那么快做完吧？不用说，这人肯定是因蠢事太难，崩溃去考了，这样就是浪费美呢。这个江南果然厉害，不愧是连龙国队长都口称男神的人。我才刚做完2道题，他却整张卷子都做完了，就是不知道他最终得分多少。男神不愧是男神，简直是小母牛倒立，牛蛙冲天。我才做到第3题，可男神却全部做完了。看来我还需要加快速度才行，不然的话，可就真给男神丢脸了。奥利给！这次考试的题目很难，可以说是我将过最难的一次国际奥数比赛。原本我还想着1、2轮都拿满分，获得个人第一，将是年压所有人。但现在说满分是不可能了，能上30分就很不错了。听说了没？龙国队现在有人居然都提前交卷，而且不是提前10-20分钟，而都是提前将近个把小时。那个叫江南的只考了个把小时就走了。少几个人，他不是都提前交卷去考了吧？今年估计连亚军季军他们都拿不到。然而当在场众人都开始嘲讽龙国的这一刻，唯有萧泽明白江南的真正的实力，而眼前这群进作丑态猪队友，要不了多久都得怀疑人生。队长，老邱、劳了，小林，我本以为我的速度已经够快了，应该是男神底下第1人，可没想到你们的速度也一点不慢。呵，要说谁是男神底下第1人，那绝对是我秋白无疑。老应，你还得靠边站。除开男神，我们谁也不服，即便你们是队友。行了，其他的话就不说了，都汇报一下你们估分是多少吧。要是拿不到满分，就自己去跟男神老师认错。42分。很好，看来没有辜负男神老师的教导。下一轮谁的分数更高，速度更快，谁就是男神底下第1人。加油！一个 Z， 这次考试真是太差了。一个考场40多号考生，我这绝大部分都只有6分、10分、18分，能及格的实在是太少了。上28的更是少之又少。至于35分以上，我至今还未看到一个，更别说考40分了。这些年轻人实力如此拉垮的吗？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作为监考阅卷老师 IMO 负责人之一的史密斯大发雷霆，这也不能怪那些考生，毕竟这次所出题目实在是太难了。即便是我们面对这些题都感到很有压力，更何况是这些高中生。我建议这第2轮应该降低一点难度，
之前计划好的卷子不能再用了，不然的话，这次竞赛可真要出大事故了。一时间，不少阅卷老师纷纷附议：不行，降低难度是不可能的。这可是国际奥数，是奥数一道最顶尖的赛事，代表着绝对权威。过去30年，每年拿金牌的考生那么多，可又有几人能真正成长起来？从今年开始，提升竞赛难度是应该的，绝不能因为考生成绩不好就轻易降低难度。一时间，众位老师被对得哑口无言。然而下一秒，我这有一匹黑马，压轴题居然给出了5种解。我靠！这么难的卷子，压轴题居然给出了5种解，6个人5个满分，1个超分，太不可思议了。这个江南的超分不能给，其他队最高才36分，如果给龙国队江南43分，肯定会引起其他考生内心失衡，到时候不好向人交代啊。我赞同，史密斯，我看你就给这个江南打满分就行了，超分万万不能给。你们在说什么？这可是 IMO， 讲究的就是公平公正，只看实力，不看来历。别说只加1分，就算是加2分、4分乃至6分，我也照价不误。史密斯，我现在严重怀疑龙国队是提前知道了题目，作弊了，不然6个人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提前做完交卷？尤其是那个江南，这不可能，江南是不可能作弊的。我现在要求进行仲裁调查，并当场进行测试，是否作弊一试便知。对，我赞同。一时间，不少阅卷老师纷纷附议，史密斯无奈只能点头答言。黄老师，方老师，你们可是带队老师，5个满分，1个超分，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们几人胡说八道？不就是超分和满分吗？有啥好奇怪的？小王啊，开考前不就跟你说了，国际个人冠和团队冠肯定是属于咱龙国队的，这才第1轮而已，没什么好惊讶的。我靠，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学生骄狂自大就算了，连带队老师也是如此。Longwa dui de lao shi tong shui men hao, fen si imo, fuza ren shi mi si jiao shou qing ni mengua jiu yi tong. 有什么事吗？Yue juan lao shi dui ni men dui wu de yilun sheng ji chan sheng le ji yi, shen qing le zhang cai diao cha her dong chan zi shi,所以怎么着？质疑我们的成绩吗？这年头经者不自清，某些国家的人本就对我们有偏见，若不证明一下，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我们龙国可不比当年，这回不把他们的傲慢撕下来，在地上狠踩一脚，绝不罢休。很快，众人便来到某办公室。史密斯，怀疑我们龙国队作弊是不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你们不仅需要承担重责，还必须向我们登报赔礼道歉，乃至赔偿。黄婷虽然是一介女流，但其口气却强势的一匹，直接跟众人撕破了脸。黄教授，希望你能理解，你们龙国队参赛6人，5人得了满分，1人超分，成绩实在太过逆天了。其他队最高成绩才36分，所以行了，真金不怕火炼，我龙国队可不是软柿子，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拿捏的。怎么着？我们就是认为你们队的人作弊了，不然绝不可能5人满分，1人超分。现在我们出3道难度不超过本次竞赛的奥数题，只要你们能做对2道，就证明并非作弊，而我也愿意担责，从此退出 IMO， 包括一切国际数学组织，不再参与任何数学活动，并登报向你们道歉赔偿。行了。废话少说，不就是当场测试吗？有什么题目就赶紧拿出来，我早点做完还要回去睡觉。像今天竞赛上那种垃圾的题，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不够玩。这特么的可真是上嘴皮挨天，下嘴皮贴地，好大的口气！你就是江南吧？有本事做2题看看，能做出来，我立马承认你的实力，并向你道歉。这可是几位教授耗费无数脑细胞才整合的压轴题，就等着哭吧！还以为你们能出多难的3道题，结果就这，真的是太令人失望了。队长、老应、老邱、老冷、小林，看样子咱们这是被他们给小觑了。你们说说，我们该怎么做？还能怎么做？干他丫的！这种题不全部做出来，都对不起我这龙国队的身份，对不起男神你的教导。我不仅要把3道题全做出来，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来，给我120分钟足矣。120分钟，老邱你不行啊，我只要110分钟就够了。真是好大的口气，这群人莫不是傻子吧？就在此时，江南和众人下笔如飞，一旁的托马斯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想110分钟解出我3道题，连草稿纸都不用。若你们有谁真能全部做对的话，我立马把卷子给生吃了。来，把这卷子给吃了吧。3道垃圾题我已经做完了。你说什么？3道题做完了，这才过了仅几分钟啊！你怕不是从精神病院出来，故意搞笑的吧？我敢肯定，你100%是0分，不然的话，我当场生吃卷子，绝不食言。那来吧，我看着你吃。你出的题自己知道答案吧？如果不知道，
就把出卷的叫过来。这种垃圾题，我就算不用手，也能轻而易举做出来。队长，你们也别藏着掖着了，3道垃圾题而已，60分钟谁若搞不定，就把我曾讲过的东西抄个千儿百遍，不抄完别睡觉。我操！拼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60分钟，不能给男生老师丢人。此时，5人纷纷把大脑思维马达转动到了最快，精气神合一。另一边，正在对答案的托马斯等人，下一秒就被震惊的呆若木鸡。怎么可能？我都没看见他怎么做题啊！这答案比预想的标准答案还要精炼简洁，可称得上无懈可击。龙国队简直逆天了，竟能培养出江南这样的奇才。喂，这么大的人了，不会说话不算话。此话一出，众人全都看向托马斯。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怎么办？狠话撂下了，卷子摆在面前，是吃还是不吃？最终，在江南的注视之下，托马斯把卷子一撕，不得不硬生生塞进嘴中。喝口水，别噎着，后边还有5张卷子要吃呢。不出意外，半个多小时后，梁长青等人也全都做完，并且全对。托马斯心如死灰，5张卷子还没来得及吃，两眼一白就被送进了医院。男神，我看这个托马斯十有8九是装的，想借此逃避生吃5张卷子。黄教授、方教授，还有江南以及各位同学，事实证明你们真的很强。我代表 IMO 组委会向你们表示最真诚的歉意。事后我会督促托马斯等人向你们登报道歉赔偿，同时向所有国际数学组织发出通告，撤去他们所有职务，禁止参与任何大型数学活动。希望你们队在接下来的竞赛中能继续取得好成绩。我这就安排人送你们回酒店。他们不是都提前交卷期考了吗？不是连及格都不行的吗？怎么可能占据了前6名不说，还是5个满分，1个超分？再对，这一定是假的。老七，成绩弄错了吧？我强烈建议重新打分，向组委会申请仲裁。申请仲裁调查啥的大可不必。你们来之前，阅卷组托马斯等几位教授已经申请过了。龙国队分数没有任何问题。压轴题江南用了5种解，给他加1分是规则使然。明天就要第2轮考试了，都回去休息吧。第2轮这6道题，江南绝对拿不到满分。我说的耶稣都改不了，他必败无疑。万一他又逆天发挥了呢？我经新出的卷子，他还能超分的话，我直接拜他为师。这题不错呀，总算是有了一丢丢挑战性。第1题，设 n 大于等于3为给定的正整数 C1、C2、Cn 为平面上半径为1的单位圆。引理设圆 O 半径为2，则有弧 PQ 加弧 RS 等于4A2。有了这个微小的引理后，可以对 EUJ 进行估计了，然后再便利计数。不到5分钟，江南便把第1道题搞定。系统第2轮任务是48分，这样一来，每道题都要用多种解，这数学的水还真是深了，一般人还真把握不住。不过这48分我是拿定了，我说的耶稣来了都不好使。只见江南分笔齐飞，6道题加起来花了他将近150分钟，这绝对是江南耗时最长的一次考试。这卷子到底是谁出的？我1道题都不会做，龙国队的人却做的飞起，这不是在做梦吧？然而当看到江南交卷走出考场的那一刻，金字塔尖的天才学霸再也把持不住了。又是他，这跟天书一样的卷子，他居然又提前交卷走人了。这咋的了？怎么都考哭了？就这还号称天才学霸？我看到像是一坨粑粑。呸！我说迈尔斯，你这次出的考题会不会太难了？这都把人整得哭上了，万一打击的他们一蹶不振，罪过可就大了。既然他们敢来参赛，就必须做好承受修罗场的准备，没啥罪过不罪过的。你之前说江南这次绝不可能再超分，确定吗？当然确定，别说超分，能拿满分就不错了。这次撑死他也就35分左右，你放心吧。我放心个屁，他已经交卷走出来了。不可能，我出的这6道题，即便找到解题思路，没7、8个小时也休想做完，更别说提前交卷。除非是他心态崩溃，中途弃考了。如果你不信，咱就问问他那个江南同学，现在2轮才开考2个半小时，你怎么又出来了？做完了自然就出来了呗。那考得如何？还行吧，这套卷子出的不错，水平比上1轮要强上不少。不出啥意外的话，拿48分应该没问题。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人称铁齿金不换，诚实可靠小郎君。只要你们按规则批卷，48分肯定跑不了，除非你们故意压分。好一个江南，你还是第一个说我出的卷子能考48分的。这卷子是你出的？没错，是我出的。江南同学，
我叫马尔斯，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大学来我们土豆剑桥上，我可以收你为徒，带你进入土豆皇家数学协会，再给你申请特级奖学金，1年20万土豆币，怎样？不好意思，钱虽然重要，但我偏偏对钱不太感兴趣，所以抱歉。好一个江南，这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你竟然一口就拒绝了。不如咱们打个赌如何？这份卷子你若能拿超分，就拜我为师。可以啊，你水平也不错。如果我侥幸能拿到48分，那你来我们龙国教学如何？有意思，我答应了。行，那我也答应了。我们龙国再见。想收我为徒，你估计还差了点，但你帮着教我那些队友还是不错的。如果你打赌输了，真的要放弃一切去龙国教学吗？当然，不过我是不会输的。他真的能做到的话，那就不是我收他为徒，而是我拜他为师了。随着铃声响起，历经4个半小时，修罗场竞赛彻底结束。史密斯和迈尔斯第一时间找到江南的考卷，然而下1秒，1、2、3、4、5题都是4种解，就连最难的压轴题，江南也给出了3种解，这还是人吗？我他妈竟然输了！这江南之才真是胜我100倍啊！当成绩公布的那一刻，整个成绩大厅都快炸裂了。江南48分，梁长青36分，阴野900，冷眼冷月玲都是35分。这龙国队完全是吊打其他所有队伍啊！这江南他们就是一个怪物吧？第1轮超分也就算了，这第2轮居然又超分，还是超6分，简直就是神啊！龙国不愧是曾经的奥数霸主，虽沉寂了5年，但这一招归来便石破天惊。大洋、山鸟、泡菜、土豆这些都成了战五渣中的战五渣。此刻，江南以及整个龙国队打破了 IMO 竞赛时的记录，一时间成了全场焦点。同学们，刚刚收到消息，国际奥数竞赛以咱3中江南为首的龙国队不仅获得了团队冠军，江南更以超分48分的成绩强势获得个人第1。5年了，咱泱泱龙国又强势崛起了。男神不愧是男神，这简直就是逆天啊！之前我曾说过，天下才学4斗，男神独占12斗，天下人还欠男神2斗。这句话夸张了点，但现在却是名副其实了。我现在真想看看炸羊、山鸟、泡菜那些人的脸色，估计不会太好吧？碰上男神，算他们倒霉。这还仅是开始，并非结束。后面的国际物化生3进，咱们就坐等好消息吧。此刻，整个3中都被震动了，6、70个班级，3、4千学子纷纷为江南点赞。江南考1个第1，满足1个愿望。那要是拿了4个第1，岂不是4个愿望了？这蓝色战衣加小皮鞭，我都还没想好穿还是不穿。万一江南在，羞死了，羞死了，要完蛋了。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胡宇飞、曹天元、谢宏伟、毒料皇、鸭克堂和十二类羊已经成为了整个3中乃至整个江城最炙手可热的老师。真的要恭喜各位老师了！不仅江南一举拿下国际奥数第1，全程联考中，白英英、秦雨墨、王凯旋更是取得了743、702、688的高分，位列全城第1、第2、第3。咱们3中已经成为江城第1了。好一个江南，奥数48分的逆天成绩拿了第1。今天这5进第1轮，你又拿了超分。第2轮我会告诉你谁才是真正的物理天才。这又是哪冒出来的沙比？我想打人，我也想打人。还有我，真想给他来一脚。这小子看来也就是个鼠辈，跑得倒挺快，不然我非得给他头上套个麻袋。男神，此人虽胆小如鼠，但是力不容小觑。物理一道上，他可谓是年少成名，震惊了整个大洋。此人如此牛蛙的吗？你说的具体一点。他叫斯派克，人称小爱迪生，擅长搞研究发明。初中时发明了便携式海水淡化装置，高一时发明了多功能废水、食品和能源系统。这些发明都非常的实用，因此他不仅获得了巨大名气，还赚了上百万洋元。照你这么说，这个斯派克的实力确实不错。不过你跟我说这些，是在给我压力吗？男神，这你可就误会了。虽然我是大洋队的，但我毕竟是龙国人。刚才这斯派克跟你们下战书，我怕你们大意，特意来提醒你们，这物镜与奥数不同，除了解题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实验发明。男神，你可万万不可大意啊！男神老师，这5进2轮，我们放心，2轮只要你们全力以赴，问题不大。至于这个人第1，我拿定了，耶稣都抢不走，更别说什么斯派克。说完，江南便一脸不屑的转身离开。我都再三提醒男神了，怎么他还是一脸无所谓呢？莫非他也有什么发明可以战胜斯派克？
这物镜2轮的笔试部分21分，实验部分21分，总分42，笔试超3分问题不大，但下午的选择命题实验却有点难度，看来得玩把大的了。伴随着铃声响起，笔试正式开始。3道题无不复杂到极点，光第一道题就分4大部分。A 部分速调管，速调管用于甚高频信号的放大。速调管主要由2个相距为 B 的腔组成，每个腔有一对平行板。B 部分的分子间距 ，C 部分的一个简单锯齿形信号发生器 ，D 部分的原子数。很快，江南便将所有题目一扫而空。当天中午，上半场理论成绩就出来了，毫无疑问，江南超出3分位居首冠。我操！居然又都考了满分，那江南更又是超分，这绝对是国际奥数和物镜史上唯一一个双超分的竞赛知识呢。就是不知道下午的实验部分，他会选择命题实验还是非命题实验。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加起来最多也就是36分，距离满分还是有些距离的。所以我希望他能选择非命题实验，就是那样的话，失败率实在是太高了。再一次，江南等人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另一边，斯派克和江南四目相对，空气中隐约擦出一道电火花。我真没想到你居然如此之才，不拿超分就算了，连满分都没有，还不如我那几个队友。就这种垃圾实力，是谁给你的勇气来挑战我的？梁静茹吗？你真是不知羞耻！不要闭脸！我的实力垃圾，我不要闭脸。还有梁静茹又是谁？我的勇气需要他来给吗？一时间，斯派克的脑瓜子被江南对得有点猛。狂妄！你实在是太狂妄了！你他妈不就是奥数超分拿了个第一吗？不就是物镜理考超分拿了24分吗？有啥了不起的？下午的选择命题实验，即便你基础再好，乘死也就12分罢了。我不妨告诉你，这2年我一直在研究一种系统装置，且已经成功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看看我小爱迪生是如何一战成名。呦，就凭这个也想吓唬我？理考实验加起来48分，这物镜个人第一，我是要定了。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下午2点，随着铃声响起，实验正式开始。江南，我靠，这崽子还真是没经历过毒打呀，都挑衅到爷鼻子跟前了。检测到宿主被人一而再的挑衅，特触发2个随机任务。任务1：暂时忍气吞声，等实验结束后再反击，奖励积分为0。任务2：在避开实验规则惩罚的前提下，立马做出反击，奖励积分500。例如，可以在保证实验结果的前提下，炸掉小半个实验室，摧毁对方手中进行的一切，让其气急败坏，心碎想死。摧毁小半个实验室，这会不会玩得太大了？不过我喜欢，只要不闹得太大，不伤人就行了。斯派克呀，斯派克，一而再的挑衅不说，还朝我竖中指，你可不要怪我呀。系统选择任务2。恭喜宿主做出选择，奖励500积分。此刻江南早已迫不及待，只见他一顿操作250，呸，不对，一顿操作猛如虎，仅半个小时他便搞定。而另一边的斯派克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什么样悲惨命运。我耗时2年发明的汽车尾气过滤系统，一旦问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不好了，我的实验要爆炸了，快跑啊！话音刚落，江南十分好心的一把抓住斯派克的脖子，就给扔了出去。仅一瞬间，整个实验室就空了。然而跑到室外的众人却一脸懵逼。你到底在做什么实验？一个物化相结合的实验。那目的呢？没啥目的啊。没啥目的？那你怎么知道会爆炸？直觉。什么？直觉？就因为你的直觉，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让竞赛终止，耽搁这么多考生的时间是吧？江南同学，我现在十分怀疑你是故意捣乱，破坏实验秩序，我给你严重警告一次，现在都赶紧回去继续实验。不要啊，真的会爆炸的。江南，你他妈是故意的吧？我的发明马上就要成功了，你就是怕叔想害我，所以才谎称要爆炸。他妈别做梦了，你就等着实验部分拿0分吧。说完，斯派克便怒气冲冲地跑回来实验室。真的会爆炸的，你们要不晚点再进去吧。江南，你难道还要捣乱吗？这实验室要是能炸了，我特么直接把大楼都给吃了。你如果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这次实验就是0分。10、9、8。此刻江南已经开始了倒计时，而实验室里的斯派克殊不知危险即将到来。就这酒精灯加烧瓶里的那丢丢溶液，怎么会爆炸？即便真炸了，估计也跟放屁一样，甚至都不一定比得过放屁，简直可笑至极。就在此时，什么？我实验0分，连上半场的理考24分都给我按作废处理，你们脑子秀逗了吧？我申请仲裁。
江南同学，实验部分你摧毁了大半个实验室，不少人都受到了惊吓。不追究你的责任就不错了，你还要仲裁什么？除非那爆炸不是你引起的，不然的话，这个结论就这么定了，无法更改。谁说无法更改？据本次竞赛实验规则，最终评分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我的实验结果没问题，即便过程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你们也无权扣分。江南同学，问题是你并没有实验结果啊！谁说我没有实验结果？我说的，你连实验目的都没有，哪来的实验结果？谁说我没有实验目的？你自己说的呀！我说的你就信？江南，你在戏弄我？这我可不敢，只是实验没出结果，所以需要保密。但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实验目的是改善出一种新材料的制备方法，让其实现普遍化。就你那简单的实验，还想改善一种新材料的制备方法，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哼，是不是吹牛皮我不争论。如果我真改善出一种新材料的制备方法，那该有的实验分是不是该给我？对，必须给。只要你真的做到了，别说满分，就算是超分，组委会都可以给你。好，一言为定。16码难追。随后，众人跟着江南来到了实验室。出于看戏不嫌事大的原则，他们还是愿意给江南一次辩解的机会。江南，你确定不是在诓他们吗？我总感觉有点悬呢。放心，黄老师，我诚实可靠小郎君，什么时候诓过人，您就瞧好吧。话音刚落，江南便在实验桌旁开始寻找。他不会是故意在耗时间吧？没听过哪种新材料是通过实验爆炸才能生产出来的呀？哼，即便有，估计也被炸飞了。找到了，江南，你真的制作出了石墨烯。江南同学，这是你制作出的石墨烯？没错，这就是我的实验结果，一颗完美的石墨烯晶体。此话一出，全场皆惊。石墨烯号称比黄金还贵上10倍，且20万片石墨烯加在一块，才有1根头发丝粗细。可江南手中的石墨烯却有大拇指大小，这简直要击溃他们的认知观。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的实验虽然动用了物化相结合，且引起了爆炸，但实际操作并不复杂，耗时极短。这么短的时间内，你怎么可能制造出这么大且完美的石墨烯？这世界上终于能制造出完美石墨烯了，那我也终于能进行磨角石墨烯实验了。我终于能向全世界证明磨角石墨烯理论是可行的，这并非是骗局。真的是石墨烯，江南同学，对不起，你的实验是成功的，你真的改善了新材料的制造方法，制造出了完美的石墨烯。可以说，你这一举动将改变世界。我们组委会错了，希望能获得你的原谅。原不原谅先放一边，这次物竞比赛该有的分数是不是要给我了？对，必须给。理考24分，实验部分就凭这块完美石墨烯也必是24分，谁敢反对我跟10级？就在当晚，物竞第2成绩出炉，继奥数48分之后，江南又同样以48分这种史无前例的超分成绩登顶国际物竞第1，斯派克得了第2，梁长期等人虽只拿了32分，但都并列第3，自是金牌无疑。这物竞前8名居然有7个都是龙国人，简直是要逆天啊！龙国史莱克7怪，牛瓦可纳斯。浙江男士真史前第1，史后也是第1。坎比高斯在世，牛顿复生。再一次，江南成了焦点中的焦点。组委会颁奖的一刻，龙国就是全场最靓的仔。江南同学，有没有兴趣大学来我们大洋加之哥大学就读？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最高等的奖学金，每年30万洋元，如何？江南同学，我们土豆理工学院物理系世界闻名，你若愿意，我立马就让人给你发录取书，奖学金每年50万土豆币。江南同学，论物理专业，我们马省理工排世界第4，值得你选择，且每年奖学金80洋元，本硕博连都考虑下。论物理专业，我们哈佛还在马省之上，这从本次国际物竞在哈佛举办就看得出来。江南同学，这次你也看到了我们哈佛的校园风光，是否考虑大学来哈佛读？你放心，哈佛给你的一切待遇都是最好的，不仅每年100万洋元的奖学金，且本硕博连读，完成学业后便可留校成为哈佛聘请的终身教授。疯了，简直就是彻底疯了！世界前9的名校专家教授纷纷拉拢江南，并开出了巨大条件，最高奖学金是100万洋元，等于600多万龙国币。然而江南想都没想，便全部拒绝。他却从未考虑过背井离乡，毕竟万里之外还有一位蓝色战衣在苦苦等着他。男神老师，我们要先一步回国了，咱们大学再见。男神老师，高考结束后，你若有时间来魔都玩的话，可一定要来找我印印，人间天上，保证安排的妥妥的。你别听老印瞎说，魔都都是钢筋水泥，没啥好玩的。
不如来我们云北，我带你去古老神农架，那才有意思了。去啥魔都云北，还是来帝都燕北吧。本来老梁就在燕北，我和岳林高考完后也会过去，正好一聚。还有，男神老师，你想读哪个大学啊？国内还是国外？清北还是其他？然而，江南并未做出回应，送走梁长青等人后，化生竞赛也拉开了帷幕。系统发布任务：国际化学生物竞赛，请宿主1轮获得43分，2轮获得48分。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江南比走龙飞。经过4轮奋战，国际4进也终于落幕，1人4超分，这究竟是创造4进历史，还是毁灭4进的权威？农国牛蛙，江南更是牛蛙中的牛蛙，4进4六24枚金牌，获得4进团体冠军、个人冠军，这绝对是一个最巅峰的战绩。领奖典礼上，江南并未出现，此刻他避开所有媒体、所有名校的拉拢，悄悄地坐上了飞往龙国队航班。他上一堂课，竟要校长和女老师亲自伺候才睡得着。江南同学，要不去我办公室睡吧？不好意思，校长，换了地方我睡不着。江南同学，主要是我有点事跟您老商量。烦死了！你说啥？老谷啊老谷，你坑我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那些记者我一个都不见。江年，这次我真不好推，这可是涉及到你的将来，所以才把你请来跟你商量一下。直接说吧，到底是谁找我？不是谁，是一群人，都是咱国内一流大学招生办的，我都给你拖了好几天了。好吧，国外大学我没考虑，咱这国内也是该见见了。然而很快江南就后悔了。这人也太多了吧？难道是所有985、211的人都来了吗？江南同学，我们等你等的好苦啊！我代表峡大对你做出最诚挚的邀请，如果你愿意，可以不需要参加高考，大学便可以直接来我们峡大就读。江南同学，我是复旦招生办负责人，身为全国10大院校之一，我们复旦不仅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且拥有最好的教学资源和基础设施，你就来我们复旦就读吧。江南同学，我是南大招生办负责人，同样是全国10大院校之一，而且你名字中有个南字，咱们有缘啊，你就来我们南大吧。几乎在一瞬间，众多高校负责人便把江南团围住，争先恐后的发出邀请。各位高校老师，大家安静下，你们人太多了，声音也太大了，不然我们换个地方，然后排好队，一个个上台发言如何？最终，众人便辗转战场。各位老师，场子我已经安排好了，鉴于在场人数实在太多，所以我建议每所高校只能上来1人发言，最多只能讲3分钟，只要你们能打动江南做出选择，作为3中校长，我们学校不会干涉。接下来有请第1人上台。这一幕简直像极了应聘者在面试，一个个上台发言，任凭江南挑选。江南同学，我是龙科大招生办负责人，我就3句话。其1，你若来我们学校，我们给你提供每年100万奖学金。其2，你可以选择本硕博连读，导师任选。其3，将来我们保你可以进入龙科院。江南同学，来我们复旦大学，我们可以提供你最好的学习环境，再加每年有120万奖学金，且你需要什么尽管提，我会全力满足。江南同学，来我们浙大吧，奖学金每年150万起步，本硕博连读，导师任选，将来同样保你进入龙科院。江南同学，我们魔都交大排名全国前3，只要你愿意来，每年奖学金180万，且除了导师任选，未来保你进入龙科院之外，还可以给你配备私人实验室和助理。紧接着，一个有一个的高校招生办负责人上台，100万、120万、150万、180万，越往后喊价越高，最后更是涨到了250万。正当南大负责人爽个一批的时候，下一秒，江南同学，为了表达我们华清对你的渴望，奖学金可以给你提升到300万，其他条件别的学校能给的，我们华清同样能给。导师任选，专业任选，本硕博连读，也可以分开读。你想哪位教授指导你，就让哪位教授指导你。若1位不够，即便是多位都可以。随着唐啸虎话落，在场其他高校负责人震惊的差点直接把舌头咬断。什么奖学金300万，还可以要求多位教授共同指导？华清为了争江南，真是下了血本了，逼得后边的人无路可走啊！就在此时，江南同学，凡是华清能给你的，我们燕北同样可以；而华清不能给的，我们燕北也能给。除此之外，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你入学之后，我们会在学校附近给你提供一个最少2室1厅的私人房子，只要你成绩出色，这房子就归你了。此话一出，满场在惊。燕北为了抢人，真是疯了。帝都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啊，
江南同学，燕北能给的，我华清也肯定能给，有条件你尽管提。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看重，不远千里而来，但不好意思，我只能选择一所学校，所以新北2位负责人留下，至于其他人就对不起了，请回去吧。随着江南开口，8所高校之间的大战便是彻底落下了帷幕。2位老师，你们的条件都不错，但我还想说说我的要求。我会本硕博连读，但属物化生等相关专业我都会研究，不局限于某一门。第二，大学期间我想要绝对的自由，我想上的课程自然会去上，不想上的课程就不会去上，学校不能强求。第三，我也许会进行一些实验，所以希望学校能提供一间私人实验室。江南同学，你的要求我都答应。我们华清有以工科出名，在数物化生相关专业绝对是你的首选。江南同学，我们燕北在这方面实力也并不差，且我可以保证你在大学期间拥有绝对的自由，所有课程自由安排。此刻2人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意思，对此江南可就犯愁了。然而就在此时，2位老师十分抱歉，那龙科院来人了，想见江南，所以他需要跟我离开一会。江南选学校这事，让他考虑一下之后再谈。说完，古校长便带着江南扬长而去。秦师兄，你说江南会答应吗？这不好说，虽然上边批了足够多的活动资金，但那东西的价值你也知道，不可用金钱来衡量，咱们只能说是尽力吧。真希望江南能答应，如果能得到，足以让国家相关科技的发展速度加快数10倍不止。话说这江南还真是厉害，要不是年龄小，那几个老头子都想直接将其收进我们龙科院了。秦沟、洛沟，他就是江南。江南同学，我是龙科院秦云鹏，他是洛星，很高兴能见到你。江南微微点头，便直接拿出一个盒子。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东西，完美石墨烯。什么？江南同学，什么条件都没谈，这完美石墨烯这样给我们了？盒子里不仅有完美石墨烯，还有制造方法，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但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专利权归我，而你们一丝一丝，每年给我1块钱专利费，不过分吧？什么？1年1块钱的专利费？我不是在做梦吧？此刻2人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放心，我说出的话从不反悔。至于其他的，暂时没了。最近我要考试，你们就别来打扰我了。再见。说完，江南转身便离开了校长办公室。马上就要高考了，他真是睡一天就少一天。系统发布控分任务，本次高考，请宿主所有科目都拿满分，不留遗憾。事后将奖励脑域开发1次。这狗系统关键时刻不仅没闹幺蛾子，还提前说出了特殊奖励，这次还不错，值得表扬。卷子到手的那一刻，江南奋笔疾书，埋头沉浸在答题之中。江南同学，你觉得这次高考语文试题难度如何？今年试题还行，就是有些简单。那你作为咱江城第一天才学神，有什么话对未来的学弟学妹们说吗？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来往搏杀，成败还看今朝。诸君，我们山顶见。我靠，那个小子也太嚣张了吧！居然说今年高考试题简单，还特么山顶见，这简直就是上嘴皮挨天，下嘴皮碰点，不要脸只要嘴了。谁能告诉我他是谁？傅克兵，你小子没听说过男神这2个字吗？男神？你是说他就是江南？我靠，我特么真是有眼不识金山玉，居然抨击了男神！你丫的！快来人呐！我逮到一只抨击男神的喷子！什么？敢喷我老公，都特么闪开！下午3点，高考第2门数学正式开始。卷子一到手，江南便一口气把9道单选题和3道多选给做完。这最后一道压轴题，应该没有人不会做吧？已知函数 f 解一求导数得 f(x) 等于 ln x。仅几分钟，江南便轻松搞定，随后便呼呼大睡了起来，直到考试结束，他才醒来交卷离开。之所以不提前交卷，是因为他实在不想再让那些记者给堵住了。正是因此，才让王胖子有了一个露脸的机会。这位同学，我看你是第一个从考场走出来的，请问这次考得怎么样？不错，非常不错。What？ 同学看你还挺自信的，那请问体测1000米和这次数学考试哪个更难一些？体测和数学嘛，简单，都挺简单的。因为你们猜的不错，我曾经就是体育生，不过我现在已经转为体育特长生了。不要问为什么，虽然我文化成绩那么好，手艺努力，就被燕北给录取了。这死胖子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就这魁梧健硕的身板还能被燕北给录取，你是认真的吗？我怎么就一点不信呢？你不信我也没办法，这次高考数学题都是非常基础的，比平日主考还简单，简单到我有点虚。
我只花了10分钟就把选择题给做完了。不行了，我忍不住了。你这就是典型的想蹭热度啊！你接下来该不会说压轴题也很简单之类毫无价值的话吧？这样，压轴题真不难，但我为了能第一个交卷出来接受采访，所以压轴题就控制满线。当然，就算满线也没事儿，反正我已经保送了，过来就是看一下卷子难度，体验一下高考罢了。次日，高考的最后一天，上午理综，下午外语，江南一目十行，手上速度一点不慢。随着夜幕逐渐降临，高考结束了。当晚，几乎所有毕业班级都会有一个必走的流程，那就是班级聚会。虽然高考成绩还未出来，绝大部分同学还不知道大学将去何方，但可以肯定，绝不会再聚于一地。也许今夜就是最后一次相聚了。高考结束了，高中结束了，这么开心的日子，咱们今晚不醉不亏。此时江南心里五味杂陈，今夜的他破了这辈子的第一次9戒。男生说的没错，咱们拼命了3年，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高考吗？现在高考结束，大家考的也都不错，几乎都是170%，都能去一个很好的大学，这绝对是个大喜庆日子。我提议集体共敬男神一杯，若无男神辅导，我丁燕子此刻还是垃圾一个，能跟男神同窗，这个牛皮足够我吹一辈子。感谢男神老师的再造之能。我素语一生从未服过人，唯有男神老师除外。对于男神老师，我是心服口服。我张浩一生不拜天地，不敬葛神，只拜父母，只服男神。高1高2的时候，有一个跟男神学习的绝佳机会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等到现在高考结束，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绝对会珍惜与男神同窗的每一分每一秒。此刻众人脸上充满了对江南感激之情的同时，内心也是塞满了遗憾。过去，我不太愿意给你们上课，是因为你们确实太菜了。但你们既然都叫我一声男神老师，那今天我就再给你们上最后一课。天地苍苍，乾坤茫茫，4班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此刻江南酒精上头，嘴皮子完全刹不住了。他说了很多令他想不到的事，今晚这番几乎改变了所有人的未来轨迹。我这是在哪？这不是白英英家吗？我特么还躺在她床上。昨晚我到底喝了多少？都干啥了？江南，你醒了？怎么样？还头疼吗？我做好了早餐，还准备了蜂蜜水和果汁，据说可以缓解酒后头疼。快起床吧。那个英英，我不头疼，我昨晚喝的太多了。我怎么睡在你房间了？这该怎么说？直接告诉他，他就是个 LSP， 昨晚酩酊大醉，刚进门就钻我房间，死赖着不走。哎，算了吧，你也知道自己昨晚喝多了啊。我想劝你来着，但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你喝晕了，我不得不把你给背了回来。我看你浑身酒气，还脱了半身，没办法，只能帮你把衣服脱了洗了。好了，赶紧穿衣服出来吃早餐了。我先出去了。不对啊，我怎么依稀记得是我主动进的白英英房间，然后就赖着不走了。片刻后，江南走出卧室，朝正白英英走了过去。江南，你要干嘛？我没想干嘛，就是干些该干的事而已。英英，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喜欢你，你能跟我在一起吗？此刻白英英瞬间就僵住了。天哪，我没听错吧？江南在跟我表白？你不答应吗？你若是不答应，我这就离开，不会再来打扰你。别，我答应。江南，你在对我女儿做什么？做什么？这还不明显吗？真是大惊小怪。好家伙，敢占我女儿便宜还理直气壮，看我不打死你！话音一落，白凤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反了你了，想打我女婿吗？多大点事儿？江南不错，我觉得这挺好的，我同意了。老婆，怎么不服吗？服，大写的服！臭小子，拱了我家的白菜，还在那里傻笑，看我不打断你第5条腿！幻想，刚才都只是江南一瞬间的幻想罢了。爸妈，你们不是在公司吗？怎么回来了？怎么，我们难道就不能回来吗？本来是想给你庆祝，你高中辛苦3年，终于结束了。要不是我们回来及时，这白菜可就要被小野猪拱完了。爸，你说什么呢？什么白菜小野猪的？他是江南。江南就可以随便拱白菜吗？哼，小子，你是不是该给我这饲养员一个说法呀？爸，这有什么说法的？我们正准备吃早餐呢，你们坐，我去给你们盛粥。
江南，你帮我一下。英英，等一下，叔叔阿姨，你们不是要我给个说法吗？我只说一句，我喜欢英英。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不敢与英绝。既然你们看见了，那也正好，以后英英就交给我来照顾，如何？听见江南这话，两人瞬间就懵逼了。好家伙，这可真是好家伙！公我家白菜被撞见，不应该是满脸心虚慌张的吗？到他这里，怎么变得理直气壮，直接要人了？别人家的女婿见岳父，那都跟孙子一样，怎么到了我这却截然不同呢？到底他是未来女婿，还是我是未来女婿？特么是不是把角色搞反了？老婆，这小子有种！想当年我也是借此强势赢得美人归，跟我有一拼啊！这小子这么一细看确实不错，长相、品性还有钢琴才艺都称得上是超一流，或许把英英交给他也很不错。尽管如此，白风还未有些纠结不甘，但江红雪拿定了主意，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那个小野，江南同学，我刚认真考虑了一下你的提议，你跟我女儿还挺搭的，而且我女儿也挺喜欢你，所以把英英交给你来照顾，我没意见。但丑话说在前头，以后要是让我发现你敢对我女儿不好，或者欺负她，我可不会轻饶你。放心吧，叔叔，我会对英英一辈子好的，绝不会欺负她，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翁婿俩得喝一杯。我可跟你说，我那酒窖里可藏了不少陈年好酒，平日红雪可不让我，平日我都舍不得喝。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就是半天。此刻白风已是烂醉如泥。今天可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我这饲养了18年的神兽，终于由傻帽接盘了，绝对要普天同庆，大喝特喝。红雪呢？我的红雪在哪呢？老婆，赶紧来扶我一下！只听见啪的一声，白风就被江红雪呼倒在地，江南更是被吓了一跳。英英，你爸喝醉不小心倒地上去了，我来处理一下，你带江南出去走走吧。江南同学，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老白每次喝醉就喜欢躺地上。英英，我也喝多了，有点头晕，要不陪我出去吹吹风吧？转眼来到半个月后，今天是高考成绩出炉的日子，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三中。江南更是凭借总分750分的成绩登顶全国第一。我是彻底服气了，江南裸分居然都有750分，最近10年他绝对是高考第一人吧。男神不仅国际竞赛能超分拿第一，这高考又是全科满分，显然他是各科全能，而没有丝毫缺陷啊！这世上为何会有如此优秀的男人？过去我以为自己是天才，但在认识了男神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啥也不是，真是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男神的实力唯有用生烤小母牛来形容，看得我都懵逼了。除了江南，白英这小姐姐也是牛啊，裸分749分，全国排名第2，仅次于男神。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白英此刻瞬间晋升为全民女神。秦雨墨虽比不上白英，但也考了718，所以张浩等人均达到了650分。304班不仅占据了全国第1、第2，更出了4个清北学生和10几个650分以上的超级学霸，剩下的全都过了一本线。此刻三中看门的大叔以及清洁的大妈都是挺直了身板，在记者面前侃侃而谈。作为三中的老师，更自豪无比了。校长古天玄更是吟了一首打油诗：金玉奇才有男神，接连夺冠创佳绩。似晋国一名史阳，在战国外中称王，一己之力肃全班，带动全校嗷嗷战。今年高考牛娃娃，强夺1、2顶呱呱。清北不多就4个，重点不少200人，一本仅有588，二本也才999，力敌名校不示弱，江城登顶是三中。若问功劳归谁有，众人必指江南神。恭喜宿主完成高考满分任务，特奖励身体素质+6，各科基础+6，各科潜力+6，积分+600，以及脑域开发1次。检测到宿主可进行1次脑域开发，请问是否立即进行？进行。脑域开发有一点痛楚，若宿主不愿承受，可选择放弃。不就是一点痛楚吗？给我赶紧进行。而下1秒。怎么会这么疼？脑袋都要裂开了！狗系统你特吗？不知过了多久，疼痛才消失殆尽。江南感受了下自身变化，竟发现自己的思维运转速度极快，五感也变得超乎敏锐。恭喜宿主，高中结束，即将进入大学，现有学科正在进行拓展升级。我这高中所有学科都达到了圆满9级，可这学科一升级，怎么都打回原形了，且每升1级
居然要消耗1000积分，你这狗系统还真是坑啊！系统由于升级导致消耗过大，即将进入休眠模式，休眠时长未知。若宿主能自主将众学科之机的理学提升到5级以上，便能提前唤醒系统，并获得神秘大礼包和10万积分奖励哦。所以宿主大大请加油，记得想念我哈！这个帅哥好帅呀，比新来的叶经理还要帅1000万倍！不行了，受不住了，得赶紧去探换一间。这有着黄金楼层的702房，就它了。不好意思，这里的房不卖给你们。叶经理，为什么不卖给他们啊？人家房子都挑好了，而且是全款，就准备付款了，您怎么能？给我闭嘴！哪来那么多为什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哼，怎么这才刚毕业，你们就到买房这一步了吗？叶知秋，你怎么在这？我怎么在这？这个问题不得问你男朋友吗？若不是他，我怎会被踢出校队？靠文化成绩考大学，结果却名落孙山。什么？你没考上大学？今年的高考很容易啊！你真是菜到家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倒霉鬼啊！哼，没错，我就是那个考不上大学的倒霉鬼。你不仅在我面前抢走了白英英，还害得我摸不了球，上不了大学。不过我并不恨你，相反还要感谢你，你让我提前进入了江湖。这外面的世界可真精彩，啥都缺，就是女人不缺。这白英英再好看又能如何？我失去了她一个，却又拥有了无数个。我叔叔就是负责这里水小区的副总，我就是这的经理。即便你们考上了大学又能如何？最后还不是朝9晚5的打工仔。我靠，你莫不是傻了吧？即便你是这儿的经理，也不能阻止我买房吧？告诉你，只要我在这一天，你就别想买这里水小区的房。这房子今天我还就买定了，我说的耶稣也改不了。这叶知秋靠关系当上这售楼经理真是飘了。然而江南却不惯着他，只见他掏出手机，就给他未来老丈人拨通了电话。没错，这里水小区就是白英英家开发的。而江南得知白家真正实力的那一刻，不免有种软饭硬吃的感觉。江南，你摇人也没用，这不是学校，我说的话在这就是王法，谁都不好使。几分钟后，叶半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叔叔，你不在后边办公室休息，怎么跑到这前面来了？叔叔，你打我干嘛？我打你干嘛？我不仅要打你，还要废了你第5条腿。我特么是哪辈子造的孽，居然有你这么个不长眼的侄子，给我捅这么大娄子！快说，人呢？人什么人？江南跟白英英吗？对，一个姓江，一个姓白。集团总部白董事长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就是他们。我们在这。叶知秋，现在你被开除了。宝兰，赶紧把他给我丢出去！说完，叶半山便颤颤巍巍地跑到江南面前，一阵点头哈腰的道歉。很快，房子的事就搞定了。江南同学，你终于回来了！你提出的那些条件，学校全都答应，并且还把奖学金提升到330万。江南同学，我们燕北与华清一样，我们2家已经达成一致，无论你选择哪所学校，另一所同样欢迎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选择一所学校的同时，另外一所学校会给你办一张特殊学生卡，除了奖学金和住所没有之外，其他条件都会满足你。2位老师，你们开出的条件都很不错，不过在选择之前，我还有2个条件，你们可以先考虑一下。江南同学，你说。第一，我可能会提前入学，但不是去上课，而是想去2校图书馆看看，随时随刻的那种。江南同学，没问题，图书馆所有门禁特权，24小时为你开放。好。第二，白英英你们应该知道，不出意外的话，她会跟我在一个学校，所以我想问一下，对她有没有好一点的福利待遇？好家伙，我就知道江南与白英英的关系不只是同学那么简单，这明显就是有猫腻啊！白英英同学她很优秀，高考749分，称得上是天才中的天才。既然你提出来了，那我们也不藏着掖着，奖学金1年5，1年100万，同样可本硕博连读，专业导师任选，在校一切费用全免。不得不说，唐啸虎、穆无极2人身居高位，魄力也是真的大。1年50万左右的奖学金，愣是涨到100万，其目的还是在于收江南的心。好，我手里有1枚硬币，1元代表燕北，白菊代表华清，结果如何，就看你们的运气了。我操！居然用抛硬币这种如此草率的方式决定，可真是那啥倒立，那啥冲天了。最终白驹朝上，一旁的穆无极不得不一脸黯然的提前退场。几天后，江南提前踏上了燕京之路。当他刚上飞机的那一刻，没想到江南同学，此人正是国际竞赛中与江南打赌的剑桥大学教授、土豆皇家数学协会副会长迈尔斯。迈尔斯教授，你怎么会在这儿？
江南同学，我之前跟你打赌不是输了吗？我是来履行赌约的，但跟你发了不少邮件你都没回。昨天老方说你要去燕北华清，这不我去找你吗？没想到在飞机上碰到了。我当时也就顺口而为，你怎么当真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怎能说了不算？不得不说，这迈尔斯竞争的一言九鼎，16码难追。两人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江南撸了很多羊毛，他已经迫不及待想把等级提升到5级，好唤醒系统。江南，这里。唐老师，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剑桥大学数学系教授迈尔斯，以后他就在华清教学了。什么？你就是菲尔斯奖获得者迈尔斯先生？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到我们华清教书？我之前跟他打赌，他输了，所以他来履行赌约了。哦，这次真是赚大发了！为了高价挖江南，学校不少人反对，现在我看谁还敢再瞎比比。此时，华清办公室不少人还在为高价挖江南真是喋喋不休。校长花330万一年的天价奖学金，这事儿你和唐主任做的确实有欠商榷。当然，我不否认那个江南十分优秀，但国内高校的奖学金向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上限，最高100万，一旦超出这个上限，势必搅乱招生秩序。老王说的没错，一年330万，4年就是1320万，更别说校长你还给他那么多特权，什么绝对的自由，课想上就上，专业想选就选，他到底是来上学的，还是当大爷的？此刻，在场众人纷纷朝校长一丘抱怨。如果说330万的天价奖学金是导火索，那江南想要绝对的自由以及专业不固定、导师不固定，那就直接引燃了炸弹。校长，反正我们美院是不会收这种学生的，毫无学业精神，你还是问问其他院系吧。我们生命科学院倒是可以收，但他想挑多位导师，怕是没哪位教授同意。我们理学院肯定收，且众多专业教授他都可以随便挑，但仅限于专业一教授。我工学院与理学院一致，江南的数化生4科上的天赋，我们求之不得，但前提是他能说服众多教授收下他。这可真是好家伙，一群人来施压我这个校长不成？那个刘院长，你们美院就用不着凑这热闹了吧？如果刘院长闲心多，还是先解决一下你们这届毕业生的设计问题吧。你知道网上大众都是怎么评论你们这届毕业生的模特走秀吗？艺术可以接地气，但不能接地府，手持花束，两眼发白，这特么是贞子吗？作为把关的老师，你要负主要责任。所谓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此话一出，刘院长顿时就坐不住了。就在此时，校长一丘的电话响起。什么？老唐，你说什么？江南把迈尔斯弄到我们学校教学了？这真是挖一赠二啊！赚了白英英不说，现在又加一个菲尔茨奖获得者迈尔斯，别说330万，530万都值。江南同学，我是校长一丘，欢迎来到华清。江南同学，我是理学院负责人李维。久闻你最擅长数物化生4科，更在国际4竞中夺得第1，正是我们理学院需要的人才。加入我们理学院，保证不会让你失望。老李，你这话可就吹大了。我们工学院共有13个系，数十个专业，依我看，江南同学选择我们工学院才对。我靠！上一集还叫嚣反对我，他妈这一眨眼就变脸了。见此一幕，江南几乎要哭了。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泡泡图书馆里，你们用不着如此热情吧？易校长，我看你们还是先接待迈尔斯吧，他已经答应在华清全职任教了。至于我，带我去住的地方就行，还有安排好24小时出入图书馆的权限就好。院系专业啥的，我暂时不做选择。好，江南同学，我这就让人给你安排。说罢，校长一丘便让人带江南先行离开。迈尔斯先生，欢迎你远道而来我们龙国华清，你放心，我们肯定会给你最好的待遇。走，上我办公室聊，顺便把10年合同签一下。这张口就是10年，我不会是掉入狼窝，走不掉了吧？这是哪儿蹦出来的小丑？几秒钟就翻一页，几分钟就看完一本书，就算是扫描一也没这么快啊！怕不是学了个寂寞吧？哼，不过就是故意哗众取宠罢了。周边不少人心里都在嘀咕，而江南并未理会。此时他早已沉浸在书的海洋里。时间1分1秒的过去，铁打的江南，流水的自习者，眨眼就到了晚上。同学你好，我见你看的都是数学类书籍，应该是数学专业的吧？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可以请教一下你吗？可以，你问吧。谢谢你。就这3道题，我想了好久都没解出来。这妹子是来搞笑的吧？这题很简单啊，她不会是找理由跟我搭讪吧？同学，这就是个拉格朗日函数问题。第一题，已知曲线 c 设拉格朗日函数 L，
第二题，设有界区域地势。第二题倒是微微有点意思，解。第三题，设 n 为正整数。3道题，江南加起来不超过3分钟便全部做完了。答案如此简单，只要多看几本函数相关的书就会了。可你居然不会，莫非你跟我一样，也是还未入大学，提前来华清图书馆自习的？这可是以前的考研压轴真题呀！你居然这么快就做完了？还有你说你是提前来图书馆自习的，我一个大3的学姐都做不出这考研真题，你一个高考生轻而易举就做出来了。你是大3的学姐，那你也太菜了吧？难道都不看书的吗？但凡多看基本函数书，也不至于做不出来这种简单题啊！听见这话，林清雅差点一口老血直接喷出来。我靠！要不要这么嚣张啊？你一个刚高考结束，都还未进入大学的小学弟，竟敢鄙视你大3的学姐，你不就是数学厉害一点吗？难道数学厉害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太气人了！哼！这学姐脾气倒是挺大，自己菜还不让人说了。一整个暑假，江南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住宿华清图书馆、燕北图书馆，从数化生到天文、地质、地理、地球物理、力学等10几个学科的无数书籍翻阅了个遍。很快，暑假结束了，各地新生陆续到校报到，而白莹莹也马上要到了。学姐你好，这里是华清新生接待处吗？是，这里就是。请问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哪个学院的？我做一下登记。我叫白莹莹，经济管理学院。我叫秦雨墨，交叉信息研究院。我叫林浅浅，工程物理系。我叫冷月玲，理学院。这都是妥妥的女神啊！爱了太了，这几个学妹我追定了。尤其这个白莹莹，这里有4个学妹，咱们刚好有4人，一人负责1个，千万别自乱阵脚。此刻一边做登记并查阅4人信息的林清雅，下一秒就被震惊了。林浅浅奥进国1，物竞省1，化竞省1，生竞省1，保送。冷月玲，国际 IMO 竞赛金牌，保送。白莹莹，高考749分。秦雨墨，高考718分。今年的新生都这么变态的吗？一个比一个厉害。最差的秦雨墨也考了718分，而且是裸分的那种，其余3人更是一个比一个不得了。看，男神来了，男神老师，江南，我想死你了！这白莹莹有男朋友了，为什么女生都是别人家的？实在没天理啊！此刻不知何时，秦雨墨、林浅浅等人身边站满了人。男神老师好。王胖子、苏野、张浩、丁妍子、李倩倩、依依、冷言、秋白等几10号人都出现在了燕京。当然，他们的学校都各不相同，有的是华清新生，有的是燕北理工，有的是科技等学校。他到底是谁？这么多人都恭恭敬敬的口称一声老师。我靠！你们怎么都来燕京了？人家秦雨墨、林浅浅、林雨、秋白、冷月玲来燕京可以理解，毕竟是清北2校无疑。可你们这未免也太巧了吧！男神，可不仅仅是我们来了验证，我们班级所有人都会来验证。据我所知，咱们3中只要上了600分的，全都报了燕京的大学，而上了1本的，绝大部分同学也都报了燕京的大学。懵了，江南彻彻底底懵了。咱3中高考上了600分的足有199人了。而上1本的好像有500-600个吧？你们全跑燕京来了，这是不是太儿戏了？男神老师，你给咱4班上的最后一课，无疑不让我们感到热血沸腾，所以我们均决定来燕京跟随你。就因这最后一课，把全班几10号人带偏了不说，还把3中数百号人都给忽悠去了，这黑锅我能不背吗？此刻江南心里可谓是泪流成河，但表面上还是要强装淡定。人都来了，总不能赶回去吧？行吧，既然都来了，那就来了吧。以后多联系，我就在华清或者燕北，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来找我。与此同时，一位短发老者出现在了图书室，他姓陆，名承周，在龙国数学界乃至全世界的数学领域赫赫有名。曾证明过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几何分析，被称之为几何分析学科的奠基人，也被大洋时报尊为数学王国的凯撒大帝。阿贝尔奖获得者辛巴说，即使在哈佛，陆承周一个人就是一个数学系。这简直就是妙啊！竟然有人独辟蹊径，写出了孪生素数猜想的第3种证明方法。天才！这特娘的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有限域证明法？太不可思议了！这著名难题孪生素数猜竟然给证明了。陆报铭记卡拉比猜想辉煌之后，如今又有这一辉煌战绩，整个数学界必将迎来一场大动荡啊！老易，你就别恭维我了，这个证明方法
并不是我想出来的，前面2/3是别人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续正了后边的1/3罢了，所以此功劳并不在我。什么？这怎么可能？孪生素数猜想是世界公认的数学未解难题之一，除了陆老你之外，华清谁还有这个实力能将其证明出来？具体我也不知道。暑假之前，我曾经在理综图书室研究过，并将一些方法记录在了笔记本上。今天回校，我才发现有人动了笔记本不说，还写出了第3种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方法。我查了监控，但最后一排书架是死角，根本监控不到。看来的慢慢守株待兔了。大家好，我叫白英英，来自滨海，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大家以后多关照。话音刚落，白英英便走下了讲台。班主任甄美丽见状，立马补充道：“白英英同学可是非常厉害的，今年高考裸分749分，是全国第2名，大家多向她学习。”我去，不是吧？人还长得这么漂亮就算了，成绩还这么好。在白英英回到座位后，班里最后一人也缓缓走上了讲台。曾有戏言说，人类的颜值是靠4个人撑起来的，那就是古月虎、古乐天，我，还有拿手机正看视频的你。但从今天开始，这戏言将要打破了。大家好，我叫江南，来自滨海。这位江南同学可是今年的高考状元了，不仅高考裸分满分，且在国际4竞中的战绩可谓打破整个竞赛史的记录。我操！男神之名可真是如雷贯耳，终于见到真人了。且跟我在同一个班级，简直激动到飞起啊！话说咱们班居然聚集了高考第1的男神和第2的女神，简直牛蛙 class！ 就在众人惊呼的同时，自命非凡的季大少却满脸怒气。好一个江南，迟早有一天我会告诉众人，我才是最优秀的。这白英英和班长的职位也必将是属于我的。以后大家都是一个班的，一定要相亲相爱，共同进步。从明天开始，你们将进行20天的军训，大家一定要养好精神。完蛋了，完蛋了！太阳那么大，军训几天还好，要真来个20天，不死也要脱层皮啊！我刚查了下天气，未来20天都是大晴天，白天温度过30。可怜我这好不容易才保养出来的滑嫩皮肤，肯定会晒得黝黑黝黑。江南，你不担心军训吗？我不担心啊。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军训。哪里？傻瓜，你要是不想参加军训也是可以的，我可以帮你跟老一说，免除军训如何？不用，军训虽苦，但我还是想参加。你确定不会后悔？不后悔，我要把该经历的亲身经历一番，如此方能有所成长，不是？好吧。接下来的10几天，江南2点一线，好图书馆，接白英英，作息规律的一批。同时，图书馆复习请教江南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在华清和燕北2校的考研圈子里都出名了。同时还多了一个图书馆扫地僧、讲神的称号。相较于江南悠闲的看书解题，那边的军训可真是水深火热。白英英同学，天气太热，我给你买了西瓜，你赶紧来一块解解暑吧。不用，我有水，谢谢，你自己吃吧。怎么了，白同学？难道你看不上我吗？我就是看天热，给你买块西瓜而已。咱们都是同学，班主任也曾说过，要我们相亲相爱。这才刚开学，你就对我有意见了吗？就在这时，一只黑手突然伸出，抢走了季晨手中的西瓜。江南，你特么敢抢我瓜？哟，看着还不错，就是不知道这瓜保不保熟。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似的？江南，赶紧把瓜还给我，这是我给白同学买的，你凭什么要吃？凭什么？就凭我是英英男朋友，所以用不着外人献殷勤。他缺什么，我自然会满足他一切。至于你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再敢靠近英英半步，后果自负。身为同班同学，我好心给他买瓜解暑，怎么了？怎么了？没怎么，反正我就是不喜欢。英英，你说你喜欢他送的西瓜吗？我不喜欢，我更喜欢你送的。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正好，我就是来给你来送西瓜的，还有你爱喝的奶茶，更有专门解暑的柠檬水、酸梅汤和绿豆汤，班里人都有。你看，已经来了。话音刚落，几位小哥就在众人面前停了下来。江南，你给我等着吧。时光荏苒，眨眼间军训结束，江南再次来到图书馆，拿起了那本还剩周氏猜想未证明的笔记本。这题还真是有点难度啊，搞得我的手气痒难耐。今天说啥也得将你解出来。原题如下：素数也叫质数，是指能被自己和一整除的数。解，首先化解周氏猜测为。不知过了多久，若达的笔记本已被江南密密麻麻写完大半。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抢了我风头的图书馆扫地僧有多大的神通。来人正是堪称为神第2的数学系超级学霸任峰，已经是大4的他，战绩赫赫，却被新生江南抢了风头。叔叔可以忍，婶婶不能忍。他这是在写什么？数论吗？还是函数？不等式解。
看上去有点像是归纳法。不对呀，我他妈华清数学系第1天才，居然看不懂？难道说我是读了个假大学吗？江南所写的许多公式都是他前面推导出来的，课本上根本学不到，所以任峰能看懂才怪。但身为数学天骄，强烈的自尊心告诉他，他必须要看懂。我找他麻烦，现在都还没出手，就被他写的东西难住了，还搞个屁呀！江南奋笔疾飞，全部心神投入在解题当中，以至于都没发现任峰到了身后。我靠！周氏猜测，他是在论证周氏猜测，不可能！特么的，就算是为神，加上陆老也解不出来，他一定是知道我来了，再乱写一通，故意误导我。对，这小子就是数学学傻了，陷入了魔怔，根本不配当我的对手。呸！死鸭子也就嘴硬罢了。任峰生怕江南发现自己在一脸恐慌中悄悄被溜了。看来以后来图书馆还得带点草稿纸才行，不然一遇到这种题就没地方写。肚子饿了，得赶紧去吃饭，估计英英还等着我呢。臭流氓，大庭广众之下竟敢！你这种人渣！这位同学，你这貌似有些冤枉我了吧？冤枉什么？看你人模狗样的，却没想如此恶心，就是你蒙我了。你特么有病吧？当我不敢还手吗？臭流氓，占我便宜，你还要打我吗？快来人啊，打人了！天地良心，江南可真没摸他，动手打人就算了，结果自己还一屁股坐地上污蔑江南动手。我靠，这人胆子可真大，长得人模狗样，竟然干这事！大家围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位同学，我建议你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别冤枉人。我没有摸你，也许是别人摸了你，或是其他东西碰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保卫室看监控。呸！人渣，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打算，想找借口拖延，把我骗到无人处，再私了是吧？别做梦了，我是不会同意的，你必须当众跟我道歉。学姐说的没错，对于这种人渣绝不能跟他私了，必须让他道歉，曝光他。你哪个年级、哪个专业、哪个班级的？把学生证拿出来。怎么心虚了？不敢拿学生证？心虚你妹啊！心虚！你说要我就一定给吗？真是有病！好啊，你个臭流氓，还如此嚣张，你就等着坐牢吧！就在此时，你觉得我男朋友有必要对你伸出咸猪手吗？我操！什么？这个咸猪手是白英英男朋友？天啊，简直爷青姐，这个消息太震撼了，我难以接受。你口口声声说我男朋友摸你，那想请问一下，你有何证据？证据？这还要什么证据？周边这么多人都看见了。那我想麻烦看见的人出来证明下，可以不？然而众人面面相觑，却没一人站出来。你看，根本就没有人证，说明你很可能是在自说自话，拿口嗨当证据，污蔑他人。白英英，别以为你是校花就了不起，我辩不过你们，但我可以曝光你们。怎么，你这是威胁我们吗？你们这是发生了什么？你们终于来了，这个色狼偷摸我，你们必须严肃处理。你们叫什么？哪个学院哪个班的？我叫李亚茹，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2班，是大3的。我叫江敖书，经管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4班，刚大1。大1的，你先摸了他，然后还动手打了他，是这回事吗？请问您是哪位？我是学校保卫处负责人陈永杰。陈科长你好，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事实与他说的截然不同。首先，我没有摸他，也不屑于摸他。然后，我没有动手打人，恰恰相反，是他率先污蔑不成，便直接动手，然后自己一屁股坐地上。他在说谎。你先等等，咱一个一个来。这位同学，你应该是咱学校的新晋校花白英英吧？看你跟江敖书的关系不一般，请问你在该事情里扮演什么角色？江敖书是我男朋友，他先到食堂来排队买饭，结果就碰到这种事。原来如此。最后问一次，你们有谁看到了江同学摸李同学的经过吗？在场的吃瓜群众有一个算一个，全部保持沉默。李同学，我看这里边是否存在误会？误会？没有误会，此事千真万确。你身为保安，不仅不帮我，还公然偏袒他，我要报警，我要告你们！哼！等等，李同学，我并没有偏袒谁的意思。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暂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毕竟大家都是同学，何况你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所以报警也没用。不过他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摸，我申请调一下监控，然后再决定报警与否，如何？可以，我没问题。那好吧。好，只不过向上申请要将近1天的时间，你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不就是24小时吗？就让你再逍遥1天。哼！说完，李亚茹便率先愤愤而去。你们也可以走了，等监控视频一出来，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好，那就谢谢老陈了。老易，他终于出现了，周氏猜测又给证明了9%，只剩一个结尾了。这简直牛蛙可拉死好吧！
孪生素数猜想、周氏猜测，同时攻克2个，这100%能获得菲尔茨奖啊！他是谁？这次的监控拍到他了，你看，是江南，他才不到19岁啊，竟然能解出这世界性的难题。老易，怎么这个人你认识？陆老，他就是咱花了300多万奖学金挖来的国际4进冠军，人称图书馆扫地僧的江南同学。哦，老易，快带我去见见这位天才，我必须第一时间见到他。人生七十古来稀，作为数学界泰斗般的人物，他这辈子见过的天才也不算少。没想到今天算是见识到了真正的大神，他不得不服。不好了，校长，出大事了！老唐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我跟陆老要出去一趟，有事等我回来再说。校长，我这可是10万火急啊！江南快要被毁了。老唐，你胡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老唐连忙将下午食堂知识的来龙去脉告诉校长。都说好了等监控，这李亚如竟把这事发到了网上，还挂上了江南的照片。现在全网都在网控江南和咱学校。美院又是美院，这简直是污蔑！让刘院长过来。那个校长，事情还没调查清楚，直接怪罪到刘院长头上，不太好吧？调查什么？江南都说了，他没摸，那就肯定没摸。此刻，校长一丘，字里行间对江南充满了偏爱。老易，我陆承周以人品为江南担保，他绝不是那样的人，但该调查还是要调查，咱们得用事实证据说话。老唐，把监控调出来，让刘院长、老陈、江南和李亚如都过来，咱们来个当面对质。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明明感觉是那小子摸的我，怎么就成别人的书包了？李同学，这视频是刚调出来的，绝不会造假，也没必要造假。且你扪心自问一下，画面中的一切是不是你所经历的？李同学，昨天我说过，视频会在24小时内调出来，给你一个交代。而你当晚就添油加醋的曝光了江南，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吗？这也不能怪我啊，毕竟我后背又没长眼睛，大不了我给他澄清一下，道个歉不就行了？道歉澄清那不需要，我已报警，叔叔们随后就到。不是想送我坐牢吗？你就替我先进去感受一下吧。这就是个小小误会而已，怎么闹得这么大？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有些事道歉有用的话，那还需要法律做什么？很快叔叔们就赶到了现场，李亚如在一阵哭爹喊娘中被带走接受制裁。刘院长，这已经是你们美院第2次导致华清声誉受到重大影响了，堪比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给你3个月时间，加强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不然你就退休喂猪去吧。江南，你读书读傻了吧？咱数学一道被国外小觑久矣，国人能否挺起腰板，全系于你身了。所以你要尽快将孪生素数猜想和周氏猜测编纂为标准论文，向数学 SCI 期刊投稿。这个论文我就没自己编撰的必要了吧，毕竟我是真没有时间了。编撰的事就交给我们了。不过江南小友，这孪生素数猜想、周氏猜测困扰了我许久都无思绪，可小友却轻松找到了新的证明方法，并一口气证明了9%，为什么不把后续都写完呢？这算是什么问题？第1次没写完是因为我要去机场接人，这第2次则是我饿了要去吃饭，所以才发生这被人污蔑的事儿。对了，陆老，不知你还有没有类似周氏猜测这种未解之题，借我研究研究。江南，我知道你非常厉害，但能证明2大猜想已经是奇迹，又如何再能证明第3个？除非海底捞月，天上摘星，葫芦藤上结南瓜，铁公鸡下了大鹅蛋。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先沉淀一下，再证其他。陆老您放心吧，我就是对这些猜想感兴趣，想多接触接触而已，能证出来就证，证不出来也不会强求，用不着担心。见江南如此坚持，陆承周只好拿出了黎曼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和 ABC 猜想。江南，你若真感兴趣，可以研究1、2，但如果觉得有压力，就浅尝辄止就好，别陷入太深。江南点了点头，接过笔记本，感谢了几句便快步离开。虽然江南实力惊人，但这一次他足足花了6天时间都没能将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解出来。ABC 猜想啊 ，ABC 猜想，小爷搞不定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我就不相信还搞不定你了。江南此刻暗下决心，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 ABC 搞定，不然一世英名可就毁于一旦了。ABC 猜想，设 A、B 属于正整数 n， 其中 a 加 b 等于 c。解，首先建立一个克莱因曲面的模曲线，然后质数螺旋，再解出环球影空间上的代数组。这小子到底在做什么呢？什么题需要这么多的草稿纸？难道又是上次的周氏猜测？不行，我得摸过去看看。只见任峰再次悄无声息来到江南身后。操！
ABC 猜想的证明，这姓江的到底咋的了？有病吧？老是研究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不撒泡那傻照照，真当自己是陆老这种顶级大师吗？哼！此刻江南全神贯注，笔下一行又一行优美的表达是悠然绽放。直到晚上9点 ，ABC 猜想终于是接近尾声，终于搞定了。小样，小爷就问你一句服还是不服？江南，你看这关于栾素数猜想和周氏猜测的论文还有啥要修改的没有？校长，陆老，这你们拿主意就好。对了，到时候可别忘了挂上你们的名字。这挂名就算了，若真那样做的话，国际上那些阴谋人十有八九会以为是我证明了这2个猜想，而不是你这个第一作者。对你对我对咱整个龙国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了，这事就这么定了。那好吧。对了，江南之前给你的哥德巴赫猜想、黎曼假设和 ABC 猜想，你研究的如何了？这几个猜想的难度还真挺大，要想证明出来，估计还得要一段时间。不过这 ABC 猜想，我昨天倒是搞定了。什么？江南，你说什么？你 ABC 猜想你证明出来了？你不会是开玩笑的吧？此刻两人拿起江南的笔记，瞬间两人就惊呆了。这才1个多星期的功夫 ，ABC 猜想就给证明了，1人3猜想，全世界也没几个啊。即便有，那也是一般性的猜想，其含金量跟江南这3个简直没法比。这绝对是打破了历史记录啊！怕是数学王子高斯和数学英雄欧巴2位在世，也不过如此了吧？陆老，你说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该继续的，当然要继续啊！可是我这食指快废了，废了也得继续，必须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写成论文投出去。龙国数学界一直被外界所诟病，这次1人3猜想，这非得亮瞎他们狗眼不可。陆老，你说的对，不过光我们2个人效率太慢了，还是找个帮手吧。老唐就不错。有了工具人唐啸虎的加入，2人倒是轻松了很多。不过唐啸虎就惨了，这一干就是3天3夜没合眼。这位同学，请问你就是人称图书馆扫地僧的江南吗？啊，你是？我叫马东升，是学数学的。最近常听考研的同学提起江同学你，说任何难题只要问你，都可立马解决。恰巧我手里有一道题，思考很多天一直没有好的思路，所以先拿来我看看吧。那就多谢了，江同学。不错，这是一道有关微分几何的题，有点意思。虽比不上孪生素数猜想，但也不算简单。马同学，你看，在这里可以引入平均曲率延拓性，再进行反证，便可前后贯通。你觉得呢？只见话音刚落，马东升瞬间眸光一亮。哦，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啊！引入平均曲率延拓性，先反证，打通第88页这一小个问题，那后边就全然明了。这里激流的收敛性也必将表达出来。江同学，你真是一个天才，不愧有图书馆扫地僧之称，真是名不虚传。马东升不愧为超级学霸，一点就透。既然明白了，那后边你就自己继续证明吧。如果做不出来，可以再问我。加油！江南同学年少有为，真乃我龙国之幸啊！江南，这位是龙科院的高卫东副院长特意来找你的。高院长您好，不知找我何事？江南同学，你把完美石墨烯及制造方法交给了咱龙科院，使得咱在该领域的进步一日千里，远超过去10年。不说吊打国外，但也绝对走在世界最前列。不若大洋，你绝对要占首功。老朽这次来是专门代表龙科院，代表国家来感谢你的。这是国家给你颁发的2大奖章，国家贡献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除此之外，还有1张1000万的支票和一个30亿厅的房子，以及1辆代步车。高院长，奖章我收下，这钱和房子就算了。起初我就是单纯的想为国家做点贡献，又不是图这些。江南同学，你这番话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但对待有功之人，国家岂能吝啬？这都是你应得的。请不要再推辞了。面对高院长等人一而再的劝说，江南只好收下。随后几人进行了更深入的一番交流。王学长，你在魔角石墨烯和石墨烯超导上确实有不错的理解，不过你这研究的领域稍微有些局限，实际上还可以再扩散化，如根据电子及磁矩运动微观机制的有趣图景，建立与常规体系的类比，再对该体系奇异性质的研究进行形象化思考。还有洛星学姐，你对传感器和半导体的研究同样不错，但也有许多不足。比如在摩尔定律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没想到江南在传感器和半导体领域的认知比我还要深3分啊！此刻两人快要自闭了，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竟被江南给当众指点了。一旁的高院长见状，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两眼泛光。
江南同学，你真是位超级大才呀！要不你直接来龙科院吧？龙科院虽然不招收本科，但你的能力可不是本科生能比拟的，甚至博士后都比不上你。我可以以副院长的身份向上申请，将你提前招入我们龙科院，如何？此刻江南内心也是一阵异动，但想到系统理学等级快要提升了，去龙科院的事以后也不迟。谢谢高院长的好意，但我暂时就不去龙科院了，等过段时间再说吧。很快，江南的3篇猜想论文审核通过。当被刊登出来的那一刻，更是席卷了整个数学界。在震惊之余，大洋、土豆、泡菜等地方仍有一些心怀叵测之辈，言语中充满了诋毁和不服。操！这可是3大世界性的数学猜想难题啊，居然被江南这小子同时证明刊登出来了，这简直就是土楼里造飞机，异想天开，好吧？打死我也不信，龙国就不是正儿八经搞学术的地方，全都是各种套路。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模仿、剽窃盗用，甚至鸠占鹊巢，据为己有。所以说，这个江南绝对就是剽窃者。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要造神，故意将所有功劳都堆在这小子头上。若非不是以上原因的话，我直接把脑袋拎下来，给他当马桶用。我把自己做成人形玩偶，在他面前跪上1000年，尊他为至高神。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奉江南为数学史上的第一奇迹、超级学魔。男神这才刚上大一，就解开了3大世界性的数学难题，那等他到了大2、大3，乃至研究博士的时候，那还不得逆天了。男神简直就是小母牛爬电线，一路牛蛙带闪电，强悍到无边啊！还有谁？我就问一句，还有谁不服？我保证弄不死他，只让他尝尝菊化蚕是个什么滋味。然而此刻作为当事人的江南对外界的动荡浑然不知，一心的投入在了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之上。你们好，请问江南同学是这个班级吗？我们想采访一下他。请问你们为何要采访江南同学？这位老师，全世界都在议论江南同学，你却还浑然不知，难道就不看新闻的吗？什么意思？我这刚下完课，你们就闯进来了，我真不知道啊！你们班的男神已经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ABC 猜想和周氏猜测，并发表在了大洋的数学年刊上，同时被所有官方报道肯定。什么？江南证明了3大猜想，还发表在了数学年刊上？这怎么可能？他平日连课都不来上，怎么能证明3大世界性的数学猜想？此刻真美丽连同全班同学，包括白英英在内，瞬间集体死机。这竟然都是真的，网上都是江南的传说。可是江南才进大学2个多月，甚至连课都没上过，居然拥有证明3大数学猜想的实力，这简直牛蛙可辣死！实在是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我真是不配做他同学。英英，江南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羡慕你，居然能找到一个这么厉害的男朋友。要是我们也有一个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命天子，你们也肯定会找到的。江南那小子一直喜欢藏拙，想当初还是我出了一套奥数模拟卷，让其原形毕露的。想当初我出题，江南解题，我出的越快，江南解的越快，那时我被肯定江南是天才，而且是100万里无一的奇才。此刻相似的话还发生在化学老师毒命黄、生物老师压课堂、外语老师施尔里扬以及班主任胡玉飞身上，就连门卫大爷扫地大妈都感到曾与江南共处一校感到自豪。江南同学你好，我是梁和同，有幸看了你对数学3大猜想的证明过程，真是惊为天人。你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龙国数学界并非是归墟之地，让我们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了一回。梁老您过誉了，我就是随手解了3道数学题而已，不值一提。江南同学你这话就过轻了，可不能跟我这老头子一样，年轻人们该有的傲气还是可以有的啊！为啥每个人都在劝我要有年轻人的傲气和锋芒？胡亦非如此，校长古天玄也一样，到了这燕京负责人，话语也差不多。莫非我真是太老气横秋了？江南同学，你对我比较陌生，但我对你却太熟悉了。平日没少听我孙子提起。什么？你孙子是？我孙子是梁长青，他可一直叫你男神老师来着，咱也不算是外人。江南同学，我这次来仅代表市里授予你优秀个人、先进工作者等一系列的荣誉，并奖励你100万龙国币，感谢你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希望你在科研的道路上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梁和同毕竟是燕京负责人，公务繁多，在百忙之中第一时间来给予江南奖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接着跟江南扯了一会家常，便匆匆离去。江南，你等等，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江南，接下来恐怕有麻烦了。你凭一己之力证明3大猜想，
但国外质疑你的人很多，他们甚至还诋毁你造假抄袭，说我们龙国学风不正。国际数学组织很快就会派人当面考核你的数学实力。考核？这分明是来找茬挑刺的。既然他们脸痒痒了，我倒是不介意抽他们几巴掌。江南，我知道你很强，国际数学组织的人如果真来了，你必须全力应对。一旦考核不通过，他们就会无限放大，不仅你的名声尽毁，咱整个龙国都将沦为笑柄。放心吧，校长，我心中有数，到时候谁丢脸还不一定。什么国际数学组织？他们来咱华清干嘛？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啊！还能干嘛？当然是为了江南一人证明3大数学猜想，名震世界。他们怀疑江南是学术造假，不服来找茬呗。就那些个牛鬼蛇神，即便来了，在我无敌男神面前，也都是垃圾。我们一定要相信男神。这次不可大意啊！据说国际数学组织试下血本了，特意安排了几个3级以上的数学家，其中还有2个5级数学家当顾问。这他妈的就是降维打击啊！这群人绝对是心怀了意，不讲武德啊！2位教授，你们可是5级数学家，数学界5大主神之2，2位居然一起到来，针对我校杰出人才，这未免也太过了吧？你放心，我和利古马斯仅仅只是公证人，不会参与对江南同学的考核。那么，爱丽丝教授，请问一下，你们国际数学组织这次将怎么考核江南？易校长，江南同学不是凭一己之力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ABC 猜想和周氏猜测吗？我们国际数学组出3道分别类似于上边3大猜想的数学题，只要贵校的江南能在规定时间内把3道题解出来，便算考核通过。但只要有1道他解不出来，那算是考核失败。易校长，你们学校的天才江南怎么还不出来？莫不是听见我们国际数组到来，被吓跑了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起我龙国，看不起我华清，看不起我天才江南吗？我可没说看不起龙国和华清，但那江南我是真看不起。才大一便一次性证明3大数学猜想难题，这不是扯犊子吗？正常人这么大的时候，连高数都没入门。路易斯，江南之才是我亲眼所见的，他花了不到1天的时间便证明了周氏猜测，这一点即便是皮埃尔和利古马斯2位教授，怕是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吧。陆教授，这么说你只亲眼见他解开了周氏猜测，但这孪生素数猜想和 ABC 猜想却未曾亲眼所见是吧？校长，陆老跟他们扯什么皮？人家就是专门来找茬的。你就是江南？废话少说，你们考核题是什么？要是难度太低，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我时间非常宝贵的，你们都赔不起。几乎在一瞬间，几人就愣住了。这龙国人不都是唯唯诺诺的吗？这个小子不过18、19岁，口气真是狂妄到了极点。好一个江南，你们龙国人难道就是这样的吗？嚣张、傲慢、咄咄逼人。我嚣张，我咄咄逼人？难道你们打上了门，还要我跟你们说好话？跪舔你们吗？特么的礼节是用在讲理人身上的，对待挑衅者大可不必。不就是3道狗屁题目吗？若入得了我也，我或许还花费点时间解上一解；若入不了的话，那就有多远滚多远。此刻江南可谓是强势的一批，就连校长易秋、陆承洲都被这语气吓了一跳。年轻人，你还真是嚣张了一匹！这是一道有关孪生素数猜想运用的衍生题，你若真有本事，就在2小时内解出来我看看。话音刚落，另外2人也纷纷拿出有关 ABC 猜想和周氏猜测的衍生题。我还以为你们这些3、4级数学家有多牛13呢，就这垃圾的3道题，简直就是脏了我的手。说完，江南竟一股脑的把考题直接撕了个粉碎。你居然把考核题给撕了，公然抵抗国际数学组织，你难道以后就不想晋升数学家了吗？好小子，你完蛋了！我绝对会向上申请，让国际数组对你制裁，全世界封杀你。易校长，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国际数学组织的吗？我们千里迢迢而来，无非是求一个真相，找到3大猜想的证明者。你们公然抵抗考核也就罢了，还撕碎了我们耗费心血所出的3道题。如果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就等着被制裁吧。江南，你太冲动了，不应该撕碎考题啊！想封杀我，就凭你们也配？你们哪只眼睛见我公然抵抗考核了？3个小猜想你们都解不出来，也不相信别人能解出来，不过是一群王伦遗风、嫉贤妒能、弃人有笑人无的小人罢了。就你们这样的，还自称为数学家，真是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活到70，可笑可笑。不就是考核吗？撕了你们那几道垃圾题，我自然有别的办法证明自己的实力。校长，前几天你不是希望我去上公开课吗？今天我就满足你了，现场证明并教学哥德巴赫猜想与黎曼假设。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江南，你说什么？你证明了哥德巴赫和黎曼假设？我不是出现幻觉听错了吧？校长，陆老别激动。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小子，你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说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你以为你是谁？
数学王怎么？别说2个，只要你能证明出1个，我们便承认你之前的3大猜想，并提前授予你3级数学家勋章。3级数学家，这话你也有脸说？3大猜想中随便拿出1个，都足以成为3级数学家了吧？小子，既然3级数学家你看不上，那就给你4级数学家头衔又如何？但前提是你真能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不然的话，今天这事不仅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且整个华清和龙国都要给我们一个交代。说实话，如果国际数组所有人的实力都跟你们这几个3、4级出题者一样，那你们所谓的1、3、4级数学家都不过是垃圾而已。你听的没错，我针对的不是你个人，我是说你们数组所有人都是垃圾。你江南同学，这多余的话就别多说了。你不是看不上4级数学家的头衔吗？那给你5级数学家如何？利古马斯教授，不可。这事由我决定，你们别说了。说实话，如果你能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那就算被尊为6级数学家都一点不过分。但目前没有那个等级，所以只能请你屈居于5级数学家。你看，5级吗？这倒也勉强可行。校长通知同学们上课吧。这小子什么脑回路，撕了3道考核题，却要用难上万倍的2大猜想来证明自己，简直愚蠢。等着看好戏吧。紧张，我好紧张啊！这是哥德巴赫猜想，世界近代数学3大猜想之一。换成我的话，估计直接就粘了。但江南却一脸的从容淡定。老陆，今天我们貌似要翻盘了。江南在继栾素 ABC 猜想与周猜之后，好像真可以把哥德巴赫猜想也给证明出来。此刻江南一人一笔，似要写尽天下风云，道尽一切数学之真理奥妙。不知过了多久，江南终于停了下来。综上所述，哥德巴赫猜想成立。过程我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想必你们也看完了。说说结果吧，如果有问题可以指出来，如果没问题，那你们就该当众公布一下。我操！江南真的解决了困扰世界长达近300年的超级难题吗？哪个教授看得懂？赶紧出来说下结果。怎么都不说话？可别告诉我，你们这2、3、4级数学家的实力到现在都没看明白。此刻国际数组全都面露难色，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他们还真没看明白。就在此时，厉害，江南你真是太厉害了！经过我的验证，你这证明过程没有丝毫问题，可谓完美无缺。这话是我陆承洲以4级数学家的名义说的。哥德巴赫猜想真的被证明了。起飞了，起飞了！这一波，我们华清数学界要崛起了，龙国数学界要崛起了。爱丽丝教授，你们到底怎么说？怎么说？说个屁啊！怎么说？我他妈的到现在都没看懂，好吧？恭贺你，江南同学！经过我和利古马斯教授检验核算，你的证明暂时无误。如果接下来没人能发现问题的话，那数学最高殿堂必将有你名次。不得不说，这是一场龙国人的狂欢盛宴，实在难以想象，原本平平无奇的我，居然会见证历史。等我老了，也终于有故事能跟孙子吹嘘一波了。怎么会这样？1人4猜想，难道上帝、耶稣都站他那边去了？刚上大一便拥有5级数学家的实力，要知道我们是特意来考核他的，结果却被他啪啪打脸，该死！我们回去怎么向上边交代？就在此时，江南又开始了黎曼假设的证明。黎曼假设是关于黎曼泽塔函数泽塔 S 的零点分布的猜想，讨论的是一个数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很感兴趣的问题，即素数的分布。素数又称质数，是像2、3、5、7、11、13、17、19那样大于1，且除了1和自身以外不能被其他正整数整除的自然数。解：根据具有相同度数的每一组情生不等式，除有限多个外，其余全都满足黎曼猜想的要求，即零点全都是实数，且对于度数最低的8组情生不等式，它们的零点全都是实数。由此我们可使用一个新的引理。就在江南激烈论证的时刻，爱丽丝等人气的几乎是要咬碎钢牙。上帝啊，他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就够了，这黎曼假设还是留给其他人吧，不然的话，我以后怕是没脸见人了。此刻江南又入魔了，一行行精妙无比的算式如同铿锵有力的音符，在笔触下流淌而出。综上所述，通过黎曼假设的原文定义，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级数表达式。所以黎曼假设成立。随着成立2字落下，江南终于把黎曼假设给证明了。以上便是我的全部论证过程，有问题可尽管提出，如果没问题，那就和之前一样公布一下。此刻在场众人的灼热目光全都投向皮埃尔和利古马斯，毕竟除了这2位之外，在场其他人都没发言权。这一幕像极了5000万彩票开奖，众人紧张得一塌糊涂。恭贺你，江南教授！经我利古马斯多次演算验证，该过程暂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1人连证5大猜想，尤其是这黎曼假设的证明，
将让1000多条数学命题成为真理，这对整个数学界都有莫大的推动意义。今天你凭一己之力，开启了数学新纪元，让数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你是当之无愧的5级数学家，能与数学之神阿基米德、力学之父牛顿、数学英雄欧拉和数学王子高斯等人并列。谢谢。就在皮埃尔和利古马斯表示肯定之际，爱丽丝瞬间眼睑崩裂，几乎要气晕了。此刻与他们落魄对应的就是全场人的狂欢。男神不愧是男神，不仅长得帅，还能正世界性的猜想难题。我顿时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凑数的。我若有男神1/10，不1%的本事，那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也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对象了。男，你不留下应对一下国际数组吗？不用管他们，我另有要事。要事？什么要事啊？这是秘密，暂不可说，以后你会知道。现在咱们赶紧回家。什么样的要事能比打脸国际数组拿到5级数学家勋章更重要？只因江南在证出黎曼假设的时候，他的理学等级终于达到了6级，这意味着狗系统终于能被唤醒了。所以什么国际数组，什么装备拿奖，通通都不重要。恭喜宿主提前唤醒本系统，特奖励宿主10万积分。10万积分，系统把理学和工学都升到最高级。系统收到宿主大大的指令，正在对理学和工学进行升级。理学和工学已升到最高级，共消耗9万积分，剩余积分2万1。不对啊，怎么我除了思维敏捷一些，灵感爆棚一些，看待这个世界更清晰一些，其他有关理学工学类的知识并没有增加多少啊？这理学9级，把数学千禧年7大猜想都解开，没有丝毫问题吧？这工学9级，随随便便造出个东风导弹或航空母舰，轻轻松松吧？可问题是，我特么的感觉都不会啊！关于大大的理学和工学，小统确实帮你提升到了目前的最高级，但由于信息量太大，大大的脑容量不够，所以没法立马吸收，而只能储存在脑域深处，需要宿主大大通过自己的学习或实践，慢慢触动，再融会贯通。特么的小爷信你个鬼！狗系统，你这分明就是要坑我9万积分啊！此夜，江南又被各大媒体刷了屏。特大喜讯！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昨日被华清天才少年江南证明，一人5大猜想，牛蛙 class。国际数组当众承认，我国天才江南具有5级数学家的实力，成为继皮埃尔和利古马斯等5人之后的第6位5级数学家，也是我龙国属界有史以来第1位。与此同时，还在睡梦中的江南被系统的提示音叫醒了。恭喜宿主获得520万声望值，并自动转化为5200积分。人在家中睡，才从天上来。系统发生了什么？当宿主让人对你产生尊敬、尊崇或崇拜，就会获得一定的声望值，其中100人的尊敬等于10人的尊崇，等于1人的崇拜，等于1个声望值。声望值可转换积分，比例是1000比1。狗系统你坑爹啊！我特么听过1比1、5比1、10比1，可到了我这，你居然来个1000比1，这特么是什么鬼？5200积分要转化为尊敬的话，就是5.2亿人，整个龙国也就10几亿人而已。转化比例是没问题的哦，宿主大大加油！看，男神江教授今天居然来班里上课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距离上次男神来上课都几个月了吧？时间过得好快啊，眨眼间，这大一开学都2、3个月了，期中考试也到了。男神这时候来上课，是来参加期中考试的吗？以男神的资历，都已经是国内最年轻教授了，应该不需要参加考试吧？江教授，能帮我签个名吗？就签1个。一时间，班里众人纷纷围了上来，这就是名人效应了吧？此刻让江南意想不到的是，居然班主任甄美丽也围了过来。老师，你这不合适啊！哪有老师找学生要签名的？有什么不适合的？正所谓学无先后，达者为师。现在你在数学领域上的成就，可称得上世界第1人了。虽然在班里我名义上是你的老师，但在外边我还得叫你一声江教授呢。所以赶紧给我签名吧。见此一幕，江南也不再拘泥。此刻整个经济金融4班其乐融融，然而一旁的季晨早已嫉妒。好一个江南，抢我的风头，把我所有的大学计划都被破灭了。特么的，你连1天专业课都没上过，居然有胆量跑来参加期中考试，我就不信你科科都跟数学一样牛13。这一次的经济金融考，我必定狠狠赢你。季晨，又是你！看来上次的教训没让你长记性啊！怎么想在经济金融考中压我一头吗？江南，别以为你证明了5大猜想就天下无敌了。你知道什么叫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信息与网络技术吗？你撑死也就会点数学，这期中考试你特么全能及格就不错了。而我
平均分打底90，甚至95，能在班里保3争1，你知道吗？保3争1，还平均分95，你一个连满分都拿不到的人，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真是没被现实毒打过。哼，咱们走着瞧。本来我就是来赚点积分的，没想到还能趁势教这继承如何做人。系统，快出来干活了，让我每科都比这继承多1分就行了。我不是人，但宿主你是真的狗，你都这么厉害了，偏偏要比人家都多1分。少废话，快干活！系统发布最新控分任务，本次期中考试，请宿主微积分考91分，政治经济学92分，微观经济学93分，金融学基础94分，线性代数90分。这都是啥跟啥？这么多学科，居然没一门需要考95加的。这继承还说什么保3争1，平均分95，本以为他是青铜，原来是废铁。南，你真的要参加这次考试？那必须的。可是你从来没上过课啊！这次一共要考12门，与数学有关的并不多。你家男人你还不知道吗？我不来上课是不假，但我向来是自学成才，就这种普通考试拿个90分以上还是没问题的。所以英英你可要加油了，别到时候考的比我还少。哼，我才不会考的比你少了，我是班长，我要考满分，拿第1。很快考试正式开始，只见江南分笔疾书，仅不到10分钟便起身交卷走人。一旁的继承见状，可谓是高兴的一匹。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250，说的就是这种装腔作势之人。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结果这开考不到10分钟就交卷走人，这特么能做多少题目，能考多少分？别说及格，能考30分就顶了天了。就这种垃圾，能考70、80分的话，我特么直接把试卷给吃了。接下来的金融学基础、政治经济学，甚至包括微积分上和现代等10门科目考试，江南都是不到10分钟交卷。此刻的继承绝对是瞬间达到了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内心得意到极点。江南啊江南，即便你在数学领域被人一口一个教授，一口一个男神，但在经济金融专业，我会让你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无敌王者。继承，你想做什么？哼，江教授是吧？男神是吧？我可是万万没想到，你今天还敢来教室上课。我就是4班的，为何不敢来上课？是，你是4班的，不假。但你难道不知道这次期中考试今天就出成绩了吗？继承同学，你到底想说什么？男神是我们班的荣耀，也是全校的荣耀。他来参加期中考试，那不过是体验一下而已，成绩多少对他而言并不重要。要知道，他现在可是5级数学家，不是你能侮辱的。赶紧道歉！你一而再的找我麻烦，是吃饱了没事干，找屎吗？少废话，你不会真以为除了数学之外，其余科目也都非常擅长吧？这2天一共12门考试，除了外语你做了半小时外，其余科目每一门能待10分钟。你说你能考多少分？能有30吗？还是20？介晨，你到底是何居心？亏你还是班干部，还是体育委员，当初就不应该选你。依我看，你就是不愿见男神抢了你风头，但你自己没本事，愿得了男神吗？都他妈少废话！待会成绩出来了，我让你们看看是怎么碾压江南的。继承，你可真是个笑话！想要碾压我，你也配吗？我的分数肯定比你要高。江南啊江南，你可真能装杯！你知道我能考多少分吗？各科最起码都有90，拿班级前3是妥妥的。你若是比我多，那我直接把这12门卷子都给吃了。又一个骗吃骗喝的，那就拭目以待，等会看你怎么把12张卷子都吃下去。对了，季大少爷，提前准备几瓶水，免得噎到了又得送医院。很快，上课铃声响起，众人都回到教室坐等成绩出炉。第1名，班长白英英，微积分上100分，政治经济学98分，微观经济学98分，共12门课，总分1182，平均分98.5。第2名，副班长。第3名，江南，微积分上91分，政治经济学92分，微观经济学93分，总分1104，平均分92分。第4名，季晨，微积分上90分，政治经济学91分，微观经济学92分，总分1092，平均分91分。大话说的那么小，结果才考了第4名。季晨这小子真是蚂蚁挑大象，找屎啊！这不可能，他每门考试才几分钟，怎么可能都拿90多，甚至平均比我多1分？完犊子了！待会他要是让我吃卷子该怎么办？12张卷子，这要是都吃下去，会不会真噎死啊？此刻，季晨整个人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接下来的半堂课，季晨连头都不敢抬一下，而江南这边已经开始收割积分了。恭喜宿主完成控分任务，特奖身体素质加12，各科基础均加1，各科潜力均加1，
积分加1200。这狗系统不错，1200的积分，轻轻松松到账，控分比啥声望值可容易多了。看来老本行不能丢啊！相较于赚取声望值，江南还是更喜欢控分一些，毕竟控分可是低调式的装备。你们这些路人甲乙丙丁挡着老子做什么？找屎吗？赶紧起开！呦，还没履行承诺，就这么着急溜出去吗？江南，你季晨同学，之前你可是说了，我有1科超过你，你就吃1张卷子。现在我12科分数都超过你，这12张卷子该兑现了吧？你再胡说什么？谁说要吃卷子了？你记错了吧？怎么玩装疯卖傻这一套吗？班里这么多同学，可都是正人。这么着，如果你吃不下去，我可以给你准备水；如果你需要调料，我也可以给你弄点老干妈。季晨，咱身为男人，就该一口唾沫一个钉，赢要赢得光彩，输也要输得起。对，本就是你先找男神麻烦，现在自食恶果，没人同情你。如果你心甘情愿的服输，我们还会高看你一眼，甚至原谅你，承认你是一条汉子。怎么，要不要我帮帮你？好，这一次算我认栽。不过你们都等着，这个仇我记住了，以后可别让我找到机会，不然我肯定加倍奉还。怎么屡战屡败后还想着报仇？本来我就想着让你吃完3张卷子，小惩大戒一下，现在只能送佛送到西了。快吃！随后在全班注视下，季晨只能兑现承认。当吃到第5张的时候，随着一声大叫，季晨被送往了医务室。难，这季晨以后不会还想找麻烦吧？放心，他不来也就罢了，若还敢再来，我会让他进我如进审。 5天4夜，总算把这2篇论文搞定了。校长、陆老，你们得注意身体啊，可不能为了这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假设的论文搞坏了身体。江南，你放心吧，虽然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但也能撑得住，猝死不了。你来的正好，还有2个好事要跟你说一下。什么好事？第一件事就是你又证明了2大猜想，给学校又一次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校肯定会再次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所以1个猜想300万，2个猜想加起来 就是600万，回头转你卡上。这第2件事你应该更感兴趣，那就是考虑到你在数学领域成绩斐然，接连5大猜想，并成为我国第1个5级数学家，是数学界6大主神之一，所以学校准备向相关部门申请，以你为核心，建立一家数学研究所，就叫江南数学研究所，怎样？我操！什么？ 校长要给江南成立研究所啊！校长让我带研究所，这会不会太早了一点？江南，你说的早，可一点都不早。毕竟全世界的5级数学家也就6个，而你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你的校长，我是非常恳求你能答应带领这个数学研究所。毕竟咱穷的独善其身，负责监济国家。既然就这个能力，就该为国家做贡献。带研究所，让龙国在数学领域能更上一层楼，超越国外。好吧，校长，这个研究所我可以带。 但有几点要求，你必须先答应我。你尽管提就是。第一就是整个研究所，第一话语权必须是我，包括上边派下来的人也好，学校安排的助理也罢，都得听我的。这没问题，你的研究所当然是以你做主。第二就是所有科研人员都必须由我来挑选，甭管是上边派遣的人，还是学校安排的人，都必须经过我的考核。 没问题。这最后一点就是，我希望这个研究所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数学研究所，而是一个综合研究所。除了数学方面，还应该增加物理、化学和生物，乃至理工双学部。理工双学部，这是要把属物化生的原理研究和应用实践全部涵盖进去。江南，这综合研究所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此刻校长一敲，着实被吓了一跳。江南，我知道你很厉害，数学领域天赋很高，但也正是因此，我个人建议你该全心全意在数学一道继续走下去，而不是耗费过多时间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其他学科之上。行了，你们不用再劝了，我心中有数。数学不过是我爱好之一罢了。之后我虽然会继续摸索研究，但物化生这些科目我也不会放弃。更何况 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应该都知道完美石墨烯就是我制作出来的。作为碳基新材料之王的制作者，我也是时候该对其特性研究1、2了。最终足足过了半晌，校长一秋才回过神来，并同意了江南的要求。校长，咱都这么熟了，我也不瞒你，此时此刻，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梦想，在不久的将来，我要把江南研究所打造成全世界超一流、最顶尖的研究所，乃至世界的科研中心。江南，如果你不嫌弃的话，等你研究所挂牌成立，我陆成州第1个加入。 还有我，虽然我实力一般，但在处理杂琐事方面绝对是一流的，这点校长可以作证。如果你不嫌弃，我主动请缨，在你研究所当一个大管家，保证给你处理的井井有条。江年，我会动用我最大的权限，研究所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一块，你就放心吧。
我靠，这发生了什么？他们刚才不是还出言反对吗？怎么一下子又跟打了鸡血一样？接下来，几人针对江南研究所又商谈了一会，最终江南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办公室。系统，我最近想研究一下物理，但具体不知道研究哪个方向，你赶紧发布几个任务让我选。检测到宿主想研究物理一道，特触发4个随机任务，请宿主自行选择。任务1：物理7大未解之谜，任意解开一个，均可获得10万积分奖励。任务2：10大千年疯狂难题，任意解开一道，均可获得5万积分奖励。任务3：完美石墨烯是最具潜力的新型材料，若能将其现有特性全部掌握，并挖掘出新的特性，奖励3000积分。任务4：学术从论文开始，任意发表一篇有关物理的 SCI 论文，奖励1000积分。狗系统真特么坑啊！这物理7大未解之谜，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引力为什么如此诡异？时间为什么只能单向流动？反物质都去了哪里？在固体和液体之间的灰色地带，我们能否找到统一的物理学理论？生命如何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而来？还有这10大千年难题，量子引力如何帮助解释宇宙起源？质子寿命有多长？如何理解？黑洞信息悖论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为什么宇宙表现为1个时间维度和3个空间维度？等等等等，这些随便拿出一个，我现在都解不开，好吧？想撸你羊毛不假，但你也没必要动辄就给我来这么疯狂的难题吧。虽然解开上面任何一道，江南都可以获得10万积分，但他也有自知之明，即便是超级无敌大猪脚，以他目前的物理实力还远远不够，所以他直接就把任务1、任务2给 pass 了。挖掘出完美石墨烯新的特性，发表一篇物理方面的测论文。虽然只有3000积分和1000积分，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且这2个任务貌似可以重叠。系统选择任务3、任务4。恭喜宿主做出最为明智的选择，特奖励积分4000，请宿主继续加油哦。接下来的一周，江南又开启了闭关模式，沉浸在实验室中不断做着各种实验。这物理还挺有意思，与数学截然不同。数学重在逻辑，只要一笔在手，便可天下我有；而物理更需要动手实验，也就幸亏我底子深，之前也没少跟王学长交流有关石墨烯的知识。且这原位微区结构分析与性质测试联合系统和超高真空低温强磁场双探针扫描隧道显微镜谱系统足够给力，不然的话，想挖掘出完美石墨烯新的特性，还真有些困难。这1个星期，江南先是制造了一大块完美石墨烯，边做实验边记录各种数据，验证新的特性，并编写论文。江南同学，庚部是江教授，再次相见，你可给了我很大惊喜呀！梁老，你怎么又来了？莫非又是专程来找我的？没错，江教授不愧是我龙国第一天才，绝对是震古烁今无人敌，一个字绝。梁老，你说笑了，什么第一天才，什么震古烁今无人敌，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这帽子可万万不能戴高了。我信了你个鬼！你虽人畜无害，但坏得很，装逼如风，常伴无身，无形装逼最为致命。你就不要太贬低自己了。凭一己之力，硬生生将我国的数学高度提高了3个档次，追平了那些超一流的国家，摘掉了数学归墟之地的帽子。你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梁老，咱也不是生人了，你就别太客套了。如果猜的没错，你这是又给我送钱来了。没错，不过送钱不是很好听，还是用奖励比较好。江南同学经过官方慎重研究评选，最终决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同时，并列你为我龙国本年度10大杰出青年之首位，奖励你1000万，同时还有一套独栋别墅，希望你在科研的道路上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我操！国家自然科学奖，这可是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4个奖项齐名了。即便是一秋这位华清校长，此刻都不由得感到震惊。随后梁鹤同叙述了一会家常，便再次离开。谁能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龙国竟然有人将完美石墨烯特性研究到了这一步，直接扭结角度，便可创建新型波纹结构，而制造出智能电子元件。若这方法可行的话，那在芯片方面，岂不是再也不需要硅基材料了？如果不需要硅基材料，那被我们视为人类智能凝结的光刻机又还有何用？颠覆，这绝对是一场巨大的颠覆，必须赶紧想办法阻止。看着江南发表的论文，西方物理学界坐不住了。这篇论文明确指出了碳基芯片取代硅基芯片的可能，一旦成功，固有的光刻机等方面技术报废，从此之后，这些国家将失去绝对话语权。洛星学姐，是我，请问有事吗？南神，
我仅代表高院长，想请你去龙科院做客，并有些物理知识想请教一下你。这电话里一两句说不清楚，请问你现在住哪呢？我现在就赶过去接你。江教授，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功夫，你在完美石墨烯特性上又有了新的发现。看来第4次工业时代碳基芯片要来临了呀！高院长，你请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吗？没错，昨天我看了你写的《完美石墨烯扭结西塔度来创建新结构》的论文文，请你来是想请教一下这个西塔度该怎么扭结。如果真能成功，专利权肯定是你的，且龙科院该给的报酬一定会给。高院长，我给演示一下没问题，不过啥专利报酬就算了，毕竟这真是我随意而做，非常简单。如果你真要感谢我，就给我开个方便，让我看一看你们研究所的藏书资料。江教授不愧是江教授啊，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还是这么的低调，这么的喜欢学习，除了稍微有些凡尔赛之外，其余方面可谓完美，不愧是传说中的男神。好，江南，你的提议我答应了。其实该过程非常简单，只要仪器到位，以特定角度将其扭结西塔度就可以。话音刚落，江南便直接上手。不知过了多久，江南在众人一阵震惊中停了下来。江南，你这就扭结成功了？对啊，之前我就说过，这活非常简单。现在扭结成功，新型结构建成，空间扩充，性能稳固，实现超导性，后边创建逻辑门和晶体管，想必不需要我示范了吧？这特么简直无敌啊！我们奋战了1晚都没丝毫进展，男神却这么快就搞定了。江南，你真是太厉害了！后边创建逻辑门和晶体管都比较套路，直接交给他们来做就可以了。那行吧，就让洛心学姐他们来吧。接下来的半个月，江南又沉浸在了龙科院的资料室，只要被他翻过的书，全部牢记于心，且融会贯通。江南，隔壁数学研究所知道你在这，想请你帮帮忙。你看，他们找我帮什么忙？具体我也不清楚，他们好像挺急的，要不你跟我去看看。小江，这位就是你要找的江南江教授，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江研究员，你找我什么事？江教授，是这样，我们数学研究所最近提出一个科研问题，但用了已知的所有办法都没法将其破解出来，本来都准备要封存了，恰巧听闻江教授你在高院长这，所以我们副院长让我来请你过去一趟，看看你是否有破解之法。江南，江指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如果能解出来，那对后边的物理部分帮助很大，或许真得麻烦你往那边走一趟。行吧，那我现在就去一趟。江南没有推辞，毕竟人家上门来请，又有高卫东收请，更何况他也想见识见识，这难道数学研究所的难题？江教授，欢迎啊！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科研问题过于重要，而我们也实在没得办法，只能突然的请你过来，还请江教授不要见怪。见怪倒是不会，怕就怕待会儿会让你们失望，毕竟你们这么多大佬都解不出来，我也不一定能成。江教授，你就不要谦虚了，1人5猜想，我们在场所有人都服气。这次的科研问题我们虽然解不出来，但你也许可以，就请尽力而为吧。如此，在下就献丑了。说完，江南便走到放满资料的办公桌跟前，然而下一秒，看一眼就翻页，速度这么快，怕是连一行都没看完吧？这算什么？众人脸上都挂满了大大的问号，不到1秒钟就是一页翻过，这给人的感觉根本不是在看题，而是在走马观花，应付任务罢了。江教授，这才不到3分钟的功夫，你这就看完了？不过一点资料而已，看完了。我操，几十页密密麻麻的资料，你跟我说这就看完了？他们在闹的吧？江教授，那你觉得这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我给你一一解答。不懂倒是没有，虽然这题涵盖的范围很广，涉及的因素很多，但还是很好理解的，难度不算大。这特么的开玩笑的吧？副院长，这题我可以帮你们解出来，不过事后能不能给我开个方便，让我看一看你们研究所的藏书资料室？江南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开门见山的提出了自己的解题要求。江教授，没问题，只要你真能解出来，啥要求我都能答应。此刻江南径直走到黑板面前，直接笔走龙蛇的挥洒起来，在场人瞬间屏住了呼吸，眸光里闪烁着一丝期待。有意思，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研究过，但一直卡在第7个步骤。可江南貌似给了我很好思路，他难道真的可以解出来吗？时间1分1秒的过去，黑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各样公式和计算，江南也终于停了下来。江教授，你写完了吗？那这个命题有被破解出来吗？由我出马，当然是破解出来了。此刻众人又齐刷刷的把目光投向傅长生，他们都跟不上江南的解题思路，所以不确定结果。但要说在场谁能跟上江南，那绝对是这位研究所负责人无疑。我操，真的，这题居然真的解出来了！天啊，
我还以为这个命题短期无解，必将被封存来着，可结果却被江教授如此轻松的给破解开了，简直牛啊！那个副院长，题我已经解完了，可以保证结果无误。接下来该怎么办？想必不用我多说，且我留在这里也不方便，所以麻烦你安排人带我去你们的藏书资料室，让我去好好参观一下吧。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江南在看完题之后，才知道这是某系快递的优化。此刻傅长生也明白江南的意思。小江啊，那就由你带江教授去藏书资料室吧。这个科研问题虽然被江教授解开了，但我们后续还得再讨论一下。你们都是年轻人，这交流起来也更顺畅点。切记一定要好好接待哈。副院长放心，我肯定会招待好江教授的，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嘿嘿嘿，小江啊，机会给你了，得抓住啊！江南这么优秀，可万万不能放过了。我靠，我这造福全人类的事情还没干呢，这时候居然要让我去国外，这到底咋个回事？怎么？为什么去国外？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你难道不看邮箱的吗？这每4年举办一次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即将在大洋加之哥大学开幕，他们应该给你发过邮件邀请你去参加，但你肯定是没有回复，所以他们便把邀请函寄到学校来了。闻言，江南心中的怒气消了2、3分。我说校长，你知道我很忙的，且我跟国际数组有些不对付，他们这国际数学家大会，我看不去也罢。江南，这时候可不能撂挑子啊！无论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整个龙国，我都强烈建议这一次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你一定要去参加啊！一定要参加。江南，虽然你现在是5级数学家，得到了皮埃尔他们的认可，但却有实无名，国际数组并未给你颁发勋章。最重要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的5级数学家都拿到过数学3大奖大满贯的人，而你却一个都还没拿到，甚至连一般的国际性数学大奖都没拿过，这在国际上会有一定非议。而这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便是一次你疯狂刷奖的机会。在开幕式上的4大奖项，其中之3，如菲尔茨奖、高斯奖和陈省身奖，你都已被提名，获奖的概率起码有8、9成。所以我希望你能去参加这个大会，到时候3奖一到手，那江南研究所也就可以堂堂正正的成立并招人了。不得不说，这一秋不愧是资深的校长乃至教育学家，权衡利弊，手到擒来，且江南立马就是眸光微亮，显然他有些异动了。行吧，校长，我答应了。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我参加了，不过想必不止我一个人去，应该还有其他人吧？没错，老陆和迈尔斯也都会去，他们是菲尔茨奖往届得主，已经受邀担当本次菲尔茨奖的颁奖人。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就跟老陆和迈尔斯一起出发吧。学术签证啥的，老唐已经全部给你弄好了。不得不说，校长当到这份上也真是难能可贵了。江南基本啥事不用干，便已安排的明明白白。小南，大洋不比国内，到了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听说那边最近有点儿混乱，你晚上一个人可千万别出去，尤其是灯光暗淡的巷子或者人少的地方，最好是绕避开走。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出国，我肯定会安安全全的回来，顺便给你带点国外特产。那个白英英同学，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江南是去参加学术会议，何况还有我和迈尔斯陪着，100%不会出事的。听见这话，白英英总算是拉了口气。陆教授、迈尔斯教授还有江教授，你们好，我叫陆远，是一秋校长安排接待3位的。陆学长，别叫教授了，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你就叫我江南吧。这不好吧？虽然都是华清出来的，虽然你年纪比我小很多，但学术一道，达者为先。且我老师可在电话里说了，让我绝对不能怠慢你，不然等我回去就完蛋了。没什么怠慢不怠慢的，叫名字顺口一些，我保证易校长不会多说你什么。那好吧，江南，你难得来一次，待会安排好房间，我就带你去吃饭，然后好好逛一逛。这边的姑娘性格非常热情奔放，运气好的话，今晚上你就不需要孤单入眠了。算了吧，我可不感兴趣，有这功夫，还不如回房跟英英视频呢。再不济就去加之哥大学图书馆溜溜。看那个妹纸，可真是 nice 啊！刚才还朝我放电，不行，我要沦陷了。江南，房间已经开好了，你自己上去哈。此刻陆远花心上脑，理智什么的已经是见了鬼了，招待江南啥的也瞬间被他抛到一边。美女，我在这里。然而下一秒，这位女神直接跟他擦肩而过，直接来到了江南面前。这怎么可能？明明我长得这么帅，曾经可是华清校草，现在到了加之哥大学，也是非常阳光的风云人物，今天就不应该跟江南走在一块。
江南你好，我叫艾玛克里斯汀，你可以叫我艾玛，也可以叫我克里斯汀。很高兴能在这见到你。他竟然认识我？什么？你就是大洋非常有名的数学天才，甚至有着数学女神之称的艾玛克里斯汀。艾玛小姐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倒也没什么事，就是久闻江南你的大名，尤其是我老师皮埃尔教授对你一直赞不绝口，所以我非常好奇，想来认识一下。且我看了你发表在数学年刊上的5大猜想的证明过程，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非常精彩，我心服口服。谢谢你的夸奖，也谢谢你老师的称赞，替我向皮埃尔教授问好。我会向我老师转达你的问好的。不过在此之前，不知你现在是否方便？我想请你吃个饭，并探讨一下5大猜想问题。吃饭就改天吧，现在我还有事。说完，江南便直接转身而去。此刻一旁的陆远直接懵逼了。这么一个天才女神请江南吃饭，她居然拒绝了。莫非她那个傻取向有问题？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卧槽，易老师就是巨坑啊！居然想让学生我以身饲虎，不行，绝对要逃离这个魔头。之后，陆远暗暗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即便违背一秋的交代，也打死他都不跟江南再有亲密接触。江南，原来你跟迈尔斯在一起，可真让我一通好找。操，我给你介绍些老朋友认识认识。我说老陆，这边迈尔斯正准备带我去见他的10几号3级数学家朋友，跟你走不太好吗？你跟我走就是了，我那边可是10几个4级数学家，包括迈尔斯曾经的一位老师哈迪斯也在。迈尔斯，我带走江南没意见吧？尼玛，把我曾经的老师哈迪斯都给搬出来了，我还能说什么？江南，那你就先跟陆老去吧，等你们聊完了，我再来请也不迟。道友请留步，要不先把江教授让给我如何？今天除开远在攻击的塞尔教授因年事已高，没法坐飞机前来之外，米尔诺、汤森普和利古马斯3位教授都到，他们都想跟江教授有一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或许这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我皮埃尔在这，希望陆教授行个方便，让江教授先跟我去一趟。这算什么？真他妈要无语了！我现在这么抢手的吗？爽！好久没碰到过这么旗鼓相当的人了，还一来就是4个，简直爽歪歪啊！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我也不想卖什么关子，因为我们数学界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天才，一人5猜想，最高殿堂可留名，所以本次的陈省神奖、高斯奖和菲尔兹奖都归属于他一人，他就是龙国的江南。此话一出，满场皆惊，仅在一瞬间，江南便打破了4项世界纪录：第一个获得陈省神奖的龙国人，第一个获得高斯奖的龙国人，第一个获得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的龙国人，同时一次性获得3大奖的人。4年又4年，我没有一天松懈自己，一天只睡4小时，娶妻不生子，即便生子也不是我自己的，我把全部都投到了数学上，目的就是为了今天替我山鸟在时隔20几年后再拿一枚菲尔兹奖。可现在3次提名，3次落选，我不甘心啊！身为山鸟数学界第一天才，他必是获奖者之一，但有江南的存在，他拿不到也正常。很快，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结束，而江南却一直没有出现，甚至连3大奖的奖章和几10万奖金都没来领。艾玛小姐，都这么晚了，你来找我不合适吧？虽然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但有什么事就在门口说吧，我听着。既然不让进，那我就不进了。找你其实也没特别事，之前你可答应改天跟我吃饭，并探讨5大猜想问题的，可这一改天就过去1周了，我如果不来，你估计都忘了吧？那个艾玛小姐，今天太晚了，且我待会还有事，所以没有时间，要不就明天吧。明天我看看能否抽出10分钟时间，到时候咱们边吃边聊如何？10分钟能做什么？这也太短了吧！除去吃饭，那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就更短了。唉，那个江南教授，既然你时间不够，那这吃饭就改以后吧。我想换一个请求，明天我有一场报告会，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来听听吗？报告会吗？这个可以有，但冒昧问一句，请问是关于哪方面的报告会？是有关于霍奇猜想的一种新的证明假设，也可以说是个人思路，你感兴趣不？霍奇猜想吗？不错不错，我感兴趣，明天我一定会准时去听你报告的。那今晚就晚安了哈。此刻艾玛克里斯汀本想和江南再深入促进一下关系，不料他却当场拒绝回了房间。这他妈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看不起我吗？行，明天在报告会上，我一定会让你对我刮目相看。虽然你一人就拿了3大奖，但我也不会太差的，尤其是对于霍奇猜想的最新思路，可是我凭一己之力苦心钻研而出。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报告会。我的论题是有关证明霍奇猜想的一种新思路。事实证明，霍奇猜想在低维空间中是正确的，这点已由 Lefschetz 证明，且在过去几十年也有一些其他的维度被证明，但都是在非常强大的额外假设下，所以霍奇猜想便陷入了一个死局。但我在看了江南教授创造出了5种新方法来论证5种猜想后，我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霍奇猜想若想证明，同样需要一种新方法，或者说是一个新思路。随着艾玛在台上不断讲解，时间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好了，我的报告会即将结束，接下来还有几分钟，大家可以提问。就在众人举手鼓掌之际，江南却快速走上讲台。这人是谁？他想干什么？提问就提问，直接在原处举手就可以，为什么要冲上讲台？莫不是上去捣乱的吧？如果我没猜错，江南绝对是听了克里斯汀的讲解受到启发，要当众证明霍奇猜想。就在此刻，江南粉笔齐飞，从第一个字开始便再也没有停顿过。他写的跟艾玛小姐说的基础开头部分一样，可到了后边就逐渐不一样了。这么一看，他修改的好像更加顺畅啊！这特么简直就是瞎人诛心了。要知道艾玛小姐还在台上，他这样做会不会让艾玛下不来台啊？果然，我果然没有猜错，江南他真的是在证明霍奇猜想，且写得如此之流畅，显然对霍奇猜想的感悟很深，甚至还远在我这个老头子之上。又是江南，悠然记得第一次见到他还在参加国际奥数竞赛，才短短半年时间，他就成为5级数学家不说，难道今天又要证明出第6个猜想，再创造奇迹吗？这场报告会明明我才是主角好吧，可现在最靓的宰成了江南。江南此刻大脑飞速运转，黑板上写满了如天书般密密麻麻的各种公式。一个子簇是通过取多项式零点积并与 x 相交而形成的，这本质上是一个全局的东西，可以综合拓扑上的变形，在此可代入公式。综上所述，霍奇猜想成立。这就证明出来了。难道数学界大半个世纪被称之为千禧年7大难题之一的霍奇猜想真的成立？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真的？刚才心之所至，便情不自禁上来做了一点微小工作。艾玛小姐，实在抱歉，但我今天要感谢你，是你的新思路给了我启发，让我的证明过程形成闭环。这霍奇猜想虽然是我证明的，但你的功劳也很大，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再见。艾玛小姐还没来及的开口说话，装完杯的江南便大步的走下讲台。太帅了，装完杯就走，等着吧，你小子，我早晚必拿下你。皮埃尔教授，您觉得这个过程正确吗？江南教授的证明过程，难道无数人的霍奇猜想，在继黎曼假设之后，终于被人给证明出来了？从此数学界又将进入一个新的篇章，在新时代又往前跨了一大步。卧槽！皮埃尔教授亲口承认，江南教授的霍奇猜想证明过程正确无误。我一生从未服过人，但从今天开始，彻底跪服了那个神奇的男人。1人5猜想，不，现在是1人6猜想了，甚至其中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近代3大数学难题之一，黎曼假设和霍奇猜想又是千禧年7大难题之2，简直牛蛙可辣死！江先生，我是 FBI 加之哥负责人格伦斯。FBI， 呵呵，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居然让你亲自找上门。你误会了，我不过是带路人罢了，找你的是威尔教授。江教授你好，我叫威尔，是大洋国家科学院负责人，今天就是想跟你聊聊，不知你是否方便？好家伙，来到 FBI 不说，还来了3，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别人打扰，还请你们离开。江教授，别急，我这次是抱着非常大的诚意来找你的，我以上帝的名义担保，这是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且我也是研究数学的，对江教授你非常崇敬。行吧，我只给你1分钟的时间，有什么话快说。江教授，我代表大洋国家科学院向你发出最诚挚的邀请，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只要你一加入，我们大洋国家科学院立马就会授予你非正式院士之名。如果你愿意转换国籍的话，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帮您把户籍弄好，并成为正式院士，享受大洋院士的最高津贴，每月100万洋元，1年1200万打底，还为你提供一套带农场花园的独栋别墅，以及3辆高档轿车。这还真是大手笔啊！不过，威尔教授，你的提议虽然很诱人，但我觉得
别人家的饺子再软再香，也终归是不如自己家里的。甭管多高的薪酬，多好的福利，但我还是更喜欢我的家乡。所以抱歉了。江教授，我提出的几个条件对你绝对是最有利的，而没有丝毫害你的意思。你说你喜欢家乡，只要你来了大洋，那大洋同样可以成为你的家乡。至于龙国，虽说近些年发展的不错，但是个聪明人都知道，即便再给龙国50年、100年，也难以追上大洋。大洋才是你能发挥全部实力的舞台。威尔，我警告你，注意你的用词态度。我辈龙国人岂能屈居他国后？今天我把话撂在这，10年，只要10年，我们就可追上大洋。至于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再见。说完，江南便扬长而去。威尔，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凉拌呗！我已经把条件提到最高上限了，但江南一点都不感兴趣，还直接走了人，我也没得办法。要我说，先找个理由把他留在加之哥，然后慢慢再谈条件就是了。江南走后 ，FBI 出身的格罗斯立马向威尔提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点子，这也是 FBI 一贯的风格了。不能太冲动，毕竟他现在刚拿了数学3大奖，又证明了霍奇猜想是龙国唯一一位5级数学家，目前整个数学界最炙手可热的存在，没有正当理由，万不能动他，不然牵扯甚多，影响会很大。先不说龙国方面不会善罢甘休，就说整个数学界也肯定不会同意。大家好，原本按照流程，今天这场报告会，我应该给大家讲一下黎曼定理或者哥德巴赫定理等我证明的这几大猜想难题，但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失望。上边5大定理我都不想多讲，毕竟人都是向前看，不是往后走。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想离开的话，可以先行离开，免得待会大家后悔。这时候离开怎么可能？我们都是来崇圣尊神的，如此难得的机会，那就是打死打残也不能走啊！就在此时，江南在黑板上写下克拉梅尔猜想的证明9个大字，在场众人几乎都被江南的疯狂举动吓到了。克拉梅尔猜想，他居然要证明克拉梅尔猜想。这克拉梅尔虽然不是第1、2等的猜想，但也是非常有名的第3等猜想，好吧？从提出到现在都80多年了，一直没找到啥破解的思绪，而他竟然要……江南都已经证明了3个，结果现在又要证第4个，真当3等猜想是大白菜不成？这江南简直就是数学一道古往今来第一妖孽，这已经不能用5级数学家来形容，而是6级，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啊！时间1分1秒的过去，在连接1小时的最后1分钟，终于，综上所述，克拉梅尔猜想成立。诸位，克拉梅尔猜想非常简单，我的证明结束了，再见。装完杯就走，即便是李奇业、西区、老张全、陈北全都不行啊！好一个江南，好一个男神，一笔猜想贵，不得不承认，他是真的神。真想不到，龙国既然能出如此妖孽般的人物，一笔或猜变扶手，一笔让那克猜贵，已与属界全无敌，不与天战与谁战？一时间，不少人都于心中感叹，此刻江南在他们眼中已与数学之真神无异，除了崇敬还是崇敬。江教授，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你怎么才回来啊？艾玛小姐，你怎么又来了？怎么，江教授，上一次我站在门口没进去，这一次你还不请我进去坐坐吗？进去，我看还是算了吧。大晚上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很容易出事情的。很容易出事情吗？那如果说我不介意呢？可是我介意啊。江教授，你难道真的如此不解风情吗？还是你们龙国男人皆如此？解风情，你可以去找陆远了，他仰慕你很久了。好吧，这话题聊不下去了。既然你又一次不让我进，那我就不进好了。我今晚来其实就是跟你打声招呼，明天是数学家大会的最后一天，不仅有闭幕式，而且晚上还有一个豪华派对，而你将是闭幕式和派对的主角，可一定要来参加，也许会有惊喜哦。惊喜？不好意思，我应该不会去。这个男人真的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连针都戳不穿啊。江教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报告会上你说欠我一个人情可对？没错。只要江教授承认就行。那我现在想要你偿还，你答应吗？欠人情当然要还，只要是不违背道德礼法，不让我做太出格的事，我肯定答应。那我要你来参加闭幕式晚会，并陪我跳支舞，这不违背你所谓的礼法道德，没让你出格吧？明晚8点，我们不见不散。江南还没来得及说话，艾玛克里斯汀便转身离去。就在此时，你就是江南教授吧？我们可以聊聊吗？不好意思，我要回去睡觉了。话音刚落，几个身材魁梧的人直接拦在江南面前。怎么？几个意思？想找茬吗？江南教授，放心，我们绝对没有什么恶意，就是想跟您聊一下，耽搁您几分钟时间，聊完您就可以自由离开了。
怎么想找茬吗？江教授，你误会了，我是 SLMA 公司的负责人，只是想找你聊聊。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还忙着回去睡觉呢。之前有幸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看到您有关将完美石墨烯扭结西塔度便可创建新型结构，并用于生产新型智能电子元件的论文，顿时惊为天人。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 SLMA 公司，年薪3000万洋元起步，但有个条件，这制造新型智能电子元件的技术必须归属于我们公司，如何？一年不过区3000万洋元，就想束缚我，特么不是痴人做梦吗？我不会加入你们 SLMA， 我也没制造新型智能电子元件的技术，所以用不着再多费口舌了。再见。说完，江南鸟都不鸟凯恩马克，转身就朝房间而去。几位大汉本想拦截，不过被凯恩马克给制止了。A 计划失败，实行 B 计划。救命啊！我操！不会这么巧吧？随便走进个巷子都能听到人求救，这大洋的巷道真跟传说中一样乱的吗？先生，救救我！龙国小子，你想找死吗？居然敢替他出头，信不信我们连你一起上了？别误会，我并没有想替他出头的意思，我纯属路过，且立马就走。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请随意，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不出头，没看见，不是说龙国人都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吗？怎么这人就不按套路出牌呢？听见江南的话，这几人几乎下意识愣住了。今天倒是见到了一个怪人，但你撞破了我们的好事，就想这么简单的离开，怕想的也太容易了吧？得了，看来今天不较量一场，是真没法脱身了。此刻江南没管眼前这个女人，只是看向面前的几个大汉，说吧，别藏着掖着找借口了。谁让你们来拦我的？啊？什么意思？怎么还要跟我装糊涂？你们这演戏演的也太假了，几个大男人磨蹭半天都没成事不说，还让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跑到我身后，也就算了，这喊了一声 help me 就歇火了，咋的？这还带中场休息的？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又何必拿我当傻子？直接坦白了说吧。你们龙国人还挺聪明，没错，我们刚才的确有演戏的成分，为的就是你这只大肥羊。既然你都看明白了，那就乖乖跟我们走一趟吧。放心，只要你不反抗，我们哥几个肯定会清点，不会让你太痛苦的。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清楚到底是谁让你们来堵我的。说清楚了，我让你们安全离开，不然的话，你们可就都不用走了。你这臭小子真是大言不惭，我们哥几个拿捏你不过分分钟的事，你竟还反过来威胁我们。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们了。话音刚落，几人就要冲上去，跟江南扭打在一起。天空后伴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声，战斗也随之终止。呦，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如此脆弱。说是谁派你们来堵我的？你什么你？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出幕后指使人，不然你的身体会跟你的枪一样分家。没有人指使，我们就是没钱了，且好久没逛男人了，所以才在这堵人，想寻点乐子。你以为我会信？真的，我没有骗你。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非得让我打断你3-5条腿吗？别，我说，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接下来绝不会有半句谎言。我是真不知道雇佣我们来堵你的人是谁，对方都是电话联系我的，说出1万大洋，让我们找机会把你给绑了。不过我可以联系到对方，知道对方现在的位置，因为对方只提前给我汇了5000大洋，剩下的5000说让我们把你绑了后，就给他发个信息，他会告诉我地址，到时候让我把你带过去，对方就会当面给我钱。行，现在你给对方发个短信，就说已经把我绑了，然后问个时间地址告诉我，老实配合，我保证不会再让你痛苦，不然的话，还是那句话，后果自负。江南，说起来我还挺欣赏你的，年纪轻轻便是5级数学家，且在物理一道也是成就惊人，几乎要巅峰整个行业。不过可惜你不能为我们 SLMA 公司所用，只能让你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凯恩马克一阵喃喃自语，心中幻想中等会江南跪地求饶的场景，可谓是开心的一匹。而此刻江南单刀赴会，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门外。那几个大汉是你雇佣的吧？江南，你不是应该被打晕绑过来的吗？我给你一次机会，帮我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你背后公司的意思？不老实交代，我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怎么就凭你自己嘎的了我吗？按照你们的老话，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这可是我的地盘，相反，我给你一次机会，加入我们 SLMA 公司，以后你的前途无量，不然我就让你命丧于此。话音刚落，几名大汉就冲了进来，把江南团团围了起来。好一个 SLMA 公司，看来今天我若不答应你们，是真没法轻易离开了。江南教授，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最喜欢聪明人，我保证，只要你加入进来，必定可以得到公司的重用。只可惜啊，我就是不答应。你特么这是找死，给我嘎了他！
这怎么可能？赤手空拳以一敌四，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国功夫吗？江南，你别嘎我是 SLNA 公司的高层，求求你放我一马吧！我这人最讨厌被人威胁。既然 SLMA 公司要对付我，甭管其背后金主是谁，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迟早有一天，他也没必要存在于世。而 SLMA 公司的灭亡就从你开始，下辈子投个好胎，别来惹我。再见。落下，江南就送凯恩马克上了西天。江南教授，还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你们是哪个部门的？有执法权吗？想抓江南干什么？我们是 FBI， 当然有执法权。抓江南教授更有着不得不抓的理由。竟然是 FBI， 麻烦了，貌似有大麻烦了。FBI 怎么了？江南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你们抓他的理由是什么？若不说清楚，恐怕我们整个数学界都不答应。江南教授跟昨天的一起杀人案有关，我们要请他回去协助调查。什么？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还得等回去调查清楚才知道。但截至目前为止，有充足的人证物证都指向江南教授，我们也是依规办案，还请你不要干涉我们 FBI， 请让开。我要是不让呢？干扰 FBI 办案的后果如何？想必陆教授心知肚明。如果不配合，只能请你们一起去了。正所谓会叫的狗不咬人，而咬人的狗不叫，但杀伤力大的一批，此话不假。放心，我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他们奈何不了我的。等他们调查清楚，你们先回龙国，我配合他们调查就是了。可是江南，别说了，我若24小时没出来，你们就帮个忙，跟我女朋友打个电话，就说我在这边有点事，要耽搁2天，不方便联系，让她不要担心。江南，你就放心吧，你若没出来，我会跟白同学说的。不过我相信，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他们也审问不了你多久，24小时，最多24小时。如果24小时你没出来，我会通知校长，让其向上打报告，请求上边帮忙。怎么着，你也是龙国第一数学家，是龙国的英雄和骄傲。大洋 FBI 要是想冤枉你，那得先问问龙国答不答应。江南教授，照片里这几个人，想必你都认识吧？我能说不认识吗？你说不认识没用。根据监控显示，昨天你走进了加之哥大学对面的巷子，足足停留了半个小时才离开。在这半小时里，你谋害了他们几人？等等，我是在巷子里碰到了他们不假，但我可没害他们，只是见到他们在欺负一个女人，便被他们盯上了，跟他们有过短暂接触，并自卫打伤了人而已。只是打伤了人吗？我看你是一时激愤，直接打死了人吧。空口无凭，按照大洋法律讲究无罪推定，我打死人，你们有什么证据？当然有证据，我们有人证。劳拉小姐，她很感激你从歹徒手里救下她，但她也可以证明是你干了那几人。总之，这个案子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你一个人。在案子没有撤销之前，你没法离开加之哥这座城市，没法离开大洋。一旦定罪，打底25年。不过江南教授，如果你态度好的话，这其中也不是没有操作的空间。比如故意杀人，可以改为防卫过当，那就是3到10年。如果你能加入我们大洋，用你的知识为大洋做贡献的话，防卫过当甚至还可以改为见义勇为。你是为了拯救劳拉小姐而不得已杀了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仅没罪，而且是救人英雄。之前大洋国家科学院的威尔教授所提出的待遇不变，你觉得如何？这果然很大洋。为了对付一个人，可以栽赃嫁祸、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也可以瞬间洗白。这一套流程玩的也太溜了。就在这时，检测到宿主正被人威胁，特触发2个随机任务。任务1：接受格伦斯的提议，加入大洋，从此背弃自己的国家，奖励积分1万。任务2：拒绝格伦斯的提议，明确自己的态度，做一个无惧无畏且拥有自己的原则和信仰的宿主大大，将奖励积分1万和神秘小礼包1份。如果宿主大大在拒绝之后能自主逃离险地，并炸掉 FBI 分部，报的大仇，将再得2万积分和神秘大礼包。卧槽，这狗系统可以啊！小桶，我选第2个任务。恭喜宿主做出正确选择，获得超级炸弹10颗。这小桶简直牛蛙呀！多余的废话就不要说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是不会加入你们这狗屁大洋科学院的。此生无悔入龙国，来世愿再种花家。别说年薪几千万，就算几千亿我都不会心动。还有那几人不是我嘎的，你们才是真正的刽子手，想要栽赃陷害，逼我就范，你们打错了主意。我最后强调一次，最好立即跟我道歉，并释放我离开，不然后果自负。后果自负？你是疯了吗？在我 FBI 大楼里，居然反过来威胁我，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既然话都挑明了，我也不瞒你，除非你加入我们大洋，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释放你的。
证据链虽然有些漏洞，但凭借现有证据也足以拘留你。你想保释都不可能。我给你一点时间思量。我希望待会我再进来的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说完，不等江南回答，格伦斯就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深夜，一阵爆炸声响彻加之哥，此时整个加之哥的官方全都乱成一锅粥。由于事发突然，他们还没来得及追击，江南在众多学界大佬的帮助下，已经悄无声息回到了龙国。废物都是废物，四大部门联合封锁，即便是只苍蝇也休想飞出大洋边境。可江南一个大活人是如何离开大洋到达龙国的？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然我们 FBI 丢人就丢大了。对了，那个 SLMA 公司的凯恩马克去哪儿了？之前信誓旦旦地说做好了 ABCD 4项计划，一定可以解决江南。可现在不仅江南没有解决，反而凯恩马克这个废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消息都没有。小南，你终于回来了，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小妮子，你哭什么？我这不是安然无恙的回来了吗？放心，没事了。你都被大洋 FBI 给抓了，怎么会没事？他们有没有打你？快让我看看。我没事，大洋 FBI 虽然抓了我，但回头我就出来了，只不过不方便跟你联系罢了，让你担心了，是我的错，抱歉。大洋 FBI 真的没有为难你？真的，你就放心吧。走，先回家再说。英英，还记得我离开龙国去大洋之前，我们没有做完的事吗？什么事啊？接下来的日子，造神计划启动，科学家才是最应追的星。以江南为首的碳基芯片专项小组成立。不久后，江南先是搞定了1纳米工艺光刻机的器件图，在龙科院的全力运转之下，很快1纳米光刻机横空出世，紧接着碳基芯片也随之大功告成。至此，龙国落后国际几十年的光刻机和芯片短板，一跃横扫八方四海，成为国际最巅峰。英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愿意嫁给我，让我照顾一辈子吗？我愿意。系统发布最新任务，赋予宿主小学校董身份，请宿主